这手法简直绝了！安娜忍不住发出惊叹，本以为只是招个帮工，没想到这家伙剥洋葱竟然这么专业，动作利落的让人移不开眼。看着堆积如山的成果，他确实是个干活的好手。不过再厉害的高手，也躲不过洋葱的暴击，他还是被辣到了吧？快住手，别揉眼睛！安娜急忙大声阻止，那手上可全是洋葱汁。可这家伙居然毫无反应，就这么淡定地看着他，场面一度非常尴尬。算了，当我没说。安娜赶紧把话咽了回去，这人也太奇怪了，明明被辣得够呛，竟然连一滴眼泪都没掉，简直是个剥洋葱机器。既然你这么能干，那就把这些全都剥了吧，一个也别想剩下。在这阳光明媚的农场，安娜竟然举起了锄头，对着眼前的男人大吼，问他们还有什么遗言。这架势像是要当场行刑，空气瞬间变得火药味十足。可对面这两个家伙居然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就这么沉默地盯着他看，场面一度陷入死寂。偷几个土豆就要偿命吗？男人显然觉得这太荒谬了，可这话彻底点燃了火药桶。什么叫只是土豆？安奈气的整个人都在发抖，这些可是全村人的口粮，你偷走这些土豆，就是在让上百号人挨饿。这逻辑听得两个贼一脸懵，这姑娘是不是疯了？就这么几个破土豆，至于上升到这种高度吗？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安娜直接抡起锄头横扫，动作快得只能看见残影。随着一声惨叫，男人重重地摔在地上。安娜居高临下地盯着他，你们竟敢瞧不起土豆！这冰冷的语气让地上的男人彻底慌了。还是说你们在耍我？安娜把锄头横在脸前，语气冷得让人打冷战。行了，好了，我知道了。男人吓得语无伦次，赶紧把偷的土豆全扔了，土豆稀里哗啦掉了一地。既然东西都还回去了，现在总能放我们走了吧？别急着走啊！安娜突然露出了甜美微笑，但这笑容却让人背后发凉。土豆是还回来了，可你们还没付化肥钱呢，把地踩坏了也得赔偿。男人听得整个人都傻了，这姑娘简直是趁火打劫，没钱赔也没关系，那就把身上的衣服留下吧。两个大男人站在风中凌乱，两个男人笑得那叫一个灿烂，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安内的耐心瞬间耗尽，还在等什么呢？他再次举起了锄头，尖锐的锋芒对准了两人。需要我帮你们拖吗？这语气温柔的让人发毛，男人吓得魂都要飞了。这哪是柔弱的农家女，简直就是个女魔头。两人发疯似的往外跑，一边跑一边崩溃大喊，这女人绝对是个疯子。安娜对着背影大声警告，有种就再也别回来，敢动我的土豆，这就是你们的下场，下次再赶过来就把你们全剥光了，挂在田里当稻草人。安娜对着远方大喊，看着那两个狼狈的身影，总算出了心里这口恶气，还敢自称是偷土豆的，真是笑死人了。安娜一边吐槽一边弯腰把散落的土豆捡起来，哪有小偷来干活还会把铲子和绳子留下，这业务水平也太业余了，白捡了2把铲子。安娜无奈地叹了口气，这都叫什么事儿啊？她扛起工具往回走，本想安安静静种个地，怎么就这么难呢？距离那场战争失败已经过去整整3年了。安娜望着远方，沉默不语。虽然硝烟早已散去，但沉重的赋税压得人根本喘不过气来。那些在战场上残疾的人，不仅失去了健康的身体，也彻底失去了谋生的工作，到处都是一片萧条。就在这种动荡的时候，村子里突然开始流传起一些极其古怪的传闻。有人说，有个嗜血的王子正提着滴血的长剑，到处残杀自己的子民；还有人说，失踪的士兵全都被敌军残忍吞噬了。各种恐怖的流言漫天飞。但最离谱的一个传闻是，这村子的公用农场里竟然埋着富可敌国的宝藏。难怪刚才那两个家伙根本不是为了偷土豆，他们是奔着宝藏来的。安娜看着手里的土豆，无奈地摇了摇头。流言果然害人不浅，这里明明只是片肥沃的土地，除了土豆什么都没有，哪来的什么金银财宝？她穿过茂密的树林，回到了阳光普照的小镇，这里才是她的地盘。安娜的小餐馆今天也要照常营业了。本以为能回店里歇会儿，可还没走到门口，安娜就发现情况不对，自家餐馆门前怎么围了这么多人，还吵吵闹闹的。她抱着沉甸甸的土豆，正纳闷发生了什么，就看到几个男人扭打在一起。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有人在店门口闹事。安娜顿时火冒三丈，都给我住手！要打滚远点打，别在我的店门前撒野！刚才还嚣张的两个男人，一看到安娜露面，立马吓得缩了缩脖子。那个红头发的家伙指着地上一个黑影，急忙开口给自己辩解：不是我们要闹事，是这家伙实在太可疑了，死皮赖脸堵在门口不走，而且他嘴里念叨的话根本没人能听得懂，简直就像个疯子一样。都给我往后稍稍，既然是来店里的客人，那就交给我来处理。安娜拨开吵闹的人群，她倒要亲眼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大麻烦，能把这帮大老爷们气成这副德行。一个穿着厚重皮草的男人正旁若无地坐在地上，他低着头一言不发，浑身散发出的气息让安娜不由得停下了脚步。这感觉太不对劲了，眼前这个男人根本不像个普通人类。在他那宽大的阴影里，安娜仿佛看到了一头正处于暴怒边缘的黑熊。就在安娜屏住呼吸准备应对危险的时候，那个男人缓缓抬起了头。安娜愣在了原地，刚才那种压迫感竟然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近距离仔细一看，这家伙哪是什么猛兽，分明是个落魄的流浪汉。看着凹陷的脸颊，还有这副虚弱的样子，到底是有多久没吃饭了？安娜心里的警惕一下子全变成了同情。围观的邻居们见状无奈地叹了口气，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安娜的老毛病又犯了，她肯定又要捡人回去，然后把人家喂成大胖子了。喂，那边那个帅哥！安娜直接蹲到男人面前，不由分说地发出了邀请：跟我回餐馆去吧，我请你大吃一顿，刚好路上捡了些土豆。男人显然没料到这一出，他转过头冷冷地拒绝：
说自己不需要食物，他真正需要的其实是别的东西。可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免费的午餐懂不懂？让你吃你就跟着来，别在那儿磨磨唧唧的。安娜这股子热情劲儿，直接把男人给整不会了。他只能愣愣地看着他。为了让对方没有心理负担，安娜还特意晃了黄土豆，强调这真的是捡来的，要是没人肯吃掉它们，最后也只能扔进垃圾桶，那多浪费啊！面对这种强硬的温柔，男人到嘴边的拒绝，硬生生被憋了回去。听明白了吗？那就赶紧跟我走吧。如果不想被怒火烧成灰烬，那就只能给这股力量找一个宣泄的出口。魔法师的声音再次响起，他说：“你可以把这些痛苦全部引导在指向敌人的剑刃上。”从这一刻起，伯特伦再也没有退路，他必须不停地挥剑，用敌人的鲜血来平息体内那股致命的灼热。这颗跳动在胸膛里的心脏，其实是巨龙的骨骸。魔法师冷酷地宣布：“这股力量会让你变得强大，但代价是，殿下，你将再也无法流泪，因为魔法师预言，即便将来你从战场带回父王的遗体，在那个举国哀悼的葬礼上，你也只能像个怪物一样，流不出一滴眼泪，你的眼睛里再也不会掉下一滴眼泪。”魔法师的声音充满了恶意，他说：“当人们看到一个既不会哭也不会笑的王子，他们不会感激你的牺牲，反而会指着你的鼻子叫你怪物。”为了保住这个国家，伯特伦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情感。从他投身战场的那天起，那个曾经温柔的王子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只知道杀戮的战争机器。整整6年的厮杀，伯特伦付出了所有，但换来的却是战争惨败的消息。那些满怀希望奔赴战场的年轻人再也没能回到家乡，曾经繁荣的国家如今只剩下一片荒凉。为了支撑这场战争，百姓们最后的一点口粮也被搜刮得干干净净。活下来的人只能在无尽的绝望中数着日子等死。伯特伦牺牲了一切，却终究没能成为那个拯救国家的英雄。为了平息王国的混乱，先王的弟弟塞德尔公爵正式登基称王。这场加冕礼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反对，而那个在父王葬礼上流不出一滴眼泪的王子，彻底失去了继承王位的资格。在众人眼中，他不再是帝国的接班人，而是一个被长剑吞噬了灵魂的怪物。就这样，这位曾经统领战场的王子被自己的国家彻底抛弃了。现在的伯特伦只要出现在公众面前，就会让人们想起那段惨痛的战争记忆。对于正忙着稳固政权的塞德尔来说，这位战功赫赫的王子简直就是个碍眼的麻烦。为了不让他干扰国事，塞德尔下达了一道荒唐的命令，他给了伯特伦一个漫长到没有期限的假期，说是让他休息，其实就是变相的放逐。这位曾经守护国家的战神就这样被剥夺了踏入王宫的权利。他带着满身的伤痕，独自走向了那片荒凉的远方。安娜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好的东西，如果不吃掉，竟然就要扔了。她可受不了这种浪费。还没等伯特伦反应过来，安娜就大声嚷嚷着，让他赶紧跟自己走。路边的村民们全都被这一幕看呆了，大家都在私下议论，这个男人长得也太高大了，简直像座移动的小山。可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冷冰冰的怪物，竟然被安娜轻而易举地带走了。伯特伦这夸张的体型，走到哪都是焦点，路人都在小声嘀咕，这男人大的连门都快进不去了。可安娜根本不在乎这些，她动作利索地准备了一大桌子好菜，又是切肉又是煮汤，甚至还拿出了珍藏的培根。看着伯特伦大口吃着东西，安娜满心期待地问他味道到底怎么样，毕竟这可是他最拿手的家乡味。可就在这时候，伯特伦的一个举动却让安娜彻底愣住了。这个看起来冷冰冰的男人，难道是对食物有什么不满吗？安娜原本还在担心这个闷葫芦怎么一句话都不说，结果一转眼的功夫，她就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满满一桌子菜竟然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连盘底都快被舔光了。安娜忍不住怀疑，这家伙到底嚼没嚼，简直就像个无底洞。不过吃饱喝足后，这个男人总算开口了，他说自己叫伯特伦。安娜也赶紧介绍起自己，她不仅管理着村里的农场，还是这家餐厅的老板，是个实打实的能干姑娘。看着伯特伦吃得这么干净，安娜满心欢喜地问他今天的饭菜合不合胃口。本以为会听到什么赞美，结果伯特伦面无表情地回答，这顿饭是很棒的营养。听到这个评价，安娜脸上的笑容都僵住了，把美食仅仅当成营养，这个男人以前到底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安娜还没从刚才的评价里回过神，就看到伯特伦在怀里摸索半天，最后竟然掏出一张皱巴巴还带着污渍的破纸。安娜一脸嫌弃地看着这东西，心想自己明明请他吃了大餐，这家伙怎么还随身带着垃圾？可伯特伦却表现得异常严肃，他说这虽然是写在废纸上的，但却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借据，上面清楚地写着所有物资都是无限期借用，并且承诺会在战后偿还。安娜听得一头雾水，完全搞不懂这个男人为什么要突然给他看这个。可当他凑近那张破纸，看清最下方的落款签名时，整个人都彻底傻掉了。那个名字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安娜指着那张破纸惊讶地喊了出来，这上面签名的汉斯·伯特竟然就是他的亲生父亲。伯特伦原本以为总算找到了债主，可安娜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当场僵住了。汉斯在几年前就已经离开了人世。看着伯特伦沉默不语，安娜倒是表现得很干脆，她说自己可以替父亲处理，还好奇地打听到底是什么贵重物品。伯特伦最后还是开了口，说原本要归还的东西在路上不小心弄丢了，所以他这次过来是想亲口问问汉斯那件东西到底值多少钱，他好直接赔偿。伯特伦拿出一张图纸，指着上面圆滚滚的图案，问安娜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安娜盯着看了半天，试探性地问了一句：“这难道不是洋葱吗？”
伯特伦一脸严肃地反驳说：“这是安娜父亲亲口提到的，专门用于耕种的特殊球茎。”虽然他自己心里也在犯嘀咕，这玩意儿横看竖看确实就是个洋葱，可既然父亲没交代过，安娜作为农场主也表示这东西对现在的农场来说根本就没什么用处。看着伯特伦那副认真的样子，安娜索性大方地摆摆手，既然东西都丢了，那就干脆别还了。他劝伯特伦放宽心，千万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可谁知道伯特伦竟然一口回绝了，他说这种事绝对不行。伯特伦的态度异常强硬，他坚持一定要赔偿这笔债，甚至反问安娜：“难道他看起来像是还不起钱吗？”安娜简直要崩溃了，她根本不在乎那颗洋葱，只想求这位大爷吃完饭赶紧走，别再给他添乱了。可伯特伦却完全误会了，他以为安娜是在以退为进，想要更高的赔偿金。他冷冷的让安娜直接开价，无论安娜心里想要多少钱，他都能当场满足。这种高高在上的施舍态度，终于触碰到了安娜的底线。她收起了刚才讨好的笑容，语气变得冰冷刺骨。她盯着伯特伦问：“难道自己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像是在跟他谈生意吗？”伯特伦根本不在乎安娜到底在想什么，他觉得只要能用钱解决，其他的都不重要。他再次重申，只要安娜报个数，他立刻就能把钱给清，甚至还大方的表示，如果安娜不想要钱，换成别的东西也可以。安娜简直要气疯了，她活了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自以为是的人。可伯特伦看着愤怒的安娜，不仅没有半点愧疚，反而陷入了沉思。既然安娜不肯收钱，那肯定是有别的需求。就在这一瞬间，他脑子里突然灵光一现，似乎想到了一个能让双方都满意的替代方案。不要感到负担重，安娜原本还在心里劝自己千万要冷静，别跟这个死脑筋一般见识。可伯特伦那种理所当然的态度，就像是在火上浇油，终于让他彻底失去了理智。面对安娜的怒火，伯特伦竟然还一脸淡定，甚至顺着话茬问他：“既然钱不行，那到底想要什么？”安娜再也忍不下去了，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她猛地站起身来。既然这个男人非要还债，既然他说什么代价都可以，那安娜干脆如他所愿。她指着伯特伦大声宣布：“既然给钱不要，那就用身体来偿还吧。”安娜的这句话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在伯特伦的脑子里彻底炸开。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转折，这个一向冷静的男人第一次露出了不知所措的表情。安娜这个女孩善良的甚至有些过头，在大家眼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战争结束后，到处都是掉队的伤兵，他们躲在阴影里，本该和安娜毫无交集，可她却主动发出了邀请，让大家去她的餐厅坐坐。安娜不仅管饭，还给这些伤兵找了活干，让他们在农场里靠自己的双手活下去。等这些人的身体养好了，有的选择回老家，有的干脆就在村里定居。安娜几乎凭一己之力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但这可不是单纯的施舍，按照男人的说法，那时候刚打完仗，村里到处都缺人手，这其实是各取所需。安娜这种随手捡人的习惯，终于让青梅竹马的迪托彻底破防了。他当众对着安娜大喊说：“村里现在根本不缺人手，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把路边的男人往家里领？”迪托越说越激动，甚至当街咆哮起来，说这种来路不明的人最容易抢走别人的未婚妻。路过的村民都看傻了，显然对他这种间歇性发疯早就习以为常。不过迪托喊完就后悔了，觉得自己现在提未婚夫好像确实有点早，他赶紧改口说只是怕安娜被别人抢走。迪托在门口做了半天心理建设，最后还是没忍住，直接一脚踹开了大门。他一边大喊着安娜的名字，一边气势汹汹地质问是不是又从路边捡了什么叫花子回来。这个叫伯特伦的男人正旁若无人的大口吃肉，面对迪托的指责，他只是平静地抬起头，场面一度变得非常尴尬。刚才还气势汹汹的迪托看清伯特伦的体格后，瞬间就没了底气，甚至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全。而伯特伦根本没理他，只是旁若无人的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安娜看着找茬的迪托，语气里满是嫌弃，问他是不是专门跑过来故意跟人打架的。迪托支支吾吾的解释，说自己只是刚好有空。结果安娜反手一招，直接给他安排了活干。既然你这么闲，那就正好留下来，跟这位新来的员工一起给餐厅打下手吧。迪托听完直接傻了，看着眼前这个壮汉，实在没法把他和餐厅员工联系在一起。安娜倒是兴致很高，还亲昵的叫他伯特伦，让他赶紧跟新同事打个招呼认识一下。还没等对方反应，安娜就直接上手了，像揉小狗脑袋一样在伯特伦头上胡乱揉搓。这一幕看得迪托三观都要彻底震碎了，这哪是什么新员工，这分明是养了只大狗吧。他盯着伯特伦的脸，心里反复在确认，这家伙难道真的把自己当成宠物了吗？迪托虽然心里打鼓，但还是硬着头皮介绍自己是安娜的青梅竹马。没想到对方表现得比他想象中还要客气，自称叫伯特伦，只是个包洋葱还债的。他甚至还特意强调自己跟安娜一点都不熟。这番话总算让迪托心里稍微舒服了一点。可伯特伦接下来的话却像一盆冷水扣了下来。他说迪托这名字太大众，自己早就听过800回了。迪托气得当场跳脚，但他很快反应过来，事情好像哪里不太对劲。那个叫伯特伦的穷光蛋，他全身上下搜不出几毛钱，哪来的资产借给别人？这所谓的欠债还钱，根本就逻辑不通啊！安娜显然被问烦了，大声强调这家伙有身份证，还转头向他寻求确认，想证明他不是什么可疑人物。伯特伦倒是配合的天衣无缝，一脸淡然的解释说，这笔债没法用钱来所以只能按安娜的要求，用自己的身体来偿还。这话一出口，旁边的迪托整个人都僵住了，脑子里全是些乱七八糟的画面。
安娜看他那副样子，一脸嫌弃的解释清楚，所谓的用身体还债，其实就是留在餐厅里干活。迪托实在想不通，为什么非要是洋葱？安娜却一脸理所当然，只夸这家伙干活利索。既然洋葱包了这么多，那干脆全做成菜好了。他热情地端上一盘洋葱汤，问迪托要不要尝尝。看着眼前的伯特伦，像饿死鬼投胎一样，端起盘子就开始狂炫。迪托心里更不是滋味了，他随口问了一句：“除了汤还有别的吗？”结果安娜报出的菜单让他彻底陷入了沉默。什么洋葱三明治、洋葱牛排加洋葱煎蛋，合着今天这顿饭是跟洋葱死磕到底了。安娜还在旁边不停炫耀，说伯特伦包了这么多洋葱，竟然连一滴眼泪都没掉，简直就是个天才。迪托终于听不下去了，大声呵斥让他赶紧闭嘴，还吐槽他要是再这么啰嗦，以后绝对没人敢娶她。迪托正拍着胸脯吹嘘，说像他这么善良的人，全天下都找不出第二个。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安娜看着眼前的伯特伦，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旁若无的舔起了盘子，吓得他赶紧出声制止。他还以为是对方没吃饱，做事又要去盛饭，伯特伦却一脸淡定的拒绝，说自己其实已经饱了。至于为什么要舔盘子，他的理由简直让人绝望，说是如果不舔干净的话，等残渣干了会很难洗。说完他也不管两人的反应，直接端起盘子走向后厨，主动提出要负责清理。看着这个穿着华贵大衣却在认真擦碗的男人，安娜和迪托彻底没话说了，只能愣在原地大眼瞪小眼。迪托看着那双宽大的手，心里还是有点犯嘀咕，担心他力气太大会把店里的盘子全捏碎。安娜虽然嘴上说着要信任，但迪托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个男人身上散发的气息实在不像个普通打工人，尤其是当他挽起袖子露出那条结实的手臂时，迪托一眼就注意到了，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伤痕。这些陈旧的痕迹触目惊心，显然是经历过无数次生死才会在皮肤上留下这种烙印。包洋葱对他来说确实太简单了。安娜猜测他可能上过战场，是在战争中受的伤，毕竟在那样的乱世里，这似乎是唯一的合理解释。可迪托却陷入了沉思，他盯着那个沉默的背影，心里冒出一个更不安的念头：这些伤真的只是因为战争吗？万一那家伙是个逃兵，或者是战争中溜出来的罪犯呢？迪托正满脑子胡思乱想，安娜却根本没心思听这些，那些陈年旧事现在都不重要。她直接把一筐土豆砸在桌上，既然你这么闲，那就赶紧拿上勺子过来干活。你会削土豆皮的对吧？迪托还在做最后的挣扎，这种杂活不是有员工干吗？他可不想在这儿削土豆。安娜却一脸无奈的解释，伯特伦那双手实在太大了，每次削皮都会把土豆切断，而且这些土豆在你手里简直就像是量身定制的一样，你削出来的样子最完美了。刚才还满腹牢骚的迪托瞬间感觉整个人都宕机了，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乖乖坐在那儿削土豆了。伯特伦就这样留了下来，在这个偏僻的小村庄里成了安娜餐厅里的一员。别看这家店连个招牌都没有，它可是村里唯一的餐厅，而且内部空间大得惊人，据说这里宽敞到能同时招待一整个营的士兵。其实就在3年前，这里还不是现在的样子。随着战争全面爆发，成群结队的士兵涌入村庄，他们强行占领了这家店，把温馨的小餐厅变成了食堂。这片大的离谱的空间，其实是战争结束后政府给安娜的一份补偿，也是那段残酷日子的见证。安娜独自看着空旷的屋子，心里盘算着，既然现在没那么多客人，拿来当仓库用倒也不错。可还没等她规划好，一位老人家就慌慌张张地直接闯进了餐厅。老人家一开口就是问有没有见过他儿子，语气里满是藏不住的焦急。安娜整个人都愣住了，还没等她想好怎么回答，老人家又开始自言自语。他一边念叨着必须找到他，一边失魂落魄地往外走，仿佛整个人都丢了魂一样。看看这双扶着门框的手，布满了岁月的褶皱和污泥，显然为了找儿子吃了不少苦。安娜端上一碗热汤，轻声叮嘱老人家，喝完了记得告诉他一声。老人小声嘀咕着洋葱放得太多。安娜调侃说，只要是免费的，就算是泥巴汤也会有人抢着喝。虽然嘴上开着玩笑，但安娜看向老人的目光里却满是藏不住的温柔。随着老人的一句好喝，这间巨大的无名餐厅里终于多了一丝久违的暖意。老人家死死抓着安娜的手，嘴里反复念叨着到底有没有见过他的儿子。安娜只能耐心地哄着他，答应只要他不再到处乱挖地，明天一定给他带个准信。老人家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说一定要赶在军队之前把自己的孩子藏起来。看着那个蹒跚离去的背影，安娜站在门口沉默了很久。战争留下的伤痕远比想象中还要深。伯特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静守在了他的身后，像一座沉默而可靠的山。安娜收起复杂的情绪，笑着指了指屋里，拜托他去帮忙打扫一下。空荡荡的餐厅里只剩下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伯特伦突然停下动作，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你真的知道那个人的下落吗？安娜显然有些心虚，下意识地反驳说自己怎么可能知道。伯特伦头也不回的直接戳穿了他的伪装，所以你刚才是在撒谎。面对这句一针见血的质问，安娜彻底陷入了沉默，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安娜无奈地转过身，解释说自己也是别无选择，如果不撒谎骗那个老人家，她会一直挖到手指磨烂为止。那个可怜的母亲只是想找回在战争中失踪的儿子，据说那孩子最后出现的地点就在这附近的战场上。一直沉默的伯特伦竟然破天荒地感叹了一句，这听起来确实很可悲。安娜像是发现了新大陆，笑着调侃这个冷冰冰的男人，原来你也会觉得难过吗？
伯特伦的语气依旧平静，他说自己当然知道什么是悲伤，只是单纯的感觉不到而已。伯特伦随手挽起袖子，露出的手臂上竟然全是狰狞的伤疤。安娜看着这一幕，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既然她能理解悲伤，却又无法产生共情，难道是因为受过什么重伤，才导致了这种情感缺失？她忍不住开口试探，问伯特伦在打仗的时候是不是伤到了脑袋。伯特伦停下手中的动作，语气依旧听不出起伏。他说自己打过太多的仗，身上受过的伤数都数不清，脑袋肯定也撞坏过吧。他就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安娜看着眼前的男人，像是突然想通了什么。她说自己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伯特伦从不微笑，也从来不会生气。伯特伦只是静静的听着，没有任何回应。安娜意识到自己有些失礼，赶紧开口道歉。她说村子里有很多在战争中受过伤的人，大家的情况各不相同。有人说，如果伤到了脑袋，哪怕内心再怎么悲伤，脸上也会止不住的微笑。有些人明明四肢健全，却从此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安娜坦白了自己的想法，她原本以为伯特伦也是这种被战争彻底摧毁了精神的可怜人，可伯特伦却突然反问：安娜在战争期间难道就没有受过伤吗？安娜显然没料到这个男人会关心自己的过去，她愣了一下，随即笑着指了指自己的脸。她说，当初村里强行征兵，自己因为拼命反抗，脸上被狠狠打了一拳。安娜支着自己的鼻子，语气轻松的像是在说别人。她说自从鼻子被打断后，就几乎失去了嗅觉，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他明明按照同样的步骤做菜，味道却再也回不到从前。他调侃伯特伦太过诚实，既然他不喜欢这些食物，那自己就先提前道个歉。可一直沉默的伯特伦却突然冒出一句：那他以后就改口说好吃。安娜被逗笑了，赶紧摆手让他别撒谎，没必要为了安慰他违背真心。伯特伦却停下动作，低头看着安娜，说出了那个藏在心里的秘密。其实他根本尝不出味道，之前那些伤人的评价只是他最直观的感受。伯特伦看着安娜，语气里多了一丝认真。他说自己之前的言行确实考虑不周，不该那样伤害安娜。虽然这句道歉来得晚了点，但他还是郑重的向眼前的女孩低下了头。安娜显然有些意外，她没想到这个冷冰冰的男人道歉竟然会这么干脆。更让安娜在意的是，伯特伦接受事实的速度快得有些惊人。他身上那种冷静和果断，和村子里那些普通人简直有着天壤之别。这个男人难道是那种因为战争而家道中落的贵族吗？越想越觉得有可能，毕竟他说话的腔调，还有那种刻在骨子里的优雅，确实不像个普通人。正当安娜还在反复琢磨伯特伦的真实身份时，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打破了院子里的宁静。卡拉提着满满一篮苹果，正气冲冲地朝这边走来。卡拉猛地推开大门，人还没站稳，嗓门已经传遍了整个院子。他直冲地盯着安娜，显然是憋了一肚子的火。安娜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吓得整个人都僵住了，只能下意识地喊了一声妈。可卡拉根本不听解释，他指着旁边的伯特伦，声音又高了8度，质问安娜是不是疯了，竟然又捡了个乞丐回来。他气得直跺脚，说自己明明千叮咛万嘱咐，让安娜离那些贵族远点，结果安娜倒好，直接领了个要饭的回家。卡拉的火气越烧越旺，他指责安娜别再随随便便往家里领这种不明身份的人。安娜在旁边急得直跳脚，求母亲赶紧闭嘴。可卡拉根本不吃这一套，反而觉得安娜这个年纪做事简直太荒唐。眼看母亲越说越过分，安娜终于忍不住大喊，提醒她当事人就在跟前。卡拉下意识的一回头，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伯特伦那高大的身影像一堵墙一样结结实实的挡在他面前，他手里握着长棍，面无表情的俯视着卡拉。卡拉刚才那股嚣张劲儿瞬间消失了大半，他看着眼前这个眼神阴沉的可怕的男人，心里忍不住泛起了嘀咕，这个看起来就不好惹的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就在气氛僵持不下时，伯特伦竟然微微欠身，非常有礼貌的跟卡拉打了个招呼。还没等卡拉反应过来，伯特伦就平静的开口了，他说自己就是卡拉刚才提到的那个乞丐。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卡拉一边陪着笑脸，一边客气的张罗着，直说安娜的手艺一般，自己也太久没下厨了。伯特伦倒是很有礼貌，客气的回应着，感谢卡拉的这份善意。看着眼前这个男人慢条斯理地吃着东西，卡拉心里越发觉得不对劲，他表现得太冷静了，完全不像个落难的普通人。这种深不可测的气场让卡拉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绝对不是个好对付的角色。卡拉终于按捺不住，放下了手中的活计，我是安娜的母亲卡拉，你来这儿是为了还我丈夫的债吧？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指着那张滑稽的画像，调侃这个像洋葱一样的东西就是债务吗？虽然伯特伦还在认真解释那并不是什么洋葱，但卡拉接下来的话却让所有人都愣住了。他笑着摆了摆手，让伯特伦吃完这顿饭就走，这笔债他压根儿就没打算收。卡拉的语气变得不容置疑，既然丈夫已经不在了，所有的遗产和债务现在都由他说了算，他不需要这笔钱，他只想要这个男人立刻消失在他的视线里。面对卡拉的逐客令，伯特伦并没有打算离开，他语气坚定地强调自己欠下的债实在太重了。卡拉显然被气得不轻，甚至开始胡言乱语，说家里最不缺的就是洋葱，他已经包了够多，不需要任何人再来插手。可伯特伦依旧不依不饶，他希望卡拉能再考虑一下，因为他知道那个男人曾经有多看重这些。这句话彻底点燃了火药桶，卡拉的脸色瞬间变了，他歇斯底里地吼了出来，那个人已经死了，现在守在这里的是他们。这一声怒吼让整个餐馆瞬间陷入死寂，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卡拉这嗓子吼完，整个人像是脱了力，他咬着牙，不愿再多说，只想让伯特伦赶紧离开。安娜在一旁吓得够呛，小声地呼唤着母亲。这时，一直看戏的村民坐不住了，他带着人围了上来，阴阳怪气地催促伯特伦吃完了就赶紧滚蛋。伯特伦倒也干脆，直接应了一声就站了起来。可当他真正站直身体时，几个人瞬间就傻眼了。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男人，身形竟然如此高大。坐在一旁的老人终于开口了，说他们不是那个意思。大家其实都能理解他的心情。他提起当年的战场，说那种肃杀的气氛，谁也没法轻易忘记。他直言不讳地提醒伯特伦，在这样一个只有女人的店里，他这种身份的人一直待着，只会让气氛变得越来越恐怖。伯特伦心里很清楚，卡拉母女其实并不怕他，但老人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无法反驳。如果他继续留在这里，其他的客人根本不敢进门，这会让安娜一整天都没法正常做生意。眼看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伯特伦只能沉默地接受。卡拉拿出一个沉甸甸的钱袋，塞到了伯特伦手里，说是他今天干活应得的工钱。伯特伦还想再争辩几句，却被卡拉直接打断了。他不想再听到关于债务的一个字。如果伯特伦真的觉得愧疚，那就等他以后去了另一个世界，亲自去问他死去的丈夫吧。现在的他只求这个男人能立刻离开，还这里一个清静。餐馆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伯特伦低头看着手里的钱袋，他没有再多说一个字，只是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地方。他终于迈开了步子，沉重的靴子踩在木地板上，发出一声声闷响，像是敲在每个人的心头。伯特伦走得很干脆，他最后留下了一句话，说今天就先到此为止，希望下次还能再见。安娜下意识的想要追上去，甚至还想开口挽留，可手还没伸出去，就被卡拉一把死死按住。卡拉现在的火气已经憋到了爆发的边缘，他粗暴地甩开女儿的手，语气冰冷的可怕，直言他们母女之间现在必须把话谈清楚。随着砰的一声巨响，餐馆的大门被重重关上。大门刚关上，卡拉的怒火就彻底爆发了。他指着女儿大声质问，是不是疯了？怎么敢随便收留那种男人？安娜显然也不服气，她大声反驳母亲，不明白那种人到底指什么，更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在卡拉眼里，答案简直再明显不过了。那个男人身材魁梧，满脸横肉，还带着伤疤，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他甚至开始胡乱猜测，觉得伯特伦肯定是个逃兵，说不定在战场上连自己的长官都敢杀。面对母亲的这些偏见，安娜只觉得非常荒谬，因为这些全都是毫无根据的凭空猜测。她试图用事实讲道理，提醒母亲那张借据上清清楚楚写着父亲的名字，那是战争留下的证明。可一听到战争这两个字，卡拉整个人就像崩溃了一样，她痛苦地捂住脑袋，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安娜看着眼前的母亲，心里充满了无奈和困惑。明明战争已经结束了，为什么他们还是没法从阴影里走出来？卡拉的情绪彻底崩溃了，她哭诉着那场战争夺走了她拥有的一切，甚至包括她的丈夫。这种痛苦根本无法补偿，哪怕战争结束后，她分到了这间宽敞的餐馆，可每当她试着露出笑脸，心里都觉得无比罪恶。在她看来，战争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疯狂，哪怕最后打赢了普通人，又能得到什么？甚至连一袋面粉都换不回来。看着母亲如此痛苦，安娜心里的坚持也消失了。她轻声向母亲道歉，后悔提起了这些伤心事。卡拉也冷静了下来，她为刚才的失态感到抱歉，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发泄完情绪之后，卡拉终于冷静了下来。她决定退让一步，不再干涉安娜的行为。她直截了当地告诉女儿，想给那些穷人吃的那是安娜自己的选择，她以后不会再多管。但卡拉也有底线，那就是绝对不能把餐馆当成收容所，更不能把人养在这里。安娜听完连连点头，只要母亲不再生气，什么条件她都能答应。可还没等她松口气，卡拉又补了一句，语气变得格外严肃。她警告安娜，人可以就范，也可以给，但绝对不准和那个男人发展出什么奇怪的关系。安娜整个人都听傻了，她怎么也没想到母亲的脑回路竟然会转到这上面去。听到谈恋爱这三个字，安娜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忍不住大笑起来，觉得母亲的担心简直是天方夜谭。她一边笑一边反问，在母亲眼里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卡拉没好气的回答，就是一个会随便把危险男人捡回家的傻姑娘。安娜赶紧摆手解释，让母亲放100个心，那个男人根本不是她的菜，长得实在太壮了。她之所以选择帮忙，纯粹是因为看他可怜，心里只有同情而已。可听到同情这2个字，卡拉的神色反而更复杂了。她小声嘀咕了一句，最可怕的事情往往就是从同情开始的，毕竟很多时候这种怜悯的心情才是最容易让人陷进去的陷阱。卡拉还是不放心，她搂着女儿开起玩笑，说这种事最容易演变成离了你就活不下去，照这么发展下去，恐怕用不了多久，2个人就要坐在一张桌子上，像一家人一样吃饭了。安娜赶紧让母亲宽心，那个男人看起来根本就不喜欢她做的饭，更别提什么以后了。卡拉无奈地拉住女儿，感叹她总是不听劝，还警告她以后要是后悔了，可千万别躲起来哭鼻子。夜幕很快降临，伯特伦看着布袋里面装满了亮闪闪的钱币，他并没有因为得到这笔钱而感到轻松，他在心里默默盘算着要把这些钱先存起来，等以后找个机会再亲手还给安娜，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必须把这笔债还清。他停下脚步，最后看了一眼远处那个透着微光的村庄，他心里很清楚这一切痛苦的根源，只要能还清欠下汉斯伯特的债，这该死的折磨或许就能彻底终结。我永远无法离开。深夜的荒郊野外，伯特伦被一群人拦住了，对方试探着问，还记得他们是谁吗？
伯特伦头也不回，语气冷得让人发毛。当然记得，就是在餐厅门口威胁过我的那几个人。刚才还气势汹汹的家伙瞬间就哑火了，只能尴尬的陪笑，解释说只是排外而已。面对这几个人的纠缠，伯特伦表现得异常冷静，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我知道了。”但这群人显然没打算罢休。带头的男人突然变了脸，提到在餐厅听说了关于债务的事情。他咄咄逼人的追问：“既然卡拉说不需要你们，为什么还不离开村子？”伯特伦根本没把威胁当回事，反而平静地告诉对方，等天亮之后，他会亲自去谈那笔债。对方显然没料到这个外乡人胆子这么大，最后确认了一遍：“你真的不打算走吗？”伯特伦的回答只有2个字：“不走。”这下气氛彻底降到了冰点。看伯特伦这么硬气，这群人反倒笑了起来，假惺惺地问他肚子饿不饿，毕竟被餐厅赶了出来，这附近又没别的地方吃饭，他们觉得伯特伦肯定快乐疯了。可伯特伦接下来的话让气氛瞬间变得诡异。他说自己正打算去林子里打猎，村民们听完都愣住了，这大半夜的连只兔子都抓不到，上哪儿去打猎？伯特伦却一脸淡然，说进村的路上他已经看好了食物，所以完全没问题。听到食物这2个字，这群人彻底傻眼了。在这荒郊野岭，他口中的食物到底是什么？原来伯特伦说的食物竟然是村民养的家畜。村民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外乡人居然敢当面抢他们的命根子，硬抢肯定是不行了。几个人赶紧凑在一起，小声商量着对策，打算先把伯特伦骗走再说。带头的男人瞬间变脸，换上一副热情的笑容，劝伯特伦别在大半夜打猎，那样实在是太辛苦了。他假装好心的提议，要带伯特伦去个好地方，不仅有现成的食物，还能提供睡觉的住处。带头的男人想强行拉走伯特伦，可无论他怎么使劲，伯特伦都像座大山一样站在原地纹丝不动。这群人累得够呛，却发现根本搬不动他，气氛一时间变得非常尴尬。伯特伦这才缓缓开口，他答应不再去打猎，但要求这群人带路去找吃的和住的地方。村民们一听顿时乐开了花，他们还以为伯特伦认怂了，夸他是个讲道理的人，觉得自己总算掌控了局面。可还没等他们高兴太久，伯特伦紧接着补了一刀，说之所以答应跟他们走，是因为凭这几个人的力气，根本没本事对他怎么样。这话简直是杀人诛心，刚才还一脸得意的村民，瞬间被对得哑口无言。为了赶紧打发走这个煞星，带头的男人掏出一块饼干塞到了伯特伦手里，还叮嘱他一定要保持安静。他指着远处的山坡说，那里长着不少野蘑菇，配着饼干吃味道还不错。伯特伦看着手里的饼干，沉默了片刻，竟然开口向对方道谢，收下了这份寒酸的礼物。男人见他上钩了，赶紧指了指半山腰，说那里有个废弃的建筑，正好可以让他凑合一晚。他一边大笑着挥手告别，一边催促伯特伦赶紧上山。看着伯特伦走进深山，男人的笑容瞬间消失了。等伯特伦走远之后，同行的年轻人越想越后怕，忍不住问那蘑菇到底能不能吃。带头的男人却一脸无所谓，他说那玩意儿吃了之后，顶多也就是又哭又笑，折腾几个小时再晕过去，反正大概率是要不了命。听到这种不负责任的话，同伴显然还是有些担心，可男人却根本不在乎，觉得伯特伦长得那么壮实，这点毒素对他来说估计就像挠痒痒一样。看着眼前这一大锅洋葱汤，安娜整个人都傻眼了。卡拉却一脸淡定的表示，她把包好的洋葱全煮了，估计母女俩得连喝3天。屋子里全是刺鼻的味道，卡拉一边抱怨闻得头晕，一边还责怪安娜是不是想被洋葱味熏死。安娜气得当场反驳，明明是卡拉自己包了这么多，现在倒打一耙怪起她来了。两人对着汤锅吵个不停，谁也不肯退让半步。卡拉最后实在受不了了，直接给安娜下了死命令，要是嫌这锅汤碍眼，就赶紧端去分给邻居。安娜虽然心里100个不情愿，但也只能对着汤锅生闷气。安娜端着那锅洋葱汤，开始在村子里到处投毒。看着老邻居那为难的样子，安娜甚至开始胡编乱造，说多喝洋葱汤对头发好，也不管人家信不信，反正先把锅里的汤清掉再说。可就算他这么卖力推销，送了一圈回来之后，发现锅里竟然还剩下一大半，这洋葱汤简直像聚宝盆一样，怎么送都送不完。安娜无奈地叹了口气，正发愁剩下的该怎么办，一抬头却发现远处的深山里竟然冒出了一团火光，在漆黑的夜里格外显眼。他明明已经把能见的人全都挨个送了一遍，可那座荒山上怎么会有人？安娜盯着远处的火光，心里忍不住直犯嘀咕：大半夜谁会在山上点火？难道是遇上了土匪，还是说就是刚才那个人？虽然心里有些害怕，但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他还是决定上山看个究竟。随着距离火堆越来越近，木柴燃烧的噼啪声清晰可见，火堆旁坐着的正是伯特伦，他正旁若无人地煮着东西。就在安娜犹豫要不要靠近时，脚下不小心踩到了枯枝，发出一阵细微的响动。伯特伦立刻警觉地回过头，安娜就这样僵在原地，手里还提着没送完的汤。果然不出安娜所料，在这荒郊野岭点火的正是那个神秘的伯特伦。伯特伦看起来倒是一脸淡定，很有礼貌地回了一句晚安。安娜凑近一看，才发现这家伙竟然在火堆旁忙活，看起来像是在准备晚餐。安娜忍不住发出一阵惊叹，没想到像他这样的人居然还会亲自动手下厨，这反差感确实有点大，让他对这个男人更加好奇了。伯特伦却只是平静地解释，他不过是在处理食材，好让这些东西能放心入口。面对安娜那崇拜的眼神，伯特伦表现得非常自信，直言自己其实无所不能，尤其是为了偿还恩情，他什么事情都愿意去做。既然伯特伦说自己无所不能，安娜立刻抓住了救命稻草，
赶紧把那锅洋葱汤端了出来，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求助，问他能不能帮忙解决掉。看着这一大锅剩下的汤，安娜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觉得终于找到了接盘的人。伯特伦倒也没推辞，直接接过勺子搅动了起来。他一边盯着翻滚的汤水，一边从怀里掏出些配料，动作熟练的往锅里加料。可就在安娜满怀期待时，伯特伦竟然拿出一颗蘑菇，那蘑菇通体发紫，还带着斑点。他面不改色的把蘑菇丢进去，随着汤汁咕嘟咕嘟的冒泡。伯特伦把盛好的汤递过来，一脸认真的说已经弄好了，还特意叮嘱安娜尝尝看。安娜整个人都听傻了，完全没搞懂他在说什么。原来伯特伦一直以为安娜是嫌这锅汤太难喝，才专门请他出手改良的。听到这话，安娜差点没气炸，她赶紧大声解释清楚，自己只是想让他帮忙把剩下的洋葱汤解决掉，根本没打算让他加料，更没说这汤味道不好。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尴尬。伯特伦只是淡淡回了一句：“原来是这样啊。”看着伯特伦那副淡定样，安娜心里真是哭笑不得。这家伙还补了一句，就算安娜不和他也不会难过，毕竟他早就说过自己没感情。安娜一脸无奈的盯着他，真不知道该说他太老实，还是说他根本没情商。父亲怎么会和这种人扯上关系？看他这副沉稳干练的样子，实在不像是个会欠债的人。安娜试探性的问了一句，问他是不是已经吃饱了。伯特伦手上的动作顿了顿，明明已经快要吃不下去了，却还是硬着头皮说没有。这拙劣的演技哪能瞒过安娜？他一眼就看出他在强撑。安娜干脆直接上手抢过盘子，他让伯特伦别再瞎操心了，没必要为了面子硬撑。看着他那副吃瘪的样子，安娜心里的气也消了大半。毕竟在这个乱世里，懂得珍惜粮食不浪费的人，既然这汤是自己端出来的，安娜决定负责到底。她直接把剩下的汤端了回来，打算自己把它们全部解决掉。伯特伦在一旁礼貌的道谢。安娜端起盘子猛喝了几口，原本已经做好了难喝的准备，可汤汁一入口，她就愣住了，这味道竟然出奇的不错，甚至比她之前做的还要鲜美。伯特伦倒是表现得很淡定，只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份夸奖。安娜一边笑着把空盘子递回去，一边回味着那股带劲的辣味，甚至觉得整个人都暖和了。可还没等她高兴太久，肚子里突然传来一阵异样，那种火辣辣的感觉开始翻腾。她强压下胃里的不适感，转头问起了一个关键问题，问伯特伦今晚有没有住处。伯特伦倒是挺随遇而安，直言自己早就习惯露营了。安娜忍不住在一旁吐槽，说他连个帐篷都没有，这哪叫露营，分明是流浪。可伯特伦显然早有打算，他提到附近有个废弃建筑，是听路过的村民们说的，打算今晚就在那凑合一下。安娜听完心里咯噔一声，那地方在当地名声可不好，到处都传言那里被诅咒过，甚至还有人说那里闹鬼。火堆旁的伯特伦站起身，随口问安娜是不是要回家，可安娜却像是丢了魂一样，整个人愣在原地没有反应，只是呆呆地发出一声疑问。伯特伦察觉到了他的异样，又试探性地叫了一声名字。安娜猛地弯下腰去，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喉咙里发出奇怪的闷响。安娜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那笑声在荒野里显得格外刺耳。伯特伦在旁边彻底看傻了，他完全搞不懂发生了什么。安娜一边狂笑一边打着嗝，断断续续地问伯特伦到底往那锅汤里加了什么。他现在感觉整个人都飘了。伯特伦心里突然升起一丝不安，他竟然失手把致幻菇丢进了锅里。伯特伦终于开口道歉，他扶住安内的肩膀，语气里满是愧疚。可安娜却突然大笑起来，眼角的泪痕还没干透，她觉得道歉根本没用。伯特伦再次叫她的名字，随后猛地拉近了距离，甚至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他让安内先别乱动，这突如其来的亲近让四周的空气都凝固了。伯特伦二话不说扛起安娜，提醒她跑起来会很颠簸。安娜此时笑得已经失控了，伯特伦却表现得异常冷静，甚至说就算他吐了也没事，因为他非常擅长洗衣服。这种时候还在担心洗衣服，安娜听完彻底破防了，大喊着自己一点也不好。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男人竟然能直男到这种地步。伯特伦扛着安娜一路狂奔，剧烈的颠簸让他忍不住尖叫。深夜的森林里灯火摇晃，迪托被大家围在中间，问他是不是在担心安娜。毕竟这林子里野狼出没，普通姑娘确实容易出事，但迪特却一脸淡定地表示，安娜这女人胆子大得很。他想起安娜曾独自杀过狼，此时迪托脑子里全是画面，安娜正举着带刺的重物狠狠砸向野狼的脑袋。看着眼前这残暴的一幕，迪托终于忍不住大喊，他担心的根本就不是狼，他真正担心的是那个被安娜盯上的倒霉蛋。迪托断定他就是个逃兵或罪犯，毕竟那副长相看着就不像好人，但旁边的村民却不以为然，觉得逃兵哪有这么大摇大摆的。迪托却坚持对方是在反其道而行。这一番分析听得迪特直打哈欠，他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突然伸手死死扣住迪托的脸。迪特冷冷地示意他闭嘴。林子里突然钻出一只野狼，迪特立刻示意大家戒备，这只离群的独狼非常危险。他正准备让同伴去叫人，迪托却发现情况不对劲，这只狼并没有发动攻击，他反而像是被什么惊扰了，猛地转头看向森林深处，远处的草丛里黑影闪过，那是伯特伦正扛着安娜在月色下拼命狂奔。挡路的野狼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伯特伦一脚踹飞。但这狂暴的一幕吓坏了村民，在摇晃的灯火中，他们只看到一个巨大的黑影
正扛着安娜飞速掠过，有人甚至以为那是头熊。迪托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对，这分明是光天化日下绑架。他更是直接扯开嗓子，向整个村子发出了警报，所有人瞬间都乱了套。伯特伦这下麻烦大了，他拼命想救人的举动，在别人眼里却成了恶魔。迪托的吼声划破了黑夜，整个村子瞬间被惊醒，大家纷纷从被窝里坐起，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沉重的撞门声突然响起，卡拉急忙披上外衣，一边念叨着安娜的名字，一边疑惑谁会半夜造访。门开后的景象让他愣住，伯特伦正紧紧抱着安娜，而怀里的女孩脸色极差，甚至当场开始剧烈呕吐。这一夜的混乱终于过去，当阳光再次洒进窗户，安娜在陌生的床上醒来，脑子里只剩下一片空白。她虚弱地打量着四周，屋子里回荡着沉闷的撞击声，一下接一下，把刚睡醒的安娜引下楼。她扶着墙，小心翼翼地靠近，那个正在捣药的背影，竟然是昨晚救她的伯特伦。他看起来已经忙了很久，甚至没回头就察觉到了动静。伯特伦平静地打了个招呼，安娜却整个人愣在原地。她怎么也没想到，一睁眼还会看到这个男人。为什么他还没走？安娜急忙向妈妈卡拉求助，可得到的答案却让她恨不得立刻找个地缝钻进去。原来昨晚她吐了人家一身，伯特伦不得不留下来清理。安娜的脸瞬间红到了耳根，卡拉无奈地叹了口气，既然女儿吐了人家一身，总不能让人家光着膀子走，只能留她在家里等衣服干。可那件厚重的斗篷还在滴滴答答的淌水，看这架势，没个3天3夜，恐怕是干不透了。卡拉叮嘱安娜去洗把脸，顺便把餐厅收拾出来，自己则打算出门一趟，去迪托的裁缝铺看看。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安娜本想表现得勤快点，结果一转头才发现伯特伦已经把活儿干完了。他动作利索的像个机器，安娜尴尬的伸出大拇指，试图用笑声掩盖局促，心里却越发捉摸不透这个男人到底什么来头。此时的卡拉已经走远，他停在了一家裁缝铺前。女人大吃一惊，这件衬衫的做工和用料绝不是普通村民能穿得起的，只有真正的富贵人家才舍得花这种大价钱。卡拉听完心里咯噔一下，难道这男人是个贵族？那些有钱人最爱玩弄感情，万一他是来骗安娜的，必须在出事前把他解决掉。两个女人越聊越离谱，甚至开始争论安娜的婚事。女人还想让安娜当儿媳，气得卡拉当场翻了个白眼，直呼他那个儿子根本配不上。此时正在干活的安娜突然觉得耳朵一阵发痒，总觉得有人在背后议论她。还没等她反应过来，一个高大的身影已经逼近。伯特伦突然伸手探向她，安娜吓得连连后退，大喊着问他想干什么？难道要用那双包裹洋葱的手直接抹在他的脸上吗？伯特伦一脸淡定的解释，只是他脸上沾了灰尘。安娜又羞又恼地，约法3章，4个小时内不准碰他，甚至连靠近都不行。面对这种无理的要求，伯特伦竟然还在认真确认时间。安娜无奈的叹了口气，伯特伦突然感叹起来，说以前连说话都是奢侈。安娜敏锐的捕捉到关键词，追问他所谓的以前到底是指什么时候。原来这个沉默的男人曾经在战场上死里逃生。安娜试探着问他是不是因为当了逃兵才躲到这个偏远的小镇。伯特伦平静地摇了摇头，他一直战斗到了最后，可战争结束后却无处可去，家里人已经全部不在了，连唯一的叔叔也嫌他麻烦。安娜顿时僵在了原地，她本想打听人家的底细，却不小心揭开了对方血淋淋的伤疤，真恨自己为什么要多嘴。这种沉重的绅士话题让空气都变得压抑起来，安娜正不知道该怎么接话。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喊声，问这家店现在营不营业？这声音简直是救命稻草。安娜立刻换上一副笑脸，大声回应着门外的客人。安娜像见到了救星一样，热情地迎向进门的熟客，可对方却被吓了一跳，调侃她今天怎么这么兴奋，赶紧弄份像样的午饭就行。还没等安娜松一口气，客人突然压低了声音，打听起昨晚那个男人，问他们两个孤男寡女大半夜到底都干了什么。安娜心虚的大声辩解，说只是看他快饿死了，才好心给了碗洋葱粥。客人一脸坏笑的摸着胡子，直觉告诉他这事不简单。安娜气得当场跳脚，平时自己也经常接济穷人，怎么偏偏这次就可疑了？客人小声嘀咕了一句，谁让那哥们长得那么帅？安娜下意识地回过头去，整个人瞬间屏住了呼吸。伯特伦不知何时走了过来，他手里还拎着那块抹布，水珠顺着指尖滴落，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扎眼。两人就这样对视着，气氛微妙的让人屏息。安娜还没从美色中回神，就被男人的大嗓门打断了。男人笑得那叫一个灿烂，调侃安娜找了个帅哥，还说这男人高大的离谱，连脸都快看不清了。安娜急得手忙脚乱，拼命想解释点什么，男人却开始长篇大论，劝她趁年轻跟帅哥玩玩就行，真要结婚还得找个靠谱的，比如家乡那个迪克。安娜听得心里直翻白眼，怎么又是这套催婚词？谁想跟那个蚂蚱迪克凑一对？还没等他反驳，卡拉的吼声就传了过来，客人到了还不赶紧干活？刚才那点暧昧瞬间全无，安娜只能认命的跑去开工。安娜独自站在花海中，还没来得及感受微风，就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这画面简直离谱，一只体型巨大的黑熊竟然头戴金灿灿的皇冠，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她，这到底是什么情况？难道是中了诅咒的王子，还是变成了王子的熊？安娜脑子里乱成一团，完全不敢轻举妄动。如果是王子变熊，那诅咒总有解开的一天，可要是熊变成了王子，那这事可就没完没了了。既然是中了诅咒的王子，那解药肯定就是亲亲了。安娜说干就干，张开双臂就扑了上去。这画面简直反过来了，堂堂一只大黑熊竟然被吓得满地乱爬，拼命求安娜离他远点。他威胁说能把人撕碎，安娜根本不信这套，还笑话
他是在装模作样，非要给这乖狗狗一个吻，眼看就要亲上去了。安娜笑的那叫一个甜，结果下一秒画面直接碎成了渣，哪有什么花海和黑熊，只有枕头上的口水。刚才那个离谱的梦，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可见。安娜尖叫着惊醒过来，这梦做的实在太离谱了，谁家好人做梦会抢着去亲一只大黑熊啊？可冷静下来仔细一想，那只熊的轮廓怎么越看越像伯特伦？这下安娜彻底崩溃了，把那个清冷的男人幻化成一只熊来调戏，这简直比噩梦还可怕。那老头一直在耳边念叨，说伯特伦长得有多帅，帅不帅的先另说。安娜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自己好像从来没看清过伯特伦到底长什么样，毕竟那家伙实在太高了，每次抬头只能看见他的胸口。难道这就是日有所思，夜里才会梦得这么乱吗？白天那一幕总在脑海里晃。伯特伦随口说洗完了碗，安娜却盯着他的领口发呆，心里那个念头怎么也压不住，要不要去确认一下呢？安娜在床上翻来覆去，最后还是没忍住好奇心，轻手轻脚的溜进了他的房间，借着微弱的烛光看过去。睡梦中的伯特伦确实清秀，要是好好打理一下胡须，说不定真能算个大帅哥。可安娜的注意力很快就偏了，在他半敞开的衣领下面，竟然有一道诡异的蓝光，在黑暗中显得格外刺眼。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一颗蓝色的宝石，竟然像是长进了肉里，正随着他的呼吸微微闪烁。安娜下意识地伸手去抓，想要看清这离谱的真相。这宝石难道是嵌在皮肤里的？这家伙身上到底藏了多少秘密？安娜被吓得连声道歉，解释自己真不是故意的。可床上的伯特伦并没醒，只是闭着眼不停哀求，求他千万不要这么做。这卑微又痛苦的声音让安娜瞬间愣在了原地。她试探着轻声呼唤，却发现手掌下的那条手臂正不受控制的剧烈抖动。这种程度的恐惧显然不是普通的梦话，难道是那些战争的阴影，至今还把她困在深渊里，让她连睡觉都不得安稳？看着这个满身伤痕的男人，安娜心里的好奇全散了，只剩下一种莫名的酸楚。她突然很想为他做点什么。直到窗外的第一缕晨曦照进这间充满噩梦的屋子，天亮后，伯特伦终于醒了，噩梦带来的阴影散去不少。他下意识地坐起身来，打算整理一下混乱的思绪。可还没等他彻底清醒，就感觉到被窝里不太对劲，似乎有什么沉甸甸的东西正压在他的腿上。伯特伦的动作猛地僵住，他缓缓低下头看过去，一条围裙盖在了他的脚上。清晨的阳光刚洒进院子，伯特伦就已经拿起扫帚，默默开始清理地上的杂草。屋里的安娜还没睡醒，就被卡拉的大嗓门吵齐了。卡拉指着窗外那个身影，数落安娜还在偷懒，说那个大个子天没亮就干活了。安娜听得心里直冒火，明明之前还嫌弃人家是懒熊，怎么现在又夸他勤快了？这变脸的速度也太快了。可卡拉的话锋转得更狠，说要不是安娜吐了人家一身，早就把这来路不明的家伙直接从家里踢出去了，长得一副阴沉沉的倒霉样。安娜还在据理力争，质问母亲为什么要这么挑剔。卡拉正要继续发作，却被身后一个冰冷的声音当场叫住了名字。伯特伦冷冷地提醒母女俩，家里来客人了。门口站着的正是村长和迪托，刚才还剑拔弩张的气氛瞬间被这不速之客打断。卡拉赶紧收起那副凶相，客气地请村长进屋喝茶，打听他这一大早的来意。安娜倒是和村长很熟络，两人一见面就开始斗嘴，一个笑话对方长不高，一个调侃对方发根太坚挺。院子里总算有了点笑声。迪托神神秘秘地凑到安娜耳边，打听那个来路不明的男人有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安娜却根本没当回事，随口吐槽伯特伦一直很怪，气得迪托直跳脚，强调自己是在说正经事。村长和伯特伦握了握手，把这件事板上钉定了。他打算午饭后再来接人。伯特伦竟然也点头答应了。安娜在一旁看得一头雾水，赶紧拉住母亲打听情况。卡拉解释说，村里进了狼，村长要带年轻人去调查，所以想把伯特伦借走使唤。安娜听得心里直犯嘀咕，居然用借这个词来形容，真把人家当成工具了吗？可伯特伦本人倒是一脸淡定，直言自己完全没问题。卡拉这下可乐坏了，直夸伯特伦比亲闺女靠谱。安娜见当事人都同意了，也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转头张罗着要给他做顿大餐。他兴冲冲地凑到跟前，问伯特伦想吃什么好吃的，可伯特伦却完全没心思吃饭。他语气严肃地盯着安娜，比起那只还没见着的狼，他现在更想弄清楚昨晚在那个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荒唐事。安娜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伯特伦突然冒出一句，问那条围裙是怎么回事。他今早一睁眼就发现那玩意儿盖在脚上。安娜愣了半秒钟，随即爆发出一阵大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原来他在纠结这个。他理直气壮地解释道，昨晚只是想去看看他到底睡得安稳不安稳，结果发现他的脚露在外面，顺手就拿围裙给盖上了。伯特伦听得一脸无奈，谁家好人拿围裙当被子盖？安娜却满不在乎地摆摆手，说那是条不用的旧围裙，让他以后脚冷了尽管用，毕竟脚底受凉容易做噩梦。还有，你带着他看起来真的很可爱。伯特伦刚想再说点什么，话还没来得及出口，就被卡拉的一声大喊打断。当妈的急着叫女儿去帮忙，安娜想都没想就应了一声，像只欢快的小鸟一溜烟跑向了屋后，只留下伯特伦僵在原地。卡拉挎着装满东西的篮子，想让安娜把这叠衣物送到村里的公用农场去。伯特伦只是独自坐在一旁，盯着面前那盘简单的食物。卡拉察觉到了不对劲，眼前的伯特伦一动不动，整个人像是丢了魂一样。
他伸手在男人面前晃了晃，试图让他回过神来，甚至开始担心他出了什么事。就在这尴尬的时刻，安娜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打破了屋子里的死寂。她一边接过送货的篮子，一边解释刚才耽误了时间，是因为在照顾伯特伦吃饭。看着这两个女人忙前忙后，伯特伦依然一言不发。伯特伦只是低声应了一句。安娜打个招呼，便转身出门。屋里只剩下这两个人。卡拉双手叉腰站在一旁，越看这个男人越觉得不对劲，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难道这家伙和他女儿已经发生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伯特伦机械地滑动着餐具，手上的力道大得惊人，原本坚硬的勺子竟然在他手里慢慢变了形。卡拉被吓得大叫起来，那把金属勺子在他手里竟然被生生捏成了直角。伯特伦看着手里的废铁，发出一声迟钝的感叹，似乎才意识到自己失控了。卡拉觉得他现在的状态简直糟糕到了极点，可男人接下来的话才真正让他怀疑人生。他一脸认真地盯着卡拉，问出了那个离谱的问题：请诚实地回答我长得可爱吗？空气在这一刻彻底凝固，卡拉整个人僵在原地，大脑瞬间陷入了空白。随后屋子里爆发出一声响彻云霄的凄厉惨叫，这个男人到底在发什么疯？卡拉被气得当场暴走，他挥舞着双手大声尖叫，完全无法理解这个男人的脑回路。伯特伦却坐在桌边一脸无辜，他为什么这么生气？难道是自己说错话了吗？可如果这种说法是错的，那安娜肯定也说错了。伯特伦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同样的评价，为什么两个女人的反应竟然会差这么多？难道我和安娜都搞错了？画面一转，村子里的气氛变得异常凝重，几个男人围着一具狼尸发出了阵阵惊呼，这场面简直太残暴了。巨狼身上那个恐怖的血洞，就像是被炮弹正面击中一样。有人满脸不可置信地质问：你确定只是踢了他一脚，而不是回头用石头砸的吗？伯特伦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语气平静得让人发毛。他说当时自己正抱着安娜，只是顺脚处理了一下。围观的村民们面面相觑，这简直太疯狂了。迪托在一旁小声嘟囔：如果有狼，他本该考虑保持距离，他为了安娜的安全，长辈们却没打算放过他。迪特搂着他的肩膀大笑，调侃这小子是不是吃醋了？毕竟有个来路不明的帅哥就这么住进了安娜家里，换成谁都会觉得不安吧。伯特伦听着这些闲言碎语，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众人，自己做出了最正确的判断。因为安娜误食了毒蘑菇，当时已经出现了中毒症状，情况远比他们想的要危险。他转过头盯着一脸懵逼的迪托，抛出了一个专业的问题：迪托，你知不知道移动伤员最优先的原则是什么？迪托被问得哑口无言，只能傻地愣在原地。伯特伦的声音低沉而有力，他说自己在战区整整待了6年，在那样的极端环境下，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什么最重要。老村长却像听笑话一样摆摆手，调侃说战争都结束3年了，这确实是件值得骄傲的事，但没必要一直活在过去。他笑呵呵地拍了拍伯特伦，劝这个年轻人放轻松点，别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应该试着多笑一笑。可伯特伦接下来的话却让原本轻松的气氛瞬间凝固。他说自己在战争重伤到了头部，导致面部神经彻底坏死，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办法大笑或者哭泣了。全场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刚才还在开玩笑的村民们现在连头都不敢抬一下。老村长尴尬地咳嗽了2声，不停地向伯特伦道歉，责怪自己这把年纪了还乱说话，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看来安内的掩护说法起了作用，老村长还在为刚才的誓言后悔，伯特伦却突然冒出一句：村长，你需要一张没有破洞的完整狼皮吗？这话听得老头一头雾水，完全没跟上他的思路。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伯特伦已经抬起手指向远方，他的语气冷静得让人发毛。他说：那只狼现在正盯着我们看呢。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在阴暗潮湿的树丛深处，一头巨狼正缓缓走出阴影。他压低身体，发出阵阵低吼，那双发黄的眼睛里透着令人胆寒的凶光。面对近在咫尺的巨狼，伯特伦表现得像个老练的猎人。他平静地问村长，要不要现在就解决掉他？如果村长需要的话，这次他会注意手法，绝对不会弄坏那张狼皮。迪托在一旁听得火冒三丈，这家伙又在装什么酷？明明自己也能行，凭什么风头都让他占了？他不顾大人们的劝阻，一边叫嚷着自己也能赶走狼，一边不管不顾地往前冲，非要证明自己的本事。可还没等他跑出2步，身后的长辈就发出一声怒喝，让他老老实实待在原地，别在这个时候添乱。紧接着迪托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只大手死死拽住，整个人狼狈地摔倒在地上。这种时候逞英雄可不是闹着玩的，稍有不慎丢掉的可就不只是面子了。场面一度变得非常混乱，大叔指着迪特的鼻子大骂，威胁说要去裁缝铺告状，让他妈好好管教他。可还没等这出闹剧演完，大叔突然发出一声惊叫，吼着让他赶紧往后退。迪托整个人都愣在原地，他的目光像是被锁死了一样，在那只巨大的狼爪缝隙里，竟然缠绕着一缕缕清晰可见的人类头发。还没等迪托从恐惧中回过神，那头巨狼已经失去了耐心，他喉咙里发出一声闷响，猛地一跃而起，瞬间就扑到了少年面前。村民目眦欲裂，他们声嘶力竭地呼喊着迪托的名字。就在迪托以为自己死定了的时候，地面上传来一声沉重的闷响，伯特伦单手发力，像拖拽一件破旧的行李一样，把这头几百斤重的畜生直接从迪托身上扯了回来。刚才还凶神恶煞的怪物，此刻四肢乱蹬，嘴里只能发出阵阵凄惨而无助的哀鸣。远处传来同伴焦急的呼喊。迪托慢慢睁开眼睛，脑子里还是一片浆糊。刚才明明还在和巨狼搏斗，怎么一转眼世界就变得这么安静？
安娜那张漂亮的脸蛋此刻就近在咫尺，她正一脸担忧的俯下身，轻声询问她是否还好。看着那双温柔的绿色眼睛，迪托整个人都看呆了。离得这么近，难道这里就是天堂吗？还没等他多回味一会儿，头顶上方就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伯特伦面无表情地俯视着他，别做梦了，你还活得好好的。迪托猛地打了个激灵，这才发现自己正被这个冷酷的男人抱在怀里。他发出凄厉而绝望的惨叫声，迪托整个人都崩溃了。他疯狂挣扎着，大喊着让对方赶紧放手，这副样子简直丢死人了。可伯特伦却一本正经语气冷淡地警告他，刚才被狼袭击时伤了脚踝，现在要是敢落地，骨头恐怕会直接碎掉。他甚至搬出了专业人士的身份，让迪托老实待着别动，说卡拉已经去请医生了。周围的村民们爆发出一阵阵哄笑，说这就是不听大人话的后果。迪托羞得无地自容，只能死死捂住脸，发出一声绝望的哀鸣。迪托腿上缠满了绷带，一瘸一拐地挪进屋子，嘴里还不停地喊着疼。酒馆里现在热闹非凡，那头巨狼的皮被高高挂起，村民们围在旁边啧啧称奇，这体型简直大得离谱。安娜更是满脸兴奋，追问是不是她一个人就把这头怪物给解决掉的。旁边的村长正要开口，准备绘声绘色的描述伯特伦是怎么拽住狼尾巴的，却被伯特伦冷冷地打断了。他放下了手中的酒杯，直截了当地表示，这种血腥残忍的细节没必要让安娜知道。这番话让村长都有些意外，没想到这个冷冰冰的男人竟然也会顾及女孩子的感受。伯特伦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沉默地喝着酒。你说镇上最近没有失踪案对吧？村长放下了酒杯，确实如此。如果这头狼真的袭击了路人，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但他随即话锋一转，指出现在下结论还太早，因为在那头狼的爪子上，除了残留的毛发，竟然还沾着坟墓里的泥土。他冷静地推测，这畜生可能只是挖开了某个倒霉蛋的坟头，去啃食里面的尸体了。伯特伦甚至还提到，如果真的挖过坟，尸体腐烂后的矿物质会让狼爪在深夜里散发出一种诡异的蓝色荧光。村长听得一愣一愣的，忍不住感叹这个年轻人知道的古怪知识实在太多，简直不像个普通旅人。就在这时，酒馆里有人大声提议干杯。酒馆里的气氛逐渐升温，村民热情地打听着伯特伦是否已经习惯了这个小村庄的生活节奏。伯特伦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这里确实很平静。村民听了显得很是自豪，直言村里的巡逻队非常可靠。伯特伦却若有所思地提到，难怪像安娜那样的女孩子深夜也敢独自在外面走动，看来治安确实不错。可村民却笑着摇了摇头，说那可不全是巡逻队的功劳，安娜这姑娘胆子大得惊人，甚至比村里大多数男人都要强。当年战争结束之后，村里的田地荒废得不成样子，是安娜带头清理了废墟，亲手把那里变成了公社农场。在所有人眼里，伯特伦就是个怪物，只要他出现，恐惧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可安娜这个姑娘脑回路显然不太一样，她完全不害怕，甚至只想把她喂胖点。毕竟她很清楚，自己终究只是个外来者，等伤好了，终究还是要离开这里的。这种热闹的烟火气原本并不属于她。酒馆里的欢呼声打断了她的思绪，新酿的苹果酒已经上桌，大家快把杯子倒满。酒馆里的气氛彻底燃爆了，安娜举起酒杯，大声宣布，狂欢的第二轮正式开始。可在一片嘈杂的欢呼声中，安娜的注意力却始终在那个人身上。伯特伦独自坐在角落，显得跟这里格格不入，手里的苹果酒还没喝完。安娜凑过去，关心地询问，是不是酒不合胃口，还是腌菜太酸了？看他几乎没怎么动筷子，安娜干脆拿起了面包，要亲手给他做个三明治。这种被人在意的感觉，伯特伦恐怕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了。安娜把三明治递到他面前，让他帮忙尝尝味道，好给自己的厨艺提建议。伯特伦显然还没适应这种被当成普通人的对待，迟疑着接过了食物，看着他面无表情的咀嚼。安娜突然伸手捏住了他的脸颊，既然面部肌肉都能动，为什么连个假笑都做不出来呢？面对安娜的这种挑衅，伯特伦竟然当真了。他放下食物，决定试一试。可当他转过身，对着酒馆里的客人们露出那个练习已久的微笑时，原本嘈杂的酒馆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大家脸上的表情都凝固了。看到大家被吓成这样，安娜赶紧尴尬的道歉，让伯特伦还是专心吃三明治吧，别再尝试什么微笑了。可还没等两人坐稳，迪托突然冲了过来，一头狠狠砸在桌子上，把安娜吓了一大跳。这家伙显然是盯了很久，他指着两人的腿大喊大叫，说你们坐的也太近了，膝盖都要碰到一起了。面对这种无理取闹，伯特伦头都没抬，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难道你想坐在我腿上吗？迪托被这句话彻底整破防了，一边尖叫着骂他疯子，一边忙不迭地往后退。但他显然还没打算放弃，转头就开始质问安娜，今晚难道还要让这个男人继续住在你家里吗？安娜觉得这理所当然，总不能让他大冷天的去外面冻死吧。迪托气得直跳脚，提议让伯特伦去农场宿舍住。夜色渐深，酒馆里的客人们陆续散去，大家互相叮嘱着，明天别忘了去农场干活。安娜站在门口送别大家，可回头一看，迪托竟然还赖在原地死活不肯回家。他还在为刚才被训斥的事在哪儿生闷气，非要亲眼看着伯特伦搬走，他才肯罢休。安娜无奈地叹了口气，搬出迪托的母亲来劝他，却只换来更加激烈的反抗。一直沉默的伯特伦这时突然走上前去，低声叫住了迪托的名字。如果你是害怕一个人回家，我不介意亲自送你。这突如其来的好意，简直比直接动手还可怕。迪托吓得魂飞魄散，尖叫着逃进了黑夜里。看着迪托落荒而逃的背影，
安娜忍不住笑出了声。这家伙虽然胆小，但在某些方面还真是执着。伯特伦收回目光，突然提起了刚才迪托的建议，他打算今晚就搬去农场的集体宿舍住。安娜显然没料到他会这么说，急忙开口挽留。明明母亲都已经同意了，完全没必要因为迪托而搬走。可伯特伦接下来的话却让安娜彻底愣在了原地。他说迪托之所以这么闹，是因为那家伙喜欢你。安娜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等她终于回过神来，不仅没有半点害羞，反而像是听到了这辈子最荒诞的笑话。安娜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她觉得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毕竟迪托平时只会嘲讽她，说她再过10年才够格谈婚论嫁。可伯特伦却看得很透彻，他说那并不是在嫌弃你，而是迪托需要花上10年时间才敢攒够向你表白的勇气。伯特伦语气平淡地解释道，即便自己现在缺乏情感，也能客观地通过他人的视线判断出对方真实的意图。那个男人看我的眼神里写满了赤裸裸的嫉妒。安娜听得一愣一愣的，心想如果这话被迪托听到，那家伙恐怕会当场气炸吧。正因为看穿了这一切，伯特伦才坚持要搬出去住，免得给安娜惹来更多麻烦。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却突然停下脚步，语气中带着一丝犹豫。他提到了昨晚那块安娜帮他盖在脚上的布，并询问能不能借给他。安娜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甚至想不起他说的是哪块。安娜终于想起来了，原来他说的是那件印着碎花图案的小围裙。虽然不知道他要这东西干嘛，但安娜还是好心提醒，宿舍里多的是厚毯子，实在没必要带走这件薄围裙。可伯特伦的态度却异常坚决，我就是需要它。既然他这么坚持，安娜也就大方的送给了他。反正那件旧围裙平时也没什么机会穿。他又热心的追问了一句，还有没有其他需要的东西，让他再仔细想想。卡拉站在阴影里，死死盯着伯特伦离开的方向。他总觉得这个来路不明的男人看自己女儿的眼神不太对劲。可就在他准备转身时，视线却被那具狼尸吸引住了。那头狼的前爪竟然散发着幽幽的蓝光。卡拉猛地停下脚步，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传闻：如果野狼挖掘过坟墓，爪子上就会留下这种痕迹。在这样封闭的小村庄里，外来者总是会被排挤和猜忌。可一旦你展现出过人的本事，并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就有机会在这里扎根。卡拉陷入了沉思。如果事情真的这样发展下去，这个危险又神秘的男人恐怕真的要彻底融入他们的生活了。如果连村长都开始赏识那个男人，那事情可就真的麻烦了。他咬着指尖，在寂静的夜里反复权衡。推开房门，屋里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安娜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看着女儿这副毫无防备的模样。卡拉原本紧绷的脸终于露出了一丝无奈的笑意。她轻声嘟囔着，都已经是大姑娘了，睡觉怎么还是这么随性，连被子踢飞了都不知道。卡拉一边念叨着，一边细心地帮安娜盖好被子。那个叫伯特伦的男人虽然还不清楚他的真实底细，但卡拉心里很明白，绝不能让他靠近自己的女儿。看着安娜熟睡的脸庞，卡拉眼中的忧虑越来越深。他必须在那个男人彻底赢得村长信任之前，想办法把他赶出村子。卡拉望着窗外的夜色，在心里默默对汉斯说，不管你到底欠了那家伙什么人情，都请给我足够的力量，让我在天亮之前把他赶走。转眼间，清晨的阳光洒进了屋子，安娜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发出一声慵懒的呻吟。她揉了揉眼睛，看着窗外明媚的天色。现在到底几点了？餐厅肯定早就过了开门时间。她一边跌跌撞撞地往外跑，一边埋怨母亲怎么没叫醒自己。可刚冲到门口，安娜就彻底愣住了。村长正客气地对伯特伦说，感谢他这段时间的帮忙，虽然现在拿不出工钱，但可以送他去最近的城市。伯特伦依旧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淡淡的回了一句没关系。安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大声质问伯特伦是不是现在就要走。这一切发生的实在太突然了。面对安娜焦急的追问，伯特伦只是沉默地低头看着她。安娜顾不上还穿着睡衣，拦住母亲，大声质问为什么要让伯特伦现在就走。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卡拉却显得异常冷静，直言家里不需要一个只会剥洋葱的单身汉，昨晚抓到的那头狼已经足够抵清所有的债务，而且这件事伯特伦本人也已经同意了。安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眼睁睁看着事情定局。村长这时凑了过来，打算带伯特伦去城里卖狼皮，顺便带他去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餐厅。安娜听得心里直冒火，难道自家的手艺就这么上不了台面吗？村长还不忘补上一刀，嫌弃安娜酿的苹果酒太甜，根本没法和城里的啤酒比。这下伯特伦是真的要走了。谁也没想到，一向沉默寡言的伯特伦竟然会主动开口护短，直言这家餐厅非常出色。村长被这股气势压得够呛，只能尴尬的打圆场，说刚才那些话只是玩笑。安娜趁机补上一刀，提醒他越是熟人越要尊重。堂堂村长竟然被小辈教训，虽然心里100个不服气，但也只能骂骂咧咧地转身去准备进城的马车。就在马车快要出发时，安娜突然叫住了村长，大声宣布自己也要去城里。面对村长疑惑的目光，安娜脑筋转得飞快，立马找了个完美的借口，说家里还有一批陈年香肠，正好趁这个机会拿去卖掉。村长把决定权交给了卡拉，毕竟安娜是他的亲女儿。卡拉虽然心里有些犹豫，但还是松口答应了请求，觉得人多一起走也热闹。安娜兴奋的差点跳起来，这可是她期待已久的机会。马车轮子飞快地转动，载着一行人驶向远方。安娜探出头，拼命挥手，大声向母亲保证，一定会把香肠卖个好价钱。伯特伦就坐在她对面，一如既往的沉默不语。
看着马车渐渐消失在镜头，卡拉站在原地长叹一口气。虽然女儿性格一向倔强，认定的事情谁也拦不住，但看着空荡荡的小路，卡拉心里总觉得不踏实。这次进城卖货，真的会像安娜想的那么顺利吗？卡拉望着远去的背影，只希望这一路平平安安，千万别出什么岔子。村长听着伯特伦的措辞，忍不住嘿嘿笑了起来，调侃他竟然管这叫马车，看来以前也是个阔少爷。伯特伦没有反驳，只是低声说了句抱歉。村长顺杆爬了上来，让他要是真觉得抱歉，就帮着照顾好这两个姑娘，毕竟城里鱼龙混杂，总有些不怀好意的混混专门盯着乡下来的女孩。伯特伦倒是很干脆，提议在分道扬镳之前，大家最好能互相照应。拉拉听到消息，整个人都懵了，完全不敢相信伯特伦要走。安娜也只能无奈地承认，自己也是今早才知道这件事。既然家里的债务已经还清，母亲卡拉便不再留人，直接让伯特伦跟着村长离开。安娜虽然知道母亲的心思，却没想到动作会这么快。伯特伦转过头盯着安娜，语气平静却一针见血，问她是不是为了跟着自己才找了卖香肠这种借口。安娜还没来得及反驳，伯特伦又补了一刀，直言就他带的那点货，恐怕连城里的房费都不够。谎言被当众拆穿，安娜支支吾吾说不出话，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坐在一旁的拉拉却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作为资深言情小说爱好者，他已经闻到了八卦的味道，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为了爱不顾一切吗？安娜还是有点不甘心，试图用债务还没还清来当做留下伯特伦的理由。可伯特伦却异常冷静，他直言卡拉说的没错，既然债主都不打算追究了，他也就没有理由再待下去。他真正在意的根本不是钱，而是安娜为什么要追过来。这个问题让安娜彻底破防，她索性把头扭到一边，大声嚷嚷着赶紧赶路，别再纠结这些没用的。马车在颠簸中继续前行，直到高耸的城墙映入眼帘，那座宏伟的白色城市终于出现在了地平线上。随着村长的一声吆喝，大家总算到达了目的地。马车终于停在了城门口，看着眼前高耸入云的城墙，拉拉整个人都被震撼到了。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宏伟的建筑。安娜在一旁装作很淡定，安慰拉拉多来几次就习惯了，甚至还拍着胸脯保证自己现在一点都不怕那些守城的武装卫兵。为了找点共同话题，安娜转头看向伯特伦，觉得他这重上过战场的人，对这些卫兵肯定早就看腻了。谁知伯特伦一脸嫌弃，甚至有些反胃的捂住嘴，直言自己确实不习惯这种低水平的武装。在他这个专业人士眼里，这里的城墙修得偷工减料，卫兵的装备更是烂得离谱，顶多也就抓抓小偷小摸。眼看伯特伦还要继续毒舌，安娜吓得赶紧捂住他的嘴。村长也在一旁小声训斥，毕竟全村的布料都指望这儿，万一得罪了人可没好果子吃。可守城的卫兵刚凑过来，脸色就变得非常古怪。村长还以为对方要找麻烦，赶紧打圆场说这小伙子虽然脑子反应慢了点，但绝对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谁知卫兵们面面相觑，语气里满是不可思议，追问伯特伦是不是真的跑去村里还债去了。原来这帮卫兵全都认识他。就在不久之前，伯特伦为了找那个债主，差点把整个城里闹个底朝天，搞得大家的生活一团糟。虽然卫兵也承认他不算坏，但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性格，实在让人感到脊背发凉。安娜在一旁听得满头黑线，本以为带了个落难帅哥，没想到带了个全城通缉的刺头。好在最后还是顺利进了城。看着街道两旁琳琅满目的商铺，安娜深吸一口气，拍了拍身边的拉拉，准备开始他们的卖货大计。拉拉这次可是干劲十足，特意向村长展示了他亲手收集的那些原石，就等着进城卖个好价钱。村长还是不太放心，叮嘱伯特伦跟着这两个姑娘。伯特伦倒是答应的干脆，顺便还想去趟工具店。他甚至一本正经的提议，要是有人敢跟安娜压价，他就直接卷起袖子露肌肉，靠武力值来搞定谈判。村长听完一脸尴尬，直言安娜可是砍价高手，根本不需要这种暴力手段。他真正担心的是城里那些专门盯上乡下姑娘的流氓地痞，所以要求伯特伦必须像亲哥哥一样守在旁边。很快安娜就找到了买家，看着肉铺老板给出的高价，她兴奋的直接跳了起来。伯特伦往那一站，那股压迫感确实挺唬人，连见惯了大场面的屠夫都被他满身的伤疤给震得半天没敢说话。本以为伯特伦要动手，结果屠夫憋了半天，竟然开始点评起他的身材，说他平时肯定只吃瘦肉，而且还没少锻炼。伯特伦倒是一脸认真，把这番话全给听进去了。身后的拉拉嚷嚷着要去前面的当铺，把手里那些原石给卖了。安娜赶紧出声拦着，说香肠这边的买卖马上谈完，大家最好还是结伴行动。没想到拉拉根本不领情，甚至丢下一句反正咱们也没那么熟，就头也不回的跑开了。看着拉拉远去的背影，安娜气得直跺脚。她知道拉拉是看原石卖不动，心里开始焦急上火了。可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城里，这么意气用事，万一真遇到麻烦该怎么办？安娜顺着屠宰场找过去，总算看到了拉拉说的当铺，但这地方看着阴森森的，实在不像是个正经做生意的地方。看着那摇摇欲坠的木楼梯，安娜心里直打鼓。她叮嘱伯特伦在门口守着，万一5分钟后他还没出来，就赶紧进去救人。安娜刚踩上去，脚下就传来刺耳的吱呀声，空气里还弥漫着一股让人作呕的怪味。她只能捂住口鼻，硬着头皮往楼上走。可当她推开那扇沉重的大门，眼前的景象让她瞬间僵住了。屋里根本没有什么电源，只有2个满脸横肉的男人，一个叼着雪茄，另一个手里还把玩着尖刀。
安娜推门进去的一瞬间，整个人都傻眼了。那2个男人正盯着桌上拉拉的那袋原石发笑，还阴阳怪气地问她是不是姐妹俩一起逃出来的。还没等安娜反应过来，旁边的木柜子里突然传来了拉拉的惨叫，她在里面拼命呼救。男人一边不怀好意的靠近，一边还假惺惺的安慰，说像他这样的人最喜欢安娜这种小姑娘了。紧接着他掏出尖刀，露出一副狰狞的嘴脸，威胁说要给安娜介绍一份好工作。那歹徒还在喋喋不休，指着窗外那片红灯区，诱惑安娜说只要去那干活，保准能赚到大把的钞票。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安娜猛地爆发出一声怒吼，让他赶紧滚远点。紧接着飞起一脚，狠狠踢在了他的要害上。推开沉重的大门，拉拉正被绳索死死捆住，整个人已经陷入了绝望，嘴里不停喊着救命。安娜赶紧上前解开绳子，安慰拉拉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必须马上离开这个鬼地方。可就在绳子松开的一瞬间，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巨响，这帮地痞堵住了大门，甚至嚣张的叫嚣着想走就从窗户跳下去。安娜知道硬拼不是办法，她冷静地护住身后的拉拉，抛出了最后一张底牌。她说自己的哥哥就在楼下，那是个黑发蓝眼的大家伙，长得比狗熊还要壮实，如果自己没能按时回去，他就会立刻叫来卫兵。地痞们显然被唬住了，虽然嘴上说着是在吹牛，但心里已经开始犯嘀咕，毕竟谁也不想招惹麻烦。为了确认安娜是不是撒谎，带头的决定下楼看个究竟。地痞一边下楼一边嘀咕，黑头发蓝眼睛的哥哥脑子里全是小男孩的模样，还以为是个好捏的软柿子。可当他抬起头的一瞬间，整个人直接僵在了原地，面前站着的哪是什么小鬼，分明是一个杀气腾腾的怪物。伯特伦就那样静静站着，黑色的毛领衬得他更冷酷，那股压倒性的压迫感让空气都快要凝固了。地痞吓得语无伦次，刚才的嚣张气焰全没了，只能一边道歉一边后退，生怕对方下一秒就动手。他现在终于明白了一件事，这家伙真是个猪队友，为了套近乎保住小命，竟然主动提起了安娜，还说有个金发女孩在找哥哥。伯特伦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显然没反应过来自己什么时候成了哥哥，但安娜的处境已经很明显了。还没等这帮人继续编瞎话，楼上突然传来一阵巨响，安娜正拼命反抗那把尖刀，甚至一记重拳砸向对方。地痞们显然失去了耐心，竟然把安娜当成待售的货物，警告同伙别弄坏了商品。安娜用尽全身力气大喊，让伯特伦赶紧去叫卫兵。这最后的求救信号彻底点燃了现场的火药桶。男人还在那儿大言不惭，觉得安娜只是在虚张声势，甚至嘲笑那个所谓的哥哥早就被楼下的同伙解决了。话音刚落，房门就被一股巨力撞开，还没等这帮人反应过来，一个黑影就直接飞了进来。刚才下楼查看的男人像个沙包一样砸向众人，整张脸被打得变了形，当场就昏死在地上。男人彻底被这一幕吓傻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怪物能把一个大活人扔出这种效果。看着地上不省人事的同伙，他们终于意识到安奈口中那个恐怖的哥哥已经杀到门口了。伯特伦就这样走了进来，每一步都带着沉重的压迫感。安娜终于见到了救星，伯特伦根本没打算废话，他一边活动着手腕，一边平静地宣布，虽然还没搞清楚状况，但他决定先接管这里。男人哪受得了这种挑衅，觉得对方只是在装腔作势，哪怕同伙已经察觉到不对劲，他还是握着尖刀冲了上去，觉得人多就一定能赢。结果现实非常残酷，伯特伦甚至都没怎么发力，只是简简单单的一记重拳就直接终结了这场闹剧。屋子里随即传出惨叫声，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地痞现在只能跪在地上求饶，让他们别再打了。可惜现在后悔已经晚了，刚才还嚣张跋扈的地痞现在全被绳子捆成了粽子，一个个鼻青脸肿的蹲在墙角。这场闹剧总算是收场了。拉拉对伯特伦的战斗力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安娜更是后怕不已，直言要是没有伯特伦，她今天可能就没命了。本以为事情到此为止，拉拉正嚷嚷着肚子饿，想赶紧找个地方大吃一顿，结果卫兵却突然拦住了路。虽然他们是见义勇为，但还是得按流程配合调查。这一折腾就直接到了深夜，安娜累得整个人瘫在桌上，抱怨这地方的办事效率。村长在一旁尴尬的解释，毕竟这里不是什么大城市，卫兵们处理这种行政事务确实没什么经验，只能请大家多担待了。村长一边喝酒一边数落安娜，说他面对人贩子太鲁莽，要是没有伯特伦及时出手，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安娜只能尴尬的低头认错。转头村长又拉住伯特伦，不停地表达救命之恩，还打听他接下来的打算，警告他别再偷偷跟着大家，否则自己回去没法交代。伯特伦对此只是保持沉默，旁边的拉倒是没心没肺，正缠着安娜撒娇套近乎。刚才还说两人关系一般，现在就开始姐姐长姐姐短了。就在气氛最轻松的时候，村长却突然话锋一转，打听起伯特伦的家乡在哪，还暗示如果路途遥远，最好还是早点动身离开。伯特伦平静地给出了答案，说自己来自西莱森。可听到这个名字的一瞬间，村长的反应却变得非常古怪，仿佛听到了什么禁忌的消息。西莱森可不是普通的地方，那是帝国的首都，住在那里的全是顶级贵族。村长看着眼前的伯特伦，意识到他的身份非同寻常。既然家乡在那么远的地方，村长便随口问了一句，回去的路费带够了没有？结果伯特伦直接凑了上来，厚着脸皮问能不能借点钱。村长嫌弃地把他推开，直言这借口也太拙劣了，怀疑他是想故意欠债不还，好找理由继续赖在村子里。伯特伦只能尴尬地移开视线。就在大家为钱发愁时，安娜突然注意到一张告示，上面写着明天的庆典活动，只要能躲开野猪到达终点，
就能拿到5金币和1头肥猪。安娜赶紧向拉拉打听，1头野猪到底能值多少钱？听说能卖到10个金币后，她的眼睛瞬间就亮了，这简直是送上门的横财。村长看着这几个年轻人，为了这点赏金就兴奋不已，无奈的笑他们没见过世面，但这确实是解决燃眉之急最快也最直接的办法了。村长正打算继续说教，一转头却发现人没了。伯特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凑到了告示牌跟前，正一脸严肃地研究规则。村长简直不敢相信，堂堂首都来的大人物竟然对抓野猪感兴趣，还开启了毒蛇模式，吐槽他难道要一路把肥猪拖回西莱森去吗？更何况这种庆典的猪在屠夫眼里根本不值钱，连回去的路费都凑不齐。村长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意义的胡闹行为，可伯特伦却不为所动，反而一本正经地反问，难道大家就不期待在广场上烤全猪的体验吗？那语气真诚的让人无法拒绝。安娜和拉拉瞬间被说服，满脑子都是烧烤派对。村长在一旁急得直跳脚，大喊着让他们别上当，这家伙绝对是想找借口，以后好继续赖在村里不走。深夜的月光冷冷地洒下，小镇的街道上，一群全副武装的骑士正神色匆匆地搜寻着什么，气氛显得格外压抑。带头的骑士低声询问是否已经发现了目标，手下只能无奈地摇头。虽然确定那人经过了这里，但想在乡下找人并不容易。弗兰茨烦躁地捂住脸，作为高贵的皇家骑士，他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甚至忍不住低声咒骂。这差事让他感到无比头疼，他实在无法理解那个身份尊贵的大人物为什么要跑到这种穷乡僻壤，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乱撞。这位就是弗兰茨，格哈特公爵家的3公子，不仅拥有出众的美貌，更是伯特伦王子的亲信。身为高贵的骑士团长，他现在却出现在这种荒郊野岭。弗兰茨满脸写着嫌弃，堂堂王子殿下怎么会躲在这种穷乡僻壤？旁边的卫兵赶紧让他晋升，为了让当地士兵配合搜寻，对外必须称呼这里为城市。弗兰茨显然并不买账，在他眼里，自家领地的围墙都比这强，反正这附近又没别人，他说话自然也就没了顾忌。可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村民的议论声，那个今天刚回来的大个子，你们听说了吗？他竟然一个人就端掉了整个人贩子团伙。弗兰茨猛地停住脚步，村民口中的那个大个子，难道就是他要找的人？路边的守卫正聊得起劲，说那个大个子又回来了，竟然是为了还当年的债。大家都觉得他脑子不灵光，毕竟谁会为了几本破书专门跑回来赔钱呢？原来在打仗那会儿，伯特伦为了烧火取暖，用了书店里的几本书，他觉得这事儿得有个交代。可书店老板看他老实，竟然想趁机敲他一笔。这种小地方的书能值几个钱？老板2口子却贪得无厌。最后伯特伦什么都没说，直接把那匹名贵的战马留给他们抵了债，自己竟然就这样徒步离开了。守卫们越说越觉得离谱，这附近到处都是恶狼。他不仅毫发无伤地走了出来，还顺手端掉了人贩子窝点，简直像个怪物一样。弗兰茨突然叫住了守卫，让他们把刚才的故事说清楚。面对这群不速之客，守卫们显然被吓得不轻。弗兰茨直接亮出了身份，他是来自首都的皇家骑士，正奉命在这里搜寻要犯。为了尽快拿到线索，弗兰茨直接带人闯入牢房，盯着那群被抓的人贩子。那个像熊一样的黑发男人，是不是他亲手抓住了你们？人贩子们被捆得结结实实，面对审问只能连声称是。可当弗兰茨追问对方姓名时，他们却开始支支吾吾，说那人一进来就直接动手，根本没给他们看清的机会。弗兰茨显然失去了耐心，猛地拔出腰间的长剑，冰冷的锋刃抵住对方咽喉。在死亡的威胁下，人贩子终于想起了一个名字，那个人好像叫拉姆。弗兰茨皱起眉头，继续逼问：这难道就是他的全名吗？对方吓得缩成一团，只记得那个名字似乎更长。弗兰茨若有所思地冷笑一声，这群人贩子死到临头，竟然还在打他佩剑的主意。那个戴眼罩的家伙正盯着那把镶金的宝剑，盘算着能卖出什么高价。弗兰茨瞬间看穿了他的贪婪，冰冷的剑尖直接抵住喉咙，警告他别动那些歪心思，现在立刻把知道的一切全都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人贩子们被吓破了胆，赶紧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那个大个子并不是一个人，他身边还带着2个村姑。弗兰茨陷入了沉思，看来目标确实就在这附近。不过这群底层的杂碎恐怕也提供不了更多情报了。弗兰茨转头看向埃里希，语气里透着一股肃杀之气：去把大门给我封死。埃里希顺手关上了大门，人贩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弗兰茨狠狠一脚踹翻。弗兰茨的语气却降到了冰点：那个男人确实是个野蛮人，从来不听任何人的指令，但就凭你们这群烂泥，还没资格叫他大个子。画面一转，旅馆外的夜色正浓，村长已经喝得人事不省。安娜气得直接掀开了被子，抱怨这老头菜还没上齐，就自己偷偷把自己灌醉了。伯特伦只能无奈地摇摇头，熟练地把村长背在背上。安娜还在一旁喋喋不休，问村长是不是每次赶集都要闹出这么一出闹剧。伯特伦一边稳稳地走着，一边替老头找着借口，说他只是想找个地方躺下，不过只要是跟村长出门，最后总会变成这种局面。伯特伦看着忙碌的安娜，感叹村长真的很信任他。安娜却让他别想太多，这种信任可不是为了给他好处。伯特伦意识到自己失言，只能低声说了句抱歉。安娜一边安顿醉酒的村长，一边透露了一个小秘密，他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任村长。伯特伦有些意外，这种职位难道不是世袭的吗？
安娜笑着摆了摆手，在这个偏僻的小村子里，头衔不过是给爱管闲事的人准备的。虽然村长通常都由男人担任，但安娜对自己的能力很有信心。如果她不站出来承担责任，这个村子以后该指望谁呢？伯特伦沉默地注视着她，突然问她是不是讨厌家乡。安娜被这个奇怪的问题吓了一跳。如果不爱这里，她怎么会想去争那个位置？伯特伦解释说，只是听她刚才的语气有些消极。安娜这才松了口气，那不过是她随口抱怨的口头禅。伯特伦语气变得有些微妙，听说老朋友或者情侣之间，总有一天会看腻对方的脸。安娜显然没跟上他的节奏，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伯特伦坦白自己从未结过婚，但他知道婚礼上的那些誓言。他看着安娜，轻声问道：“那种永恒的承诺，真的会随着时间而褪色吗？”他想起已经过世的父母，虽然生前总是互相嫌弃，抱怨对方是个麻烦精，但每天清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确认对方是否还在身边。安娜听得整个人都傻了，伯特伦却误会了他的沉默，以为这是他从婚姻中总结出来的深刻感悟，还体贴地表示这并没有错。安娜这下彻底破防了，她猛地坐起来，大声反驳自己根本就没结过婚，别说结婚了，她这辈子连恋爱都没谈过。空气瞬间凝固了，伯特伦沉默了很久，才尴尬地回了一句：“原来如此。”安娜也意识到自己太激动，缩在床角不停地道歉。伯特伦并没有介意，反而语气温柔地安慰她，希望安娜在未来的某一天也能找到那份永恒的爱。安娜小声回应着，也祝愿伯特伦能得偿所愿。伯特伦低声说了句明白。他直视着安娜的眼睛，说等自己找回失去的情感，一定会去见他的伴侣，他会向那个人献上永恒。这不仅仅是一个承诺，更是涵盖了他余生所有脚步的终极誓言。安娜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就在这暧昧到极点的时刻，房门却被突然推开了。旅馆拉拉壮见了这一幕，看着两人在床边的姿势，发出一阵意味深长的惊叹。拉拉甚至激动到流了鼻血，一边后退一边摆手，说自己绝对不会打扰好事。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安娜吓得直接跳了起来，对着门口疯狂大喊，拼命解释这全是误会。拉拉一边捂着鼻子飞奔，一边扯着嗓子大喊，说自己要去1楼吃点心，让他们务必在半小时内结束。他忍不住小声吐槽，拉拉真是个言情小说中毒者，满脑子都是些奇怪的幻想。伯特伦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他看着安娜，轻声询问：“现在打算去把人追回来吗？”安娜一时间愣住了，追上去又能解释什么呢？只会让场面变得更尴尬。既然拉拉已经把话挑明，说半小时内绝对不会回来，安娜索性坐回了原位。与其现在冲出去丢人现眼，不如就留在这里，把刚才没说完的话彻底谈清楚。永恒的爱之誓言，看来你父母相处得很好，毕竟伯特伦看起来可不像个懂浪漫的人。看他平时说话那么随意，安娜忍不住想打听他父母当年是怎么相处的，难道也像小说里写的那样，送些不能吃的花吗？没想到伯特伦居然开口了，他说父亲以前每个周日都会在母亲枕边放一束花，直到母亲觉得花谢了太可惜，父亲竟然为了他亲手打理起一座小花园。他在园子里种了12种花，确保1年4季都有鲜花为他盛开。这种极致的浪漫真的会出现在现实中吗？听完这么浪漫的故事，安娜的第一反应竟然是那园子里结过籽了吗？毕竟在她的认知里，不能吃的东西都没用。虽然她很快意识到这话在气氛组里太杀风景，伯特伦这才发现安娜对这种细腻的情感好像完全没有概念。长辈们总是在耳边念叨，找个同村的人凑合过吧，那些虚无缥缈的感情最后只会让人受伤。安娜无奈地解释说，在他们那个小村子里，大家更在乎能不能吃饱，聊什么爱不爱的只会被邻居们笑话。在这种连活着都费劲的地方，浪漫真的成了一种罪过吗？尤其是战争结束之后，村里的气氛变得更压抑了。骑士不再追求荣誉，女孩也不敢奢望鲜花。安娜说大人们的话没错，那些怀揣英雄梦的少年大多死在了战场上，而追求浪漫的女孩们最后只带着满身伤痕回来。母亲从小就告诫她，千万别信贵族嘴里的爱，那不过是骗人的把戏。伯特伦这才明白，为什么他初见自己时眼里全是防备和敌意。可即便外面的世界在危险，村里还是有人想离开。安娜自嘲地笑了笑，说自己大概率会找个像迪托那样平凡的人结婚。伯特伦沉默了片刻，问他是不是真的喜欢迪托。安娜回答得很干脆，那只是朋友间的感情，完全谈不上是男女之情。既然不喜欢，难道真的要嫁给他吗？安娜无奈地反问道，在他们那个小村子里，不结婚的女人很难立足，甚至随时可能被赶走。为了能有个安稳的容身之所，喜不喜欢真的还重要吗？安娜拍了拍手，想赶紧结束这个沉重的话题。既然自己问了这么多，也该轮到伯特伦提问了。他大方地表示，现在是自由提问时间，不管想知道什么，他都会如实回答。伯特伦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提起一件往事。他说安娜不久前曾经夸过他很可爱。安娜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原来是送围裙的那次。他没想到这种随口一说的话，伯特伦居然一直记到现在。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道，毕竟伯特伦长得这么高大，简直就像一头大熊，却手里拿着件小碎花围裙，那种反差感确实挺有趣的。伯特伦显然没打算放过他，接着追问了一句，如果换成村长拿围裙，他也会觉得可爱吗？安娜想都没想就拒绝了，那种画面光是脑补一下就让人觉得浑身难受。看来可爱这种词也是要看脸的呀。伯特伦显然还没问够，他又假设了一个场景，如果换成母亲卡拉也拿着围裙在他面前卖萌呢？安娜听完直接打了个冷战，直言要是母亲真这么干，她肯定会觉得老妈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伯特伦
还不死心，又提到了那个迪托。安娜这下彻底炸毛了，那个像蚱蜢一样的家伙，要是敢这么做，她绝对会忍不住掐死他。绕了这么一大圈，伯特伦终于得出了结论，看来在安娜眼里，只有他才是那个特别的例外。安娜被这直白的话弄得有些不知所措，正想开口解释几句，伯特伦却突然收起了笑意，冷冷地丢下一句：“他一点也不可爱。”伯特伦赶紧开口道歉，他以为多问一些问题能帮他找回丢失的情绪。安娜大着胆子猜测，伯特伦现在的这种状态，会不会是因为头部受过伤，才导致失去了感知能力？他的身体并没有受过伤，所有的冷漠和麻木都源于那场残酷的战争。他听人说起过，有些人在经历过极度痛苦后，为了能让自己活下去，会下意识地关掉所有情感。你可能不会想到，但他是一个被诅咒的人。而此时的拉拉正躲在厨房里大口嚼着胡萝卜，他心里还在惦记着安娜，不知道那两人进展的怎么样了。在拉拉的脑海里，早就编排好了一出大戏：落难士兵爱上乡村餐厅老板娘，这简直就是最完美的言情小说桥段。他越想越兴奋，甚至开始幻想自己什么时候也能遇到这样一位完美的真命天子，在结婚前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正当他沉浸在美梦中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很有礼貌地称呼她为女士。拉拉整个人都弹了起来，哪位女士？在哪儿呢？我也想见见那位高贵的女士。可当他猛地回过头，看到的却是一脸尴尬的埃里希，她正局促地站在门口，显然被拉拉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埃里希尴尬地笑了笑，赶紧确认了对方的身份，他确实是在找人，想顺便打听点消息。拉拉量着他的制服，好奇地问他是不是守卫。这话可把埃里希刺激到了，他立刻大声反驳，自己才不是那种游手好闲的家伙。拉拉一听更兴奋了，既然不是普通的守卫，难道眼前这位竟然是一位高贵的骑士？埃里希心里很清楚，骑士必须出身名门望族，像他这种身份的人根本没资格被称为骑士。可看着拉拉那崇拜的表情，他鬼使神差地挺直了腰板，承认自己就是埃里希爵士，心想撒个小谎音该没关系。拉拉果然被唬住了，围着他不停地夸赞，直呼难怪他看起来气质这么与众不同。埃里希被夸得有些飘飘然，顺口问起拉拉是不是这家旅店的员工。拉拉笑着摆了摆手，说自己只是从外村来卖货的，接着又把话题绕了回来，想知道这位骑士大人大老远跑来究竟是在找谁。弗兰茨并直接在桌上摊开地图，指着上面的4个区域下令，必须在这几个地方找到失踪的伯特伦殿下。旁边的守卫听得直发愁，他们一共才5个人，要是弗兰茨大人不在，这任务根本没法分配。弗兰茨冷冷地提醒众人，他是这支队伍的大脑，而不是用来干苦力的手脚。既然大家都没得睡，那就谁也别想闲着。他突然点名叫出埃里希，把地图上最大的一块区域直接划到了他的名下，让他独自负责那边的搜寻。埃里希吓得差点跳起来，他可是这群人里资历最浅、经验最少的，万一搞砸了谁也担待不起。可弗兰茨根本不听解释，他重重地拍着埃里希的肩膀，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他直言自己选人从来不会看走眼，既然把埃里希带在身边，就说明他绝不只是个普通士兵。同僚们你一言我一语，都在给埃里希戴高帽，说这可是弗兰茨大人的命令，大家都对他充满信心。埃里希描述那个要找的人，个子很高，留着黑发，看起来可能还有点落魄。拉拉听完眨了眨眼，下意识地问了一句：难道那个人是个通缉犯吗？埃里希像是被踩了尾巴，猛地大喊一声不是。这突如其来的反应把拉拉吓得整个人都缩了一下，他赶紧压低声音解释，具体的理由不能透露，只能拜托拉拉，如果有线索就去广场前的旅店找他。拉拉笑着答应了下来，还温柔地补了一句自己会一直等着他的消息。看着拉拉那灿烂的笑容，埃里希刚才的紧张全没了。拉拉显然还没问够，他歪着头继续追问，那个落魄的黑发男人到底叫什么名字？难道连这也要保密吗？埃里希这下犯了难，他犹豫再三，还是没能扛住那双大眼睛，非要拉拉先发誓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拉拉赶紧点头答应，埃里希这才压低声音吐出了那个名字，他叫伯特伦。听到这个名字，拉拉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埃里希还傻傻地站在那，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把最重要的情报随口送给了别人。我的泪水与欢笑，他说他会把他们全部带走。伯特伦缓缓拉开衣襟，那些交错的缝合伤痕就那样毫无保留地展现在安娜面前，而在他胸口的正中央，竟然镶嵌着一颗深蓝色的水滴宝石。他语气平静地开口，直言这是那个魔术师亲手放进他心脏里的。自从安娜夸我可爱，胸口这块地方就总有一种妈妈的感觉。明明因为诅咒的关系，这里本该没有任何知觉。安娜正仔细观察着宝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没等两人研究出结果，房门就被猛地撞开了。拉拉大喊着冲进来，说外面出了大事，有个可疑的人在找伯特伦。可眼前的这一幕让空气瞬间凝固了，拉拉的眼神变得意味深长。难道30分钟还不够吗？安娜急得大声辩解，这全都是误会，她只是在给建议而已。可这种事真的还能解释清楚吗？拉拉还在那支支吾吾，说大家都是成年人，这种事发生也很正常。安娜急得直跳脚，伯特伦倒是一脸淡定，一边扣扣子一边解释，这只是在做心理咨询，剩下的都是私事，没必要再多说了。拉拉小声嘟囔着，30多分钟能干什么？安娜赶紧打断这个话题，到底出了什么急事？拉拉这才想起来，有个骑士正在到处找人，那个人自称叫埃里希，看起来非常有活力，还叮嘱有线索一定要找他。可伯特伦听完后却表现得非常冷淡，说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伯特伦追问细节，拉拉回想了一下，说那人形容他个子很高，黑头发，看起来还很邋遢，
伯特伦默记下了名字，看来那个叫埃里希的骑士确实见过曾经落魄的他。安娜在一旁忍不住笑场，毕竟刚见面时确实挺乱。伯特伦却一脸严肃，这种模糊的特征作为线索，只会给搜寻带来混乱。他这副专业点评的模样，让安娜突然意识到，他以前确实是个军官，可皇家骑士为什么要找他？伯特伦沉默了片刻，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应该是他的叔叔在找他。距离他离开家乡已经过去整整3年了。拉拉觉得这是好事，既然是家里人找过来，说明他们真的很想你。安娜却一点也笑不出来，如果真的是家人，那你是不是就要离开了？面对这个沉重的问题，伯特伦一句话也没说，房间里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伯特伦突然叫住安娜，轻声问了一句：“我是不是让你感到不舒服？”安娜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问。伯特伦低头看向胸口的宝石，他提起之前说过的变化，自从安娜夸他可爱之后，那种妈妈的感觉就没消失过。他不想让这种感觉中断，更不想失去这份改变，这是他从未有过的体验。如果这段时间以来，我不仅没有成为你的负担，反而还能帮上一点忙的话，能不能请你答应我，让我继续留在你的生活里，哪怕只是再多待一小会儿？看着他如此卑微的请求，安娜的心彻底软了下来。她轻轻点了点头，好，我答应你，只要你想留下来，这里永远都有你的位置。深夜的小镇酒馆里，这群人已经熬到了极限。为了寻找失踪的殿下，他们几乎翻遍了整座城。弗兰茨面无表情地啃着面包，即便身体已经极度疲惫，他依然保持着军人的冷峻，对手下的抱怨充耳不闻。手下一脸丧气，说这地方的人太排外了，一看到穿制服的士兵，就跟见了瘟神一样躲着。弗兰茨心里很清楚，这种偏远落后的小地方，皇室的权威根本不好使，村民们只在乎自己的地盘，所以他才特意安排埃里希去负责搜寻范围最大的区域。毕竟在那群凶神恶煞里，只有埃里希看起来最没威胁。手下提议干脆亮出身份，让当地官员强制配合，却被弗兰茨一口回绝，他绝不允许皇室名誉受损。搜寻陷入了僵局，弗兰茨命令大家继续排查，可他们并不知道目标人物就在这附近。搜寻工作被迫中断了，理由竟然荒谬得可笑，当地守卫拒绝配合，因为今天全村都要过猪肉节。弗兰茨气得当场拍了桌子，这种偏远地方简直没救了，在他们眼里，找人居然还没一头猪重要。弗兰茨一边往面包上抹果酱，一边冷冷地打听这所谓的节日到底在干什么。听说是一群人在围栏里被放出来的野猪追着跑，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能赢得一头肥猪作为奖励。弗兰茨听完发出一声冷笑，这种头脑简单的人玩的游戏，正好可以筛选掉那些蠢货。他笃定地告诉手下，殿下绝不会出现在那种地方，他那种性格的人最讨厌吵闹和这种无聊集会。可他做梦也想不到，此时热闹非凡的赛场边，那个他口中绝不会出现的男人正穿过欢呼的人群。伯特伦看着眼前的报名处，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朝着那个最吵闹的地方大步走了过去。安娜简直不敢相信，伯特伦居然真的要去抓猪。她一脸淡定地解释说，既然要继续打扰人家，总得赢头猪回来当谢礼。安娜听完忍不住调侃，看来你对拿冠军很有信心吗？埃里希弱弱的猜测，殿下会不会是缺口粮了，才去参加那种抓猪比赛？弗兰茨听完直接冷哼一声，觉得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当听说有人看到殿下身边跟着2个年轻姑娘时，弗兰茨更是露出了嘲讽。他断定以殿下的社交能力，这辈子都不可能交到朋友，在他眼里，殿下顶多是顺手救了人，绝不可能跟平民混在一起。弗兰茨看着眼前的埃里希，突然换上了一副长辈的姿态，说带他出来是为了见世面，还夸他是个有潜力的士兵。理由竟然是因为埃里希非常擅长听话。这种高高在上的傲慢，让他根本没意识到，他口中那个没朋友的殿下，早就已经为了一个女人彻底变了样。被长官这么一夸，埃里希表面上受宠若惊，心里却在暗暗犯嘀咕，觉得大家只是看他好欺负，才觉得他性格温顺。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一个清脆的女声在喊：“请问埃里希先生在吗？”屋里的气氛瞬间凝固，手下敏锐地察觉到门外是个年轻女人的声音，而且她指名道姓要找埃里希。更关键的是，她提到了那个名字，打听昨晚是不是有人在到处寻找一个叫伯特伦的人。弗兰茨猛地回过头，看来他的直觉没错，埃里希这张人畜无害的脸果然成了突破僵局的关键。埃里希紧张地站起身应答，其他同僚忍不住露出坏笑，调侃他这招扮猪吃虎，居然真的钓到了大鱼。房门缓缓开启，拉拉带着一脸温柔的笑意出现在了众人面前。可还没等埃里希开口询问，拉拉却先一步凑了上来，语气里带着一丝莫名的热情，感叹他居然一个人住在这里。埃里希下意识地回头一看，整个人都傻眼了。原本威风凛凛的骑士团同僚，此刻正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全挤在门后的阴影里。弗兰茨赶紧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示意他千万别露馅。手下一边挤一边小声抱怨：“咱们真的有必要躲成这样吗？”弗兰茨压低声音解释：“一大群大老爷们围着人家，肯定会把证人吓跑的。”埃里希只能硬着头皮转过身，挤出一副僵硬的笑容，询问拉拉特意赶过来到底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拉拉倒是显得非常大方，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来意，说自己刚好听到了关于他们昨天找的那个人的消息。埃里希激动的差点跳起来，赶紧追问对方的下落。躲在暗处的弗兰茨屏住呼吸，死死盯着门缝外的动静。埃里希本以为找到了线索，急忙追问对方具体位置，可拉拉接下来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傻眼了。他说今天城里在办庆典，那位失踪的王子殿下竟然出现在东南边的农场，而且
还在打那些羊的主意。高贵的王子去偷羊，弗兰茨他们根本不敢相信，这种离谱的事怎么可能发生在自家王子身上？埃里希还想再确认一下，是不是认错人了？毕竟王子绝不是那种会去抢夺百姓财物的人。没想到这拉拉脾气还不小，觉得自己的情报被轻视了，丢下一句对他很失望，直接转头就走。唯一的线索就这么断了。看着拉拉离去的背影，埃里希只觉得一阵头大，这下该去哪里找人？原来这拉拉根本不是在帮忙，他只是完成了伯特伦的委托，故意给守卫指了个错的方向，好让伯特伦能顺利脱身。在他脑子里，自己可不是在撒谎，而是在守护一段伟大的爱情，帮落难王子和心上人远走高飞。他甚至已经脑补出了一场感天动地的浪漫大戏，觉得自己简直是正义的化身。而另一边的弗兰茨竟然真的信了这番鬼话，虽然他也觉得王子偷羊很离谱，但现在手里实在没别的线索，他决定带人去农场碰碰运气，还专门夸奖了身边的埃里克，觉得多亏他带回了情报，才让搜寻工作有了进展。被上司这么一夸，埃里克心里美滋滋的，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走进伯特伦亲手布置的陷阱里。弗兰茨突然察觉到不对劲，刚才那个带路的拉拉怎么会管埃里克叫骑士大人？这身份差的也太远了。被当众拆穿的埃里克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他哪是什么皇家骑士，不过是个跑腿的小官。其他卫兵也围了上来，调侃他是不是为了套话，故意在外面招摇撞骗，吓得埃里克只能拼命道歉。就在这尴尬的时候，远处的广场传来了欢呼声，那个所谓的赶猪大赛竟然真的热热闹闹的开始了，全城的百姓都聚在一起，到处都是震耳欲聋的呐喊。拉拉好不容易挤进人堆，总算找到了失散的安娜。安娜拉着拉拉躲在人群里，确认刚才的行踪没被发现，只要计划顺利，伯特伦绝对追不上他们。就在赶猪大赛准备开始时，拉拉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在赛场中央忙碌的身影。谁能想到平日冷冰冰的他，还隔着老远跟他们打招呼。看着安娜合不拢嘴的样子，拉拉忍不住开始打趣，说她肯定早就动了心，不然怎么会笑得这么甜。安娜赶紧大声反驳，强调两人只是纯粹的雇佣关系，绝对没有什么儿女情长。可这解释听着多少有点心虚，还没等两人争出个结果，比赛开始的哨声就响了。安娜却在这一瞬间突然想起了一件要命的事，她忘了告诉伯特伦那个最关键的情报，要是现在不说，接下来的麻烦可就大了。安娜嘴上说着没关系，身体却比谁都诚实。她冲着赛场大声呼喊，让伯特伦千万别逞强，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拉拉在一旁听得直翻白眼，刚才还说是纯粹的雇佣关系，现在这副担心的模样，骗鬼鬼都不信。还没等两人继续斗嘴，赛场上的气氛瞬间变了，伴随着一阵沉重的蹄声，成群的黑猪像疯了一样朝着人群猛冲过来。这哪是什么趣味比赛，简直就是一场混乱的践踏。参赛的男人们被撞得人仰马翻，惨叫声此起彼伏。安娜在看台上急疯了，到处都是乱窜的黑猪和人影，她根本找不到伯特伦在哪，心里那股不安感越来越强。在一片混乱的赛场上，伯特伦稳稳地走了出来，他两只胳膊各夹着一个，竟然把那些受伤的倒霉蛋全都从猪蹄下救了出来。主持人看得一脸纳闷，问他为什么要费这个劲。伯特伦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在战场上见过的伤亡已经足够多了。这番话虽然跟庆典不大，但实力确实没话说。主持人当众宣布，这场赶猪大赛的冠军就是伯特伦。拉拉兴奋的直拍手，安娜更是两眼放光，她已经在脑子里计划好了，等会儿就把迎来的大肥猪直接拉回去做成烤肉。可当伯特伦走近时，手里却只拎着一只还没巴掌大的小黑猪，正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冲着他们哼哼。安娜整个人都傻了，这就是拼了命赢回来的奖品，这么点大的一坨，别说全村人一起吃大餐了，塞牙缝恐怕都不够。看着伯特伦一脸认真的样子，安娜和拉拉面面相觑，这小家伙到底该怎么处理？总不能真把他当成全村的希望带回去养着吧？伯特伦一脸认真的解释说，原本的大肥猪是全村的奖品，按照当地的传统，得留在现场分给所有居民。他不想破坏大家的兴致，所以他主动放弃了那头大猪，转而带回了这只小猪仔。在他看来，这不仅展现了他的大度，还能给安娜的母亲留下好印象。可安娜心里直打鼓，看着这只除了卖萌一无的小猪，她实在不敢确定母亲卡拉真的会喜欢这种惊喜吗？卡拉会指着伯特伦的鼻子大骂，让他带着这只没用的猪立刻从自己眼前消失，家里可不养这种吃白饭的东西。伯特伦倒是一点没生气，他觉得既然是嫌猪太小，那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只要去抓头更大的回来就行。既然家养的猪不够吃，那他就现在上山去徒手抓一头野猪回来。眼看伯特伦真要去抓野猪，安娜吓得赶紧把人拦住。她突然觉得手里的小猪其实看着也挺顺眼的，没必要为了口肉去玩命。为了能让伯特伦留下来，安娜拉着拉拉凑到跟前，指着正蹲在地上斗猪的男人，开启了睁眼说瞎话模式。她说，你看现在的伯特伦带着只小猪缩在角落里，看起来多无助多可怜啊，简直就像个被抛弃的小动物。拉拉看着伯特伦那身腱子肉，还有手臂上密密麻麻的伤疤，整个人都陷入了沉默。这哪里跟可怜沾边了？安娜却越说越起劲，觉得只要保持这个造型，就算是挑剔的母亲卡拉，肯定也狠不下心赶他走。交代完这些不靠谱的计划，安娜就急匆匆跑去找村长了，留下拉拉一个人在风中凌乱。看着安娜远去的背影，拉拉无奈地叹了口气，自家这个恋爱脑姐姐看来是真的彻底没救了。弗兰茨在村口停下了脚步，眼前这匹高大的黑马看着实在有些眼熟，
他试探着走上前去，想看看马的主人到底在哪。还没等他靠近，这畜生竟然张嘴就咬。弗兰茨疼得倒吸一口凉气，但这熟悉的坏脾气反而让他确定了对方的身份，这就是伯特伦的那匹马，名字叫做莫纳特。弗兰茨一边安抚着马，一边回想起伯特伦曾经说过，这马除了他谁的面子都不给。路过的村民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大声夸赞起来，说这匹马平时性子野得很，连他自己的主人有时候都拿他没办法。弗兰茨顺着话茬打听，问这马的主人现在何处。村民随手往村里一指，说那人就在村子里面，这会儿估计正忙着呢。村长这一觉睡得可真沉，醒来时头疼得厉害，还以为是庆典上喝多了，结果一睁眼，安娜竟然就在身边，连回村的马车都备好了。可村长定睛一看，前面赶车的竟然是伯特伦，这下他彻底坐不住了。安娜倒是一脸轻松，谁让村长刚才醉得不省人事，只能拜托伯特伦来帮忙。村长现在满脑子都是冷汗，要是把这男人带回去，卡拉绝对会大发雷霆。可惜现在后悔也晚了，马车已经停在了家门口，而此时的卡拉正一脸阴沉地盯着他们。安娜刚进家门，就小心翼翼地跟母亲打招呼。伯特伦还特意带了礼物，是一头品相极好的小黑猪，想借此缓和一下气氛。可卡拉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开门见山地表示伯特伦是个不受欢迎的客人。他甚至当众质问，明明已经把他赶走了，为什么还要厚着脸皮回来？在卡拉眼里，伯特伦之前在店里干的活根本就是毫无价值。安娜在一旁听得心惊胆战，可伯特伦却出奇的冷静。他顺着卡拉的话往下说，既然之前的报酬不算数，那说明自己还没还清债务。卡拉这下直接愣住了，没想到这男人竟然不按套路出牌。伯特伦反而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难怪之前干活觉得那么轻松，原来是还没达到抵债的标准啊。伯特伦这招反客为主，直接把卡拉给整不会了。他不仅没打算走，还主动要求承担更多脏活累活。卡拉还没来得及拒绝，伯特伦就大步流星往里走，甚至还一本正经地请教这头猪该喂点什么。场面瞬间变得乱七八糟，卡拉被吵得头疼，只能没好气的让他先把猪关进地窖里去。安娜一看有戏，赶紧领着伯特伦往后院跑。这下卡拉彻底爆发了，他把满腔怒火都撒向村长，责怪他没能拦住这个男人。村长也是一脸委屈，他觉得自己只是没赶走人，又不是犯了什么大错。可卡拉担心的根本不是这个，他怕伯特伦一旦留下来，就真的要在村子里定居了。村长倒觉得无所谓，反正安娜捡人回来也不是头一回。看着安娜远去的背影，卡拉的神情突然变得很复杂。他自言自语地说，自己终究是年纪大了，有些事恐怕真的拦不住了。看着安娜和伯特伦有说有笑，卡拉心里始终有个疙瘩，他实在不想让来路不明的人再插手他们的生活。村长在一旁看不下去了，他收起平日里那副笑脸，非常严肃地告诉卡拉，伯特伦绝对不是什么坏人。卡拉还以为村长是被收买了，可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整个人都愣住了。村长满脸愧疚地承认，是他没看管好孩子们，差点让他们落入人贩子的手里。要不是伯特伦及时出手，后果简直不敢想象。听到人贩子这3个字，卡拉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看着不远处正忙着给小猪搭窝的伯特伦，眼神里少了几分敌意。安娜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正兴高采烈地向母亲炫耀他们亲手做好的猪圈。面对这个救了女儿的男人，卡拉的心情变得无比复杂。安娜看着刚搭好的猪圈，满脑子都是小猪长大的样子，觉得他以后肯定能长成巨无霸。卡拉却在一旁泼冷水，提醒他城里的伙食和村里可没法比，别抱太大的期望。紧接着卡拉转头看向伯特伦，语气生硬地宣布了一个决定，从现在开始，这头猪的伙食就全权交给他负责了。安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不明摆着是让伯特伦留下来吗？卡拉为了面子还故意补充了几个苛刻的条件，他说伯特伦只能待到杀猪那天，要是小猪受了一丁点就立刻卷铺盖走人，而且绝对不能住在店里，必须去村里的集体宿舍睡。面对这些刁难，伯特伦没有丝毫犹豫，非常干脆地答应了下来。安娜高兴地直接蹦了起来，大喊着妈妈终于同意了。虽然卡拉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看着安娜笑得那么开心，卡拉心里反而更不踏实了。他总觉得伯特伦表现得太积极，反而让人觉得哪里不对劲。夜幕降临，小店里的气氛变得有些微妙。伯特伦换上了围裙，开始像模像样的给客人端菜，可他那副冷峻的长相和这间温馨的小店格格不入，引得食客们交头接耳，大家都在背后小声嘀咕，这个外乡人明明说要走，怎么转头又跑回来打工了？甚至有人直接跑去问卡拉到底是怎么想的。卡拉正烦着呢，直接没好气的对了回去，让他们管好自己的嘴。他还是那套老说辞，说伯特伦只是个临时工，等那头猪养肥了就要滚蛋。伯特伦倒是一声不吭，只是沉默地干着手里的活，仿佛周围的议论都与他无关。直到忙完所有的工作，月亮已经挂在了树梢，卡拉有些不放心，特意跑出来问伯特伦还记不记得去宿舍的路，要不要自己带他过去。伯特伦提着灯火，谢绝了卡拉的客套，独自走进了深夜的寒风里。他走得很稳，皮靴踩在碎石路上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就在他经过一片灌木丛时，身后突然传出一阵响动。安娜猛地跳了出来，想给这个冷冰冰的男人来一个措手不及的恶作剧，可伯特伦连头都没回，甚至连提灯的手都没抖一下。安娜有些泄气地笑了起来，感叹这家伙果然是个木头，根本吓不着他。他原本只是想找个借口再跟伯特伦多聊几句，可看着伯特伦前进的方向，
安娜突然发现了不对劲，去集体宿舍的路在另一边，她现在完全走反了。伯特伦停下脚步，语气平静的让人听不出情绪。他说自己听说村子里有一座荒废了很久的旧建筑，他并不打算去睡觉，而是想趁着夜色去那个没人的地方看个究竟。安娜立刻反应了过来，问他是不是在找那个下毒的人提到过的藏身处。伯特伦点了点头，他觉得如果以后有追兵，那里或许是个不错的避难所。可安娜却有些犹豫，因为村里一直有传闻说那座城堡是被诅咒过的。伯特伦听完却笑了笑，语气里带着一种莫名的冷静。他说诅咒这种东西其实需要耗费巨大的代价，一般人根本下不起这种血本。安娜听出了他话里有话，忍不住追问他是不是因为自己经历过。伯特伦沉默了片刻，终于坦白了那个惊人的真相。他胸口那个可怕的诅咒并不是被敌人暗算的，而是他主动找巫师换来的。他轻轻抚摸着伤痕，说那是当时唯一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尽快结束战争。安娜完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对自己这么狠？但在伯特伦看来，如果当时因为战败而苟活，余生才会真的陷入后悔。安娜看着他坚定的样子，问他难道真的不后悔吗？伯特伦回答得很干脆，他从不后悔当初的选择，而且你甚至已经找到了改变的线索。听完伯特伦的这番话，安娜心里五味杂陈。既然伯特伦想去那个废墟，安娜决定亲自带路。两人一前一后钻进树林，深夜的山路并不好走，安娜走在最前面，尽管累得有些跟不上节奏，但她还是坚持翻过了山坡。伯特伦提着灯跟在后头，一路上沉默地观察着四周。终于在穿过最后一片灌木丛后，安娜指着前方大喊了一声，那就是传说中的城堡。在这荒郊野岭之中，竟然藏着这么一座宏伟的古堡，它像是一个沉睡的巨人，正等待着不速之客的到来。看着眼前阴森的古堡，安娜想起了一些传闻，这里曾是领主的居所，自从领主过世之后，就彻底变成了一片荒地。伯特伦随口问了一句：“难道是因为诅咒吗？”安娜摇了摇头，表示不清楚，但这种地方确实透着古怪。伯特伦却显得非常冷静，他觉得所谓的诅咒，大概是因为领主死因不明才传出来的流言蜚语。毕竟人类在面对未知时，总喜欢用超自然的力量来强行解释那些疑点。这番理性的分析让安娜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两人一边说着一边往里走，伯特伦观察着四周的环境，觉得这里确实是个好地方，就算追兵真的找过来了，恐怕也发现不了这个死角。不过他紧接着又泼了盆冷水，虽然这里足够隐蔽，但绝对没办法常住，毕竟除了要躲避追兵，还得应付这里的毒虫野兽。走进城堡深处的房间，伯特伦发现了一丝违和感，比起外面那些荒废的角落，这里竟然还有点生活气息。他提着灯四处打量，推测不久前肯定有人住过，便随口问起安娜是不是常有流浪汉来这落脚。安娜沉默了片刻，终于说出了藏在心里的秘密。其实就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人受过重伤。面对伯特伦疑惑的追问，安娜缓缓吐出一个名字，那是他的父亲汉斯·伯特。伯特伦显然有些意外，在他的印象里，安娜的父亲应该死于战争。安娜点了点头，承认父亲确实死在战争末期，但真相远比传闻要复杂。他并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了这个地方。在那场悲剧发生之前，父亲总是借着研究农作物的名义，频繁地出入这座古堡。谁也没想到，这位老实巴交的农学者，竟然在这里藏了一个惊天秘密。安娜指着屋里的陈设，说这些都是父亲搬来的。毕竟在那个年代，如果被村民看到他搞这些，肯定会被指责是不务正业。伯特伦有些难以置信，为了这点爱好，竟然要跑这么远的路。安娜的思绪回到了过去，战争末期，父亲被征召入伍，巧合的是他所在的部队刚好就驻扎在村子附近。本以为离家近是件好事，可当父亲从战场回来时，整个人已经彻底垮了。他满头缠着渗血的绷带，整天躲在避难所里，一句话也不肯说。伯特伦本想安慰几句，安娜却露出一抹苦笑。他说，最让家人心寒的，并不是父亲受的那些伤，而是那些死里逃生后变本加厉的非人折磨。带给父亲最大痛苦的，竟然不是凶残的敌人，而是自家的军事指挥官。他们怀疑父亲是间谍，是伪装成难民的逃兵，甚至把他五花大绑起来，逼问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可经历过那种惨烈的战斗，父亲早就被吓破了胆，面对审讯根本给不出回应。眼看问不出什么结果，指挥官竟然做了一个决定，要把这个已经残废的男人重新拖回到最前线去。他说只要回到了战场，死人也能开口说话。安娜声音里透着无尽的懊悔，她总觉得是这座古堡给父亲带来了不幸的诅咒，如果他当初没来过这里，或许能走得更安详一些。看着陷入自责的安娜，伯特伦轻声安慰了一句，在那样的乱世之中，活下来本身就已经很难了。安娜抹了抹眼角，努力挤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她说现在纠结这些也没用，而且听了伯特伦的分析，她也开始相信所谓的诅咒可能只是谣言。既然这里暂时是安全的，安娜决定先打起精神。她打算晚点再带些毯子过来，好让两人能在这里过夜。看着安娜带路走下楼梯，伯特伦在身后沉默了很久，他也想给安娜一个同样灿烂的笑容。他停下脚步，陷入了沉默。这种从未有过的情绪让他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转眼到了第二天清晨，温暖的阳光洒满了院子。安娜和伯特伦正忙着干活，两人一边扫地一边说笑，看起来比平时亲密了许多。可这一幕落在母亲卡拉眼里，却让她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她盯着远处那两个身影，心里总觉得有些不是滋味。安娜确实已经长大了，到了该对男人感兴趣的年纪，可她没法眼睁睁看着女儿就这样整天和伯特伦黏在一起，甚至为了这个来路不明的男人，安娜连她这个亲妈都不怎么理会了。看着两人那副旁若无人的样子，
卡拉心里的不安感越来越重，这种过度的亲近真的会是一个好兆头吗？卡拉越看越觉得不对劲，万一这个来路不明的男人真的看上了自家女儿怎么办？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可能。伯特伦看起来年纪也不小了，总不至于对小姑娘动心思吧？正想着，伯特伦走了过来，说已经打扫完了餐厅门口，问卡拉接下来还有什么活。卡拉并没有急着安排工作，而是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伯特伦，你今年到底多大了？”听到伯特伦说自己才25，卡拉显然有些意外，这家伙竟然比看起来要年轻。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卡拉干脆开始查起了户口，问他这个年纪怎么还不结婚？难道不打算回老家陪父母吗？伯特伦沉默了片刻，才开口说自己的婚事得由叔叔做主，但叔叔目前还没什么打算。卡拉听得一头雾水，这种终身大事难道不该是亲生父亲说了算吗？伯特伦的声音低沉了下去，他说家里人在战争中都走光了，现在只剩下叔叔这个亲人。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压抑。伯特伦见卡拉不再说话，便打算转身离开，可就在他迈步的那一刻，卡拉却突然伸手叫住了他。卡拉突然叫住了伯特伦，抛出了一个让人尴尬的问题。他问伯特伦觉得安娜漂亮吗？还没等对方回答，卡拉就开始自顾自的念叨。他说安内长得不像他们两口子，明明自己和丈夫颜值都很高。伯特伦听得一脸认真，甚至还顺口夸了一句，说卡拉确实长得很漂亮。卡拉气得差点跳起来，大喊着自己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再次盯着伯特伦的眼睛，非要问出个所以然来，到底觉得安娜可不可爱？伯特伦沉默了好半天，最后竟然憋出一句不太确定。他说现在闭上眼睛，脑子里唯一能想到的竟然只有安娜头顶的发旋。卡拉听完简直要当场气晕，这男人的脑回路到底是怎么长的？伯特伦见卡拉反应这么大，还一本正经的提议，要不他现在就去看看安娜，回来再给出一个准确的评价。卡拉赶紧摆手让他打住，为了这么个问题跑一趟，简直是在浪费时间。可当他随口问了一句，你现在是不是非要看一眼安娜？没想到伯特伦竟然点头说是。卡拉彻底被整没脾气了，他直接把抹布甩给伯特伦，让他赶紧去农场干活。再这么聊下去，他怕自己会先背气出病来。伯特伦临走前突然回头说今天会替卡拉保守秘密。卡拉听得一头雾水，完全没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伯特伦一脸认真的解释，要是让安娜知道亲妈嫌她长得不像，那小姑娘肯定会伤心坏了，所以为了卡拉着想，他决定把刚才的对话烂在肚子里。说完他就提着扫帚走远了，留下卡拉一个人在原地凌乱。卡拉这下彻底被气炸了，这家伙把人心里搅得乱七八糟，最后竟然还摆出一副教训人的姿态。尤其是想到伯特伦刚才说脑子里只能想起安娜的发旋，卡拉就觉得这简直是个冷笑话。他对着伯特伦的背影大喊，骂他简直是个无可救药的笨蛋。难道他不知道安娜有多优秀吗？哪怕只是看个发旋，自家女儿也是全天下最可爱的。卡拉正喊得起劲，安娜却提着篮子刚好路过，听着母亲莫名其妙的咆哮，安娜整个人都傻在了原地。她完全搞不明白为什么大清早的大家都在讨论她的发旋。安娜蹲在草地上看着眼前这头小黑猪，她感叹这家伙命真好，每天都能出来散步。毕竟在刚打完仗那会儿，这些猪都被关得死死的，因为那时候到处是尸体，他们甚至会去啃食残骸，直到现在清理干净了，他们才终于重获自由。安娜话锋一转，问起早上的那场闹剧。她好奇伯特伦到底说了什么，能让亲妈卡拉气成那样。伯特伦倒是挺坦诚，直言自己可能搞砸了。安娜听完一脸不可思议，这家伙竟然能看出别人在生气。伯特伦一本正经的解释，观察眉毛和说话语气就能判断一个人的情绪。他现在最担心的是怕卡拉还在为他操心，他想亲口告诉卡拉，现在的他已经非常安全了。伯特伦低着头，语气里满是自卑，他觉得自己的存在本身就会让卡拉感到恐惧，所以他总想证明自己绝对不会伤害任何人。安娜听不下去了，直接冲上去拽住他的衣角。他盯着伯特伦的眼睛，一字一句地告诉他，你根本就不可怕，甚至正相反，你在我眼里其实很弱小。虽然你长得人高马大，但看起来完全没有威胁。伯特伦整个人都愣住了，他从没想过会得到这种评价。安娜越说越激动，让他别再白费力气了，因为越是拼命证明清白，反而越容易让人起疑。看着安娜认真的样子，伯特伦彻底陷入了沉默。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在别人眼中，自己并不是那个可怕的怪物。安娜继续疯狂洗脑，让伯特伦自信一点。他提起之前夸他可爱，那可全都是真心话。伯特伦还是有点犹豫，觉得自己这张脸怎么看都跟无害不沾边。安娜气得直接跺脚，说你要是真的长得凶，我当初哪敢主动找你说话。在安娜的强势逻辑下，伯特伦终于选择了妥协。他像个听话的学生，反复默念自己又弱小又可爱。安娜对此非常满意，觉得这大个子总算开窍了。画面一转回到店里，卡拉正打算叫伯特伦干活，结果推开门一看，屋里竟然空无一人，只有一把拖把靠在桶边，地还没拖完人就没影了。卡拉觉得这事儿挺反常，那头大熊平时最勤快，绝对不是会偷懒的人。正纳闷这家伙逃哪去了，安娜又在后头喊没胡萝卜了，活儿干到一半突然消失，伯特伦到底去哪了？卡拉在店里转了一圈，还是没见到伯特伦的身影。安娜听完也觉得奇怪，那家伙早就去农场了，按理说早该回来了。卡拉这下坐不住了，心里总觉得有点发毛。他顾不上还没准备的午餐，扭头就往农场方向跑。安娜在后头拼命喊，也没能拦住亲妈的脚步。原来卡拉想起一个传闻，说战争时期有支军队在农场地下埋了宝藏，
现在到处都在传这件事，不少小偷都盯上了那里。卡拉越想越觉得后怕，万一伯特伦撞见那些亡命徒，后果简直不敢想象。他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早知道就不该把他赶出去住。要是当初留他在厨房打地铺，也就没这么多破事了。卡拉一边狂奔一边祈祷，那个笨蛋可千万别出事啊！卡拉气喘吁吁地赶到农场，远远就看到围了一大群人，他心里咯噔一下，最担心的是，难道还是发生了？卡拉赶紧冲进人群，拉住熟人迪恩，问个究竟。迪恩指了指不远处的草地，满脸后怕地解释起来，原来刚才有一群狼冲进农场，疯狂袭击这里的羊群，大家为了护住牲口，好几个人都在混战中受了伤。卡拉听得心惊肉跳，正想问问伯特伦的情况，迪恩却突然竖起大拇指，开始疯狂夸赞卡拉家的伙计，说多亏了那个黑发大个子，一个人就解决掉了所有恶狼。更离谱的是，在这么惨烈的战斗中，他身上竟然连个擦伤都没有。卡拉顺着迪恩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伯特伦正扛着狼尸，那副淡定的样子，仿佛只是顺手干了件小事。看着安然无恙的伯特伦，卡拉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迪恩一看到伯特伦过来，就开始扯着嗓子起哄，说伯特伦的管家婆来了。卡拉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伯特伦倒是挺守规矩，一开口就是道歉，说自己耽误了回店里的时间。他甚至还想直接回去干活，问卡拉要不要先处理食材。可就在他抬手的一瞬间，卡拉一眼就瞄到了不对劲，在那堆旧的缝合伤痕旁边，竟然多了几道鲜红的血口子。卡拉一把拽住他的胳膊，气得当场尖叫起来，说你这明明就是受伤了。他转头就开始冲迪恩发火，骂这小子刚才满嘴跑火车，不是说伯特伦一点事没有吗？迪恩被骂得一脸委屈，说他又不是这大个子的爹，哪能看得那么仔细。卡拉现在根本不想听废话，直接让迪恩闭上臭嘴。他拉着伯特伦就往宿舍走，非要带他去拿医药箱包扎。伯特伦还想嘴硬说没事，结果被卡拉一句话顶了回去，少废话，赶紧跟我走。卡拉动作利索地帮伯特伦包扎好了伤口，他一脸严肃地叮嘱，要是伤口恶化了，必须立刻带他去村里看医生。为了保险起见，卡拉直接给他放了假，让他今天留在宿舍休息。可伯特伦这个工作狂，竟然还想坚持去店里帮忙。卡拉听完火气蹭的就上来了，说万一洋葱汁渗进伤口，那滋味绝对够他受的。他让这木头脑袋闭嘴，老老实实听老板娘安排。伯特伦沉默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那他能不能去店里坐坐？卡拉简直要被气笑了，问他到底懂不懂什么叫休息？难道这辈子就没点别的爱好？伯特伦一脸认真的解释，他只是想过去转转，并不是为了去干活。接着他又补了一句，如果非要找个理由的话，那他就说是为了去看安娜。卡拉这下彻底没话说了，这男人说话也太直白了。看着伯特伦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卡拉心里突然有点犯嘀咕，这家伙到底是真单纯，还是在打他女儿的主意？伯特伦突然冷不丁问了一句，是不是因为讨厌他，才一直对他这么凶？卡拉听完直接翻了个白眼，问他为什么要绕弯子说话。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卡拉也干脆无奈地摊了牌。他说自己并不讨厌伯特伦，但他身上有太多不确定性，换谁都没法彻底放心。毕竟大家相处了这么久，甚至连他到底是谁都不知道。伯特伦沉默了片刻，终于报出了自己的家门。他说自己曾是一名军官，来这只是为了还汉斯的债。卡拉听完非但没释怀，反而觉得这事更离谱了。一个前途大好的军官，跑这么远就为了还几颗洋葱，这理由换谁听了都觉得假，肯定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就在卡拉步步紧逼的时候，他脑子里突然闪过安娜的话，自家女儿之前还拼命保证说伯特伦这人既可爱又无害。看着卡拉怀疑的目光，伯特伦似乎也放弃了挣扎，他淡淡的回了一句，以后再也不会试图证明什么。他当着卡拉的面宣布，不管别人怎么说，他都要继续留下来养猪，甚至还要包揽村里大大小小的所有杂活。卡拉听得一头雾水，完全跟不上他的脑回路。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伯特伦突然拔高了音量，他一脸深情的大喊，让卡拉接受最真实的他，甚至还求卡拉一定要爱他。卡拉吓得魂都快飞了，当场扯着嗓子拒绝，说这种事他绝对办不到。伯特伦竟然还不依不饶，说你肯定能行，因为你女儿安娜已经做到了。这话简直像个重磅炸弹，把卡拉气得直跳脚。这臭小子到底给安娜灌了什么迷魂汤？就在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时，安娜正躲在后头揉耳朵，她总觉得背后凉飕飕的，好像有人在编排自己。伯特伦还在那儿纠缠，非要卡拉以后多爱他点。卡拉听得白眼翻上天，直言跟他沟通太费劲，还不如去跟墙头说话。眼看气氛僵到了极点，伯特伦却突然变了脸，他让卡拉先冷静休息，顺便帮他带个话给警卫。原来他刚才搬运狼尸时，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那些野狼的后腿上全都有整齐的切割伤，这根本不是意外，而是有人故意驱赶。看着利落的伤口，绝对是受过训练的士兵。卡拉这下彻底愣住了，村子里怎么会出现士兵？伯特伦推测是有贵族路过，随从为了清理道路，才把狼群全赶进了村子。这事儿可比吵架严重多了，大人物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更大的麻烦。卡拉心里一直打鼓，总觉得贵族进村准没发生过什么好事。话音刚落，村口就传来了动静。安娜正站在路边，看着远处的人影发愣。弗兰茨骑着高头大马，大摇大摆地进了村。
安娜赶紧上前打招呼，问他是不是来找地方吃饭。弗兰茨听完一脸不可思议，似乎没料到这种小破村子竟然还有能吃饭的地方。安娜看他面生得很，便打听起他的来历。弗兰茨勒住缰绳，自报家门，说他是皇家骑士弗兰茨，他这次大老远跑过来，只为了找一个叫伯特伦的人。他甚至还打了个响指，轻佻的管安那叫小姑娘，问他见过一个叫伯特兰的人吗？安娜可不吃这一套，当场纠正说自己已经20了，别总把他当成小孩看。弗兰茨显然没耐心听这些，觉得这种小事根本不重要。可看着安娜认真的样子，他还是勉强道了个歉。安娜见状，故意装出害怕，试探着问那个伯特伦是不是什么危险的通缉犯。这话可把弗兰茨气得够呛，他像是被踩到了尾巴，大声呵斥安娜别胡说八道。旁边的随从赶紧拉住他，生怕他在村里闹出动静。弗兰茨缓了口气，才解释伯特伦绝对不是罪犯。安娜立刻顺杆往上爬，既然不是坏人，那你们找他到底要干嘛？弗兰茨这下被问住了，他冷着脸甩出一句机密。拉拉提醒过安娜，这帮人肯定来头不小。安娜心里早有了主意，她打算先拖住这帮人，绝不能让他们找到伯特伦。她故意装出一脸无知，说从没听过这个名字，接着又换上一副笑脸，热心的邀请他们去吃饭。弗兰茨原本想直接拒绝，说自己没时间在这儿耗。安娜赶紧抛出诱饵，说餐厅是村里消息最灵通的地方，想打听事儿去那儿做准没错。弗兰茨身后的随从们早就累得精疲力竭，一个个在那儿喊渴喊饿。看着手下这副惨样，弗兰茨终于松了口。安娜心里乐开了花，赶紧张罗着去打井水。她一边带路一边盘算，只要把这帮人困在餐厅，伯特伦暂时就是安全的。可弗兰茨临走前的眼神似乎并没那么好糊弄。安娜盯着弗兰茨看心，理智犯嘀咕，可他那副高傲的架势，绝对是老妈最讨厌的类型。这男人长得确实帅，像童话里的忧郁王子。安娜强撑着笑脸，把这帮大爷请进餐厅。弗兰茨连菜单都不看，随口就要了5份便餐。他甚至还补了一句，在这种乡下小地方，也没指望能吃到什么好东西。安娜听得拳头都硬了，真想往他脸上来一拳，可为了大局着想，他只能咬牙忍了下来。没过多久，满满一桌丰盛的饭菜就摆在了这帮骑士面前。随从们看得两眼放光，二话不说就开始风卷残云。弗兰茨正打算开口打听村里客人的情况，餐厅大门突然被撞开，村长风风火火闯了进来。他一边大喊着安娜的名字，一边嚷嚷着自己快饿死了。安娜对村长表现得格外热情，村长显然有点受宠若惊，正琢磨着点个炸洋葱，弗兰茨却突然插话，打断了两人的寒暄。他自报家门，说是来自首都的骑士。村长听完并不买账，反问这种大人物来这穷乡僻壤干什么？弗兰茨再次提起伯特伦，还详细描述了长相。村长故意装傻，问这人是不是逃犯。弗兰茨赶紧否认，并要求村长发现外人一定要立刻上报。谁知村长冷笑一声，当场反问凭什么？弗兰茨直接愣住了，他显然没料到会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村长继续步步紧逼，问提供情报有什么好处。弗兰茨搬出国家大义，说配合骑士是公民义务。村长听完笑得更讽刺了，他说这种骗人的鬼话，自己在打仗的时候早就已经听腻了。弗兰茨被村长的话气笑了，他觉得这村子风气有问题，他板着脸提出要见见这里的村长，好好谈谈思想教育。结果村长眼皮都没抬，淡定地回了一句我就是村长。弗兰茨当场僵在原地。安娜看准时机，端着热腾腾的饭菜，精准地打断了对话。她一口一个村长叫着，把弗兰茨彻底晾在一边。周围的村民也跟着起哄，纷纷找安内点餐。弗兰茨看着这混乱的场面，心里那叫一个憋屈。既然村长这块骨头难啃，他决定换个软柿子捏。可他刚拦住一位大姐，还没来得及开口盘问，安娜就像幽灵一样，再次端着盘子杀了出来。她大声吆喝着上菜，把弗兰茨的问话全给堵了回去。弗兰茨气得大吼大叫，命令手下赶紧干活，别光顾着往嘴里塞东西。安娜却完全不吃这一套，她一边热情的赛吃的，一边拿做生意的规矩，把这帮骑士对得没脾气。弗兰茨看着这帮被饭菜收买的饭桶手下，感觉这辈子的火都要在今天发完了。弗兰茨还在那儿拼命强调自己的身份，结果安娜扯着嗓子大喊谁要吃炸洋葱，直接把他的话全给顶了回去。村长趁着没人注意，悄悄把男人拉到一边，他压低声音叮嘱伯特伦那小伙子不错，咱们得帮他一把。他让男人赶紧去农场给伯特伦通风报信，就说城里来了个贵族，正满大街找他呢。弗兰茨折腾了半天，连个有用的字都没问出来。眼看天色不早，他只能黑着脸带人撤退。可就在他准备出门时，安娜笑眯眯地拦住了路。他说一共是3枚金币，外加40枚银币。弗兰茨当场愣住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哪是开餐厅啊，这分明是在抢钱吧。弗兰茨看着账单，整个人都要炸了。他大声质问安娜，这价格简直离谱，甚至指责安娜一直在上没点的菜。安娜听完这话，立刻换了副面孔，她低着头小声嘟囔，说自己只是按习惯做饭，甚至还捂住脸，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周围的村民见状，纷纷对着弗兰茨指指点点。堂堂皇家骑士竟然在小店吃霸王餐，弗兰茨被看得浑身难受，这下是真的下不来台了。为了保住最后一点面子，他只能咬牙掏钱认栽。安娜收了钱，瞬间变得神采奕奕，她站在门口大声欢送，欢迎下次再来。弗兰茨走到马车边，突然又停下了脚步，他转过头，表情变得异常严肃。他说作为一名顾客，有些话必须得交代清楚。
弗兰茨临走前还不忘摆出一副专家样，他一本正经的建议做饭得注意去腥去味。安娜尴尬的笑了笑，解释说是有特殊情况，可弗兰茨根本不听，他直截了当的表示，就凭这种厨艺，这店迟早的关门大吉。最后还补了一刀说今天的饭真难吃。说完这话，他才心满意足的挥手告别。看着弗兰茨上马的背影，安娜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在心里疯狂吐槽，这男人简直是天底下最差劲的混蛋。弗兰茨刚离开饭馆，心里就越想越不对劲，总觉得这村子里的人都在背着他搞什么阴谋，大家似乎都在刻意回避任何深入的交谈。伯特伦那个混蛋肯定就躲在这个村子里，其他人应该已经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才对。可当他转过街角，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傻眼，本该在搜查的下属们竟然正围在一起喝酒聊天。弗兰茨因沉着脸走过去，这酒喝得挺顺喉啊。几个士兵吓得魂飞魄散，赶紧语无伦次的道歉。弗兰茨根本不想听废话，大声质问其他人在哪，结果放眼望去，场面更是让他火冒三丈。有的下属在跟小孩嬉闹，有的甚至在帮村民找儿子，这简直是荒唐透顶。我是派你们来调查的，不是让你们来扶贫的。弗兰茨对着这群人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怒吼。难道大家都以为来这儿是度假玩耍的吗？这群不争气的家伙到底把任务当成了什么？弗兰茨强忍着怒火询问埃里希到底去了哪。下属小心翼翼的回答说派他去西边打探消息了。可当弗兰茨赶到西边，眼前的画面让他差点气晕。埃里希竟然蹲在水里卖力搓衣服，旁边的拉拉还一脸嫌弃，催他再使点劲儿洗干净。弗兰茨忍无可忍的咆哮：“埃里希，你到底在干什么？”埃里希吓得手忙脚乱，他支支吾吾的解释说自己这是在收集情报。弗兰茨一把揪住他的衣领，这破衣服里能有什么情报？埃里希委屈的快要哭出来，说是马把人家的衣服踩了，他只能留下来赔礼道歉。就在弗兰茨准备发火时，身后的拉拉突然开了口：“既然你们这么忙，洗完这件就赶紧走吧，剩下的活儿他自己能行。”弗兰茨原本满腔怒火，却在听到声音的一瞬间，整个人像是被定住了一样。这声音听起来太耳熟了。弗兰茨大步走上前去，叫住了正要离开的拉拉，他开门见山的确认对方是不是曾给过线索。拉拉显得有些迟疑，完全不记得见过这位大人。弗兰茨却突然换了副面孔，他微微低下头，语气变得极其温柔。虽然两人确实没见过面，但他对这声音印象深刻。接着他话锋一转，没想到声音的主人竟然长得这么可爱。身后的埃里希看呆了，这家伙又开始了。只要是为了打探情报，弗兰茨就会使出这招，用这种轻浮的姿态去迷惑那些无辜的女性。弗兰茨一边眨着眼，一边试图打听伯特伦的事，可拉拉根本不吃这一套，他猛地往后退了一步，让弗兰茨离自己远点。别以为长得帅就能随便对人使眼色。拉拉紧紧抱着衣服，大声指责弗兰茨不怀好意，肯定是想用甜言蜜语把他骗得骨头都不剩。长辈们早就警告过，一定要小心英俊的陌生人。弗兰茨彻底愣在原地，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百试百灵的魅力，竟然在这个村妇面前输得一败涂地。面对拉拉的指责，弗兰茨气得大声反驳，他根本没想过要诱拐谁。既然客套话没用，那就直接进入正题。他这次来村子就是为了抓捕伯特伦。弗兰茨死死盯着拉拉，上次就是这个女人给埃里希提供了线索，说伯特伦会出现在东南边的牧场偷羊。可弗兰茨带人赶过去，那里连个鬼影都没有。他愤怒地质问拉拉，为什么要提供假情报？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拉拉被吓得连连后退，他带着哭腔拼命解释，自己绝对没有撒谎，他只是把听到的传闻原封不动地告诉了骑士。看着拉拉捂着脸大哭，弗兰茨原本强硬的气势瞬间消失了大半。他最受不了女人掉眼泪，只能尴尬地转过头去，小声说了句抱歉，刚才确实是自己太凶了。弗兰茨不想再纠缠下去，立刻招呼埃里希离开。埃里希虽然还有些犹豫，但也只能赶紧跟上。下属骑马跟在后面试探着询问弗兰茨，既然还没找到殿下，现在跟村民起冲突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他还建议让埃里希先把那堆衣服送回去。弗兰茨头也不回的拒绝，他们没时间在这里耗着，必须立刻动身离开。他转头严肃的叮嘱埃里希，一定要看管好莫纳特，那可是国家的至宝，要是弄丢了，埃里希就算赔上性命，恐怕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埃里希只能低声应和。旁边的下属却满脸忧虑，之前在书店的时候，他们强行拿走这件东西，就已经闹得很不愉快了。万一这真是殿下亲手赠予书店的礼物，他们这样不请自拿真的没问题吗？弗兰茨冷哼一声，不管殿下是怎么想的，国宝就是国宝，谁都没有权利私自处置。一想到伯特伦那个混蛋，弗兰茨就气不打一处来。那家伙连莫纳特都能随手送给村民，那另一件国宝芬里尔斗篷现在肯定也处在危险中。如果不能尽快抓到他，谁知道那个疯子还会做出什么荒唐事？伯特伦正挽起袖子，用力拧干手里的斗篷，一旁的卡拉看得心惊肉跳，他忍不住开口提醒，这布料一看就价值不菲，拿来当抹布是不是有点太糟蹋了？伯特伦却回答的理所当然，正因为这东西质量好，拿来擦潮湿的木头简直再合适不过了。他根本不在乎什么名贵，只要干活顺手就行。与此同时，弗兰茨正对着下属下达最后的死命令，只要发现殿下的踪迹，不管用什么手段，哪怕是强行暗道，也必须立刻把人带回来，所有的后果都由他弗兰茨一人承担。骑士们齐声领命，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那位被悬赏搜捕的殿下此时正拿着扫帚在村口悠闲地打扫卫生。路过的村民看到伯特伦，赶紧上前打招呼，
大家都听说他受了伤，劝他还是多休息休息。伯特伦却摆了摆手，表示这点小伤不算什么。他看着聚在一起的村民，好奇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已经到了午饭时间，大家正准备生火做饭，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吃。伯特伦没有立刻答应，他环顾四周，下意识地问了一句：“安娜现在在哪儿？”伯特伦总觉得哪里不对，平时这个点安娜早该来农场送饭了。村民无奈地摊了摊手，今天安娜确实迟到了，大家只能自己动手生火。伯特伦沉默了片刻，他怀疑村里出了事，才导致安娜没法脱身，甚至直接说出了猜测，恐怕是有什么贵族已经悄悄潜入了村子。听到贵族这两个字，村民吓得差点跳起来。伯特伦继续分析，今天突然出现的狼群，很可能就是被贵族的护卫从领地里强行赶出来的。村民们越听越气愤，在他们的记忆里，只要有大人物出现，村里就准没好事发生。伯特伦顺着话头询问，是不是因为战争时期村子被强行征用的缘故？村民叹了口气，那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最让人心寒的是战后的那次战俘交换。当时就在这附近，好几个受伤的士兵竟然莫名其妙的失踪了。那些贵族打着调查的旗号，把整个村子闹得鸡犬不宁。他们像土匪一样张口就要肉要床位，逼着全村人像奴隶一样没日没夜地伺候他们。另一个村民也凑了过来，他说甚至在战争之前就有一个长相俊美的贵族鬼鬼祟祟地溜进过村子。村民们越说越激动，甚至当众放下了狠话，要是再碰上那帮贵族，非要把他们的脑袋全塞进地里当肥料不可。看着大家愤怒的样子，伯特伦站在一旁沉默不语，绝对不能暴露身份，否则这群被激怒的村民第一个要埋的就是他。就在这时，男人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他神色凝重地把伯特伦拉到了一个没人的角落。村里出大事了，有一群身份显赫的人指名道姓要找伯特伦。安娜正拼命在餐厅周旋，想办法帮他拖延时间，但那帮人恐怕很快就会搜到农场这边来。男人建议伯特伦，如果不想被他们抓走，现在最好立刻回屋躲起来。伯特伦冷静地追问了一句：“那群人里面是不是有个长得特别帅的？”男人仔细回想了一下，确实有个金发男人，光靠那张脸就能发大财。可那家伙说话太刻薄，估计就算被卖掉，3天之内也会因为嘴欠被人家给退货回来。听到这个精准的评价，伯特伦心里已经有了数，果然是那个难缠的弗兰茨。弗兰茨正坐在石阶上，整个人显得有些消沉，搜寻工作毫无进展。眼看夕阳已经斜照，身边的下属低声提醒，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弗兰茨无奈地叹了口气，他知道急也没用，只能下令今天先休息，等明天天亮了再继续。就在他准备起身时，村长突然出现在身后，老人家语气里带着惊讶，问他怎么还没离开。弗兰茨转过头去，还没来得及开口解释，村长就一脸担忧地念叨：“这乡下地方一到晚上，到处都是出没的狼群，要是再不赶紧走，恐怕会有生命危险。”弗兰茨顺着台阶走下，既然村长都这么说了，他也就顺水推舟，打算先带人撤出村子。弗兰茨原本打算离开，可眼看天色已晚，他只能硬着头皮打听村里的旅馆在什么地方。村长听完直接愣住了，他像听到了什么笑话。直截聊当地告诉弗兰茨，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哪来的什么正经旅馆？弗兰茨这下彻底没辙了，他赶紧放低了要求，只要有个能遮风挡雨还能安顿马匹的地方就行，甚至还特意强调自己绝对会付够房钱。村长摸了摸胡子，露出一副意味深长的表情，说村里确实有个地方能勉强塞下他们这帮人。镜头一转，弗兰茨竟然又回到了安娜经营的那家餐厅。安娜笑得格外灿烂，她站在门口阴阳怪气，欢迎贵客再次光临。接着还不忘补上一刀，问弗兰茨是不是还没骂够，特意回来接着嫌弃他做的饭菜太难吃，刚才还把话说的那么绝，现在却要留下来过夜。弗兰茨气得咬牙切齿，嘴里甚至传出了咯吱咯吱的响声。他这辈子都没受过这种窝囊气。身后的埃里希和同僚被这动静吓得不轻，赶紧凑到他耳边，小声劝他千万要冷静。弗兰茨虽然心里憋屈，但为了不流落街头，也只能强行忍了下来。安娜倒是挺大方，不仅给他们准备了毛毯，还端来了免费的点心。埃里希赶紧带头道谢，夸赞这服务真是没得说，顺便打听起餐厅的情况。安娜解释说，平时都是和母亲一起打理，只是今天母亲刚好不在，看气氛缓和了不少。安娜顺嘴打听起他们要找的那个人，埃里希无奈地摇摇头，表示现在还没什么线索。安娜在一旁猜测，找了这么久都没动静，那人该不会已经没了吧？弗兰茨立刻言辞拒绝，断定那家伙命硬得很，绝对不可能轻易死掉。安娜在一旁听得真切，原来这帮皇家骑士找的竟然就是伯特伦。可伯特伦到底是什么人，能让这帮人如此大费周章？安娜试探着开口询问：“你们要找的那位大人，难道是个了不起的贵族吗？”安娜故意放低姿态说：“如果对方是贵族，平民可不敢随便招惹。”弗兰茨冷哼一声，直言那家伙根本不是贵族，只是个违约的契约者。他不仅私自离开了王都，还带着没完成的契约，所以骑士团才一路追捕。为了抓到这个硬骨头，上头甚至允许动用武力，只要能活捉就行。弗兰茨还抛出诱饵，说只要能提供线索，整个村子都能得到赏金。安娜听完只是淡淡回应，心里却已经乱成一团。她试探着询问这帮人到底打算在这里待多久。弗兰茨的回答非常干脆，直到抓到伯特伦为止。看安娜一直追问个不停，弗兰茨的疑心瞬间拉满，反问他是不是觉得不自在。安娜赶紧找借口
解释说招待大人物压力太大，自己实在是有些紧张。弗兰茨却根本不买账，反而步步紧逼，怀疑安娜是不是认识伯特伦。安娜被这目光盯得发毛，找个借口就想往厨房躲，可还没等她迈开腿，手腕就被弗兰茨死死扣住。弗兰茨的声音冰冷刺骨，命令安娜立刻说实话。就在安娜不知所措时，门口传来了开门声。卡拉提着灯走了进来，他还没看清屋里的情况，就开始责怪安娜怎么还没把门灯关掉。直到卡拉走近几步，才发现女儿的手腕正被一个陌生男人抓着。卡拉的火气瞬间上来了，质问这个骑士到底想对他女儿做什么。他甚至毫不客气地嘲讽：难道骑士喝了2杯尿就只会欺负弱女子吗？弗兰茨被骂得有些尴尬，赶紧松开手，解释说这只是个误会。他摆出一副绅士模样，郑重地介绍起自己是个哈特公爵家的3子。结果卡拉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冷笑着回怼过去，说既然家族传承了12代，那祖坟的墓碑估计都能盖出一座村子了。弗兰茨在心里暗暗叫苦，这女人的脾气简直比想象中还要火爆。他意识到第一印象恐怕是彻底搞砸了，只能硬着头皮想办法补救。弗兰茨试图缓解误会，客气地询问卡拉的名字，卡拉却根本不吃这一套，让他少在那摆骑士架子，别以为长得帅就能蒙混过关。弗兰茨被对得一脸懵，完全没听懂耍帅到底是什么意思。卡拉懒得跟他废话，直接打发安娜回屋休息，剩下的客人由他来应付。安娜趁机一溜烟跑了。弗兰茨见状还想伸手去拦，质问他到底想躲到哪去，可他的手还没碰到安娜，就被卡拉反手死死扣住。卡拉冷笑着提醒他，既然这么喜欢抓人手腕，那就让他自己也感受一下。弗兰茨被这股力道镇住了，刚才那股傲慢劲瞬间全无，只能低声下气的道歉。他请求卡拉先松开手，刚才的无礼确实是误会。卡拉这才慢悠悠的放人，并报上了自己的大名，他就是这里的店主卡拉。卡拉在餐厅大声吆喝，说为了给骑士们赔罪，特意准备了陈年好酒。趁着母亲拖住那帮人，安娜赶紧提上篮子，悄悄从后门溜了出去。她一路小跑穿过夜色，来到了村子偏僻的角落。安娜轻轻敲响了窗户，压低声音呼唤伯特伦。窗户被缓缓推开，伯特伦那张冷峻的面孔出现在了月光下。安娜甚至还有心思开玩笑，问他这一整天到底都躲到哪去了。伯特伦赶紧解释清楚，是有人建议他先躲起来，好让村民们去应付追兵。安娜点点头。卡拉正陪着那帮骑士喝酒，短时间内他们脱不开身。安娜一边说着，一边晃了晃手里的篮子。她说自己一路跑过来，就是怕伯特伦等太久，万一饿坏了可就不好了。看着伯特伦沉默不语，安娜又试探着问了一句：难道他真的没在等自己吗？伯特伦接过盘子，语气听起来很平静，说自己一直在等这顿饭。安娜有些不好意思，觉得自己的厨艺一般，根本不值得他这么期待。可伯特伦却放下了盘子，直勾勾地盯着安娜，说他等的不仅仅是饭，他其实一直都在等安娜。安娜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试探着又问了一遍，问他是不是等了很久。伯特伦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安娜还是不敢相信，再次确认他等的是不是安娜伯特本人。伯特伦没有丝毫犹豫，再次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他低声呼唤着安娜的名字，声音在狭小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安娜整个人都愣住了，甚至忘了该怎么回应，只能呆呆地看着他。安娜缓缓伸出手，轻轻覆盖在伯特伦的手背上。安娜轻声安慰着伯特伦，让他别太担心那些追兵，毕竟村民们都站在他这边。可伯特伦却陷入了沉默。安娜察觉到了异样，试探着呼唤他的名字，伯特伦却突然转过头去不再看他，只说了一句没什么。安娜以为他在担心未来，便自顾自地分析起来，说追兵如果一直不走，村民们迟早会感到疲惫，到时候大家为了自保，可能会不得不赶走伯特伦，让他去那座诅咒城堡。安娜努力挤出一个微笑，开玩笑说就算真到了那天，他也一定会去给他送饭。伯特伦却突然打断了他，语气变得异常严肃。他直勾勾地盯着安娜，问出了那个最核心的问题：现在的他对于安娜来说到底算是什么身份？安娜被问得措手不及，一时间没明白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伯特伦索性把话挑明了，他只想知道安娜的想法，他担心自己的某些举动在安娜眼里是不是已经有些越界了。伯特伦低声数着安娜为他做过的一切，供他吃住，给他庇护，甚至还想帮他解开诅咒。他起初一直以为这仅仅是因为安娜心软，对他抱有一丝同情，可现在追兵就在门外，安娜却依然选择留下，这早就超出了同情的范畴。伯特伦其实很害怕，怕自己会变得自大，怕有一天会把安娜的付出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看着眼前的女孩，发现安娜对自己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安娜刚想开口解释，伯特伦却突然握紧了她的手，他像是自言自语说，如果这份温暖消失了，自己就像是掉进了寒夜，一定会后悔莫及。安娜听得有些出神，忍不住小声调侃了一句，说他这个不懂感情的人竟然能说出这么诗意的话。伯特伦并没有退缩，反而更加认真地看着他。他说自己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反复思考，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真正触及他的心。安娜沉默了片刻，终于开口回应了伯特伦。他说自己其实也很迷茫，甚至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为什么明明士兵就在门外，他却还是想不顾一切的帮他。安娜坦诚地告诉伯特伦，他其实非常害怕那些手里拿着长剑的士兵，只要看到那些人，他就会想起可怕的战争。可相比于这些恐惧，安娜心里还有一种更让她感到害怕的念头，那就是伯特伦会突然离开。伯特伦猛地抬起头，似乎没料到安娜会这么说。安娜继续轻声解释着，她说自己现在还没弄清楚伯特伦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
但在他彻底想明白之前，他希望伯特伦能留下来，不要就这么一走了之。安娜露出了温柔的笑容，她想再多要一点时间，去真正的了解伯特伦。酒馆里传来一阵哀叹，埃里希一边疯狂灌酒，一边抱怨日子没法过了。弗兰茨在旁边满脸嫌弃，劝他喝多了就赶紧收手。可埃里希根本停不下来，他指着旁边的弗兰茨大喊，说自己的痛苦全是因为他。弗兰茨一脸莫名其妙，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埃里希越说越委屈，直言伺候这位骑士大人简直是天底下最难的差事。弗兰茨在外面到处留情，每次惹出乱子，最后都要埃里希去收场。现在想找弗兰茨都不用打听，只要看街上哪位姑娘是拿着亲手做的饼干，或者哪位姑娘是提着斧头在到处找人，那弗兰茨肯定就在附近。看着埃里希崩溃的样子，弗兰茨竟然还挺委屈，他无奈地表示道歉，毕竟长得帅这种事也不是他自己能控制的。为了让埃里希别再哭了，弗兰茨甚至大方承诺，以后他会努力不那么帅了。这种离谱的安慰让旁边的卡拉彻底无语。埃里希终究还是没撑住，一头栽倒在酒桌上，旁边的弗兰茨也没好到哪去，他摇摇晃晃地挣扎了几下，最后也跟着彻底断片了。看着这两个烂醉如泥的男人，卡拉满脸都是嫌弃，直言这副样子简直没眼看。就在这时，安娜提着灯悄悄回到了酒馆，还没等她站稳，卡拉的火气就直接烧了过来。卡拉大声质问安娜，怎么到现在才舍得回来？明明只是去送个饭，居然在外面耽搁了这么久。安娜被问得措手不及，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毕竟她刚才经历的一切实在没法轻易说出口。听说那个叫伯特伦的男人是为了躲避战争时欠下的债，才一路逃到了这里。关于伯特伦的身份，卡拉越听越觉得不对劲，既然他是公爵的儿子，那位叔叔怎么可能让他像个苦力一样干活？安娜试图替他解释，说伯特伦自己并不在意身份，只想被当作普通人对待。卡拉听完冷笑一声，直言这借口找得太方便了，这男人绝对隐瞒了什么。为了不让家里卷入麻烦，卡拉直接下了最后通牒，让安娜明天一早就去赶人。安娜整个人都愣住了，她没想到母亲会这么绝情，但卡拉的态度非常坚决。现在的村子看似平静，可谁知道村民们什么时候会改变主意？更何况那些骑士整天在村子里晃悠，已经让农户们感到不安，连地里的活儿都耽误了。卡拉语重心长地提醒安娜，那些人可是真正的士兵，手里握着杀人的长剑，就算现在看着挺和气，可谁能保证下一秒他们不会直接拔刀相向？然而此时的另一边，被卡拉视为威胁的骑士们正毫无形象地挤在一起，他们睡得昏天黑地，甚至还发出了阵阵鼾声。卡拉最后交代了一遍，明天去农场送早饭时，一定要亲口告诉伯特伦，让他立刻离开这里。安娜低着头答应了，虽然心里有10000个不舍，但她明白母亲的顾虑。卡拉看着女儿的样子，语气也稍微软了一些，直言伯特伦其实不坏，只是现在的局势太危险。转眼到了第二天清晨，阳光洒进了村庄，卡拉看着满筐的洋葱，怎么会有包不完的洋葱？这种琐碎又烦人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卡拉看着店里那几个被骑士们缠住的伙计，心里别提多火大了。这些当兵的在这儿一坐，连干活的人手都不够了。他转头看向安娜，低声确认她是不是准备去给伯特伦送饭。安娜轻轻点了点头。卡拉谨慎地叮嘱安娜，千万别走后门，因为弗兰茨现在正守在后门口。他再次提醒安娜，昨晚说好的事情不能变，今天必须把话挑明，让伯特伦立刻离开村子。安娜虽然心里万般不愿，但也只能低声答应下来。为了掩护女儿离开，卡拉决定亲自去后门，把弗兰茨的注意力引开。弗兰茨一脸灿烂地迎了上来，他礼貌地向2名妇人打招呼。弗兰茨本想找人打听点事，可他还没来得及开口，路过的村妇们就像见了鬼一样，一边尖叫着有贵族出没，一边头也不回地撒腿就跑。弗兰茨站在原地一脸茫然，他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这时卡拉走了过来，语气生硬地问他为什么不去吃饭，反而一个人在这儿发呆。弗兰茨客气地表示自己待会儿再吃，结果卡拉一听就拉下了脸，质问是不是嫌弃他的手艺。弗兰茨赶紧解释，昨晚喝过酒之后，他就知道卡拉的厨艺惊人，只是现在手头有事要忙。可卡拉根本不吃这一套，冷淡地应了一声就转过头去。弗兰茨心里别提多郁闷了，明明自己一直在夸他，为什么这位夫人还是表现得这么讨厌他？而且不只是卡拉，整个村子的人似乎都对他抱着一种莫名的敌意。弗兰茨开始反思，难道是因为战争时期贵族和村民之间的那些过节，才让他们如此排斥自己？他忍不住开口询问，到底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卡拉斜了他一眼，给出了一个荒唐又现实的答案，就因为你长得太俊了，在这个饱经战乱的村子里，长得好看的贵族往往就意味着灾难的开始。弗兰茨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卡拉却自顾自地讲起了2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那时候有个年轻贵族，为了躲避战乱逃到了村里，他仗着自己长得英俊，到处勾引村里的年轻姑娘，最后在事情败露前逃走了。从那以后，远离长得帅的贵族就成了村里口口相传的教训。弗兰茨听得一脸尴尬，忍不住追问了一句，难道最后没抓到那个人吗？卡拉无奈地摇了摇头，那人跑得无影无踪，唯一的线索就是他的长相，金色的头发，还有一双漂亮的蓝眼睛。卡拉停下脚步直视着他，语气变得异常冰冷，简直就和你长得一模一样。弗兰茨被说得哑口无言，他本以为这只是个巧合，可卡拉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整个人僵在了原地。卡拉盯着他的眼睛问道，所以我想确认一下，
你父亲的名字到底叫什么？弗兰茨的语气瞬间冷了下来，他质问卡拉是否清楚刚才那个关于他父亲的问题到底有多么无理。卡拉却一脸淡然地回答，他当然理解儿子总想维护父亲的名声。弗兰茨厉声喝止了他，他强调自己来到这里后已经尽力保持克制和礼貌，但如果卡拉继续挑衅，他的耐心也是有底线的。作为高高在上的贵族，他对平民的宽容绝不是可以被随意践踏的理由。卡拉看着眼前愤怒的骑士，只是冷冷地回应了一句，他会把这次教训深深地刻在脑子里。就在气氛僵持不下的时候，村长带着一群人走了过来。卡拉语气生硬地询问村长，这时候带人过来干什么？村长还没来得及寒暄，旁边的骑士团成员赶紧打圆场，他们觉得一直待在村里什么都不干实在说不过去，于是主动向村长请缨，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忙的。正好村长提到公用牧场附近有狼群出没，这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骑士竟然决定现在就出发，去帮村民们驱赶恶狼。村长试探着问弗兰茨，要不要也一起去牧场看看？弗兰茨沉默了片刻，最终还是点头答应了。卡拉在一旁觉得挺意外，像他这种怕麻烦的贵族，竟然会主动插手这种琐事。弗兰茨倒是说的冠冕堂皇，哪怕只是去赶几只狼，他身为指挥官，也不能让士兵们擅自行动。临走前，弗兰茨看着卡拉调侃道：“难道你是想让我留下来，单独在这儿陪着你吗？”卡拉看着弗兰茨那副样子，心里却在盘算另一件事：这么多洋葱要包到什么时候？要是能把这家伙留下来，当个包洋葱的苦力就好了。弗兰茨没听清他的嘀咕，卡拉赶紧摆了摆手，心想指望这个懒散的大少爷，还不如指望太阳从西边出来。他催促着弗兰茨赶紧出发，别在这儿碍手碍脚。卡拉对着那一筐洋葱深深地叹了口气，这堆成山的家务活，终究还是得靠他自己一点一点地熬出头了。卡拉看着手里的洋葱，忍不住开始怀念伯特伦。要是那个男人还在，这些活儿恐怕早就干完了。就在他对着洋葱发愁时，门口传来一阵开门声。迪托还没等迪托站稳脚跟，卡拉就像见到了救星，他不由分说的命令迪托赶紧过来帮他剥洋葱。迪托被这突如其来的差事搞得整个人都懵了，他刚想开口抱怨几句，就被卡拉一顿臭骂，少在那儿废话，赶紧给老娘过来干活。迪托只能一边干活一边小心翼翼的打听那些王都来的骑士去哪了。卡拉随口回了一句，他们跟着村长去猎狼了。伯特伦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门后，他推门走了进来，询问卡拉是不是在叫他。卡拉一脸狐疑的反问，是不是迪托那个大嘴巴在外面乱传了什么话？迪托支支吾吾的刚想承认，就被卡拉一把揪住，他气得大骂迪托是个蠢货，竟然敢用谎言把那些找人的骑士引过来。迪托被勒得喘不过气，只能拼命求饶。卡拉却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勒令迪托闭嘴，老老实实坐下剥洋葱。处理完这个惹祸精，卡拉转头看向伯特伦，他直截了当的表示自己有些重要的事情必须现在告诉他。卡拉和伯特伦相对而坐，屋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卡拉率先打破了沉默，他直截了当地提醒伯特伦，那些在村里巡逻的骑士已经成了大家沉重的负担。伯特伦低声应了一句，他心里很清楚，这些麻烦全是因为他而起。卡拉虽然觉得难以启齿，但为了全村人的安危，他必须亲口做这个恶人。他看着伯特伦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们需要你离开这个村子。”卡拉的话虽然说得委婉，但意思已经再明白不过。大家都知道伯特伦不是坏人，可那些追兵实在太危险了。本以为他会犹豫或者辩解，没想到伯特伦答应的异常干脆，他只是平静地回了一句知道了，并感谢这段时间以来的照顾。这反应快得让卡拉有些措手不及。伯特伦最后叮嘱他保重身体，随后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大门。看着那个逐渐远去的背影，卡拉心里五味杂陈。这家伙走得和来的时候一样，总是这么让人猝不及防。躲在门后的迪托探出头来，小声确认那个男人是不是走了。卡拉望着空荡荡的门口，低声回应说他已经离开了。人刚走，卡拉就后悔了。他拍着大腿直呼太疯狂，居然让那孩子空着肚子上路。一想到伯特伦没吃早饭，卡拉这心里就堵得难受，总觉得是自己亏待了他。旁边的迪托忍不住吐槽说，他这爱操心别人的劲头简直和安娜一模一样，不愧是亲母女俩。而此时的伯特伦正独自走在荒野的小路上，他心里其实早有打算，既然那个人已经露面，那能去的地方也就只有一个。他抬头望向远处的城堡，另一边安娜正忙着收衣服，却发现伯特伦的换洗衣服竟然还整整齐齐地挂在绳上。他心里咯噔一下，衣服还在，人却不见了。伯特伦到底去了哪里？安娜急得四处打听，村民随口回了一句，说看见伯特伦跟着迪托走了。此时的迪托正躲在角落，一边切着辛辣的洋葱，一边被熏得眼泪直流。还没等他缓过劲来，安娜就风风火火地冲了过来，那架势简直像要找人拼命。迪托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安娜狠狠撞了个满怀，疼得他当场惨叫出声。他一脸委屈地质问安娜，到底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火？这时卡拉也赶到了现场，安娜刚想开口询问伯特伦的下落，卡拉却一脸平静地打断了他，直截了当地承认是他亲手把伯特伦赶走的。卡拉的态度异常坚决，他说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大家必须回到正常的生活。他催促安娜赶紧回店里，把餐厅重新收拾好，准备营业。安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沉默地跟在母亲身后。餐厅很快就恢复了热闹，安娜像往常一样忙前忙后，机械地招待着每一位客人。直到夕阳染红了半边天，远处突然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弗兰茨带着皇家骑士团再次出现在了村子门口。
卡拉刚想松一口气，就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惊动。卡拉强撑着笑脸迎上去，调侃弗兰茨回来的太晚，还以为他被狼给叼走了。弗兰茨笑着脱下披风，语气里带着一丝玩世不恭，直言要让卡拉失望了。他故意晃了晃受伤的手臂，炫耀般的感叹道：“看来那头狼的牙扣还不够硬。”卡拉没心思跟他继续贫嘴，招呼这群不速之客赶紧坐下，毕竟饭菜早就已经备好了。弗兰茨一进屋就盯上了安娜，看着安娜那副失神的样子，他脸上的笑意变得更加玩味。他旁若无地凑到安娜身边，故意压低了声音叫她的名字。接着他厚着脸皮举起伤臂，装出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他说自己被狼咬伤了手，现在连勺子都拿不稳，非要让安娜亲手喂他吃饭。安娜可不吃这一套，她没好气地回怼了一句：“既然拿不稳勺子，那就干脆端起碗直接喝。”卡拉在一旁赶紧接话，直夸自己的女儿聪明。为了不让弗兰茨继续纠缠，卡拉干脆使出了杀手锏，他把面包和汤全搅在一起，做事要让弗兰茨一口闷了。弗兰茨还没来得及拒绝，就被卡拉粗鲁地堵住了嘴。趁着屋里乱成一团，安娜的心思早已飞到了远方，她在心里默念着伯特伦，猜测他会不会就在那里，在那座被诅咒的城堡里。夜色深沉，安娜提着一盏微弱的油灯，独自来到了阴森的古堡前，四周静得让人心里发毛。安娜在紧闭的大门前停下，安娜提着灯在黑暗中寻找，她试探着呼唤伯特伦的名字，没想到阴影里真的传来了回应。伯特伦缓缓走了出来，看到那张熟悉的脸，安娜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原来他真的躲在这里。安娜赶紧递上手里的篮子，关心地问他有没有吃过饭。伯特伦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说自己已经随便吃了一点。安娜看着眼前的男人，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可伯特伦的神情却依旧冷峻，仿佛藏着什么沉重的心事。安娜并没有察觉到异样，她一边打开篮子一边念叨，她说自己特意带了很多吃的，生怕伯特伦在这里挨饿，让他一定要全部吃光。安娜笑着给伯特伦倒上果酒，伯特伦却有些犹豫，觉得自己反正也喝不醉，给他喝这种好东西简直是浪费。安娜却满不在乎的摆摆手，直言就算尝不出味道，也想让他试试这些好吃的。他还顺便吐槽起昨晚的事，说真正的浪费在那群骑士身上。卡拉为了把那群不速之客灌醉，可是下了不少血本。现在那位尊贵的公爵之子正在着手下在店里呼呼大睡。安娜突然压低了声音，好奇地打听起弗兰茨的身份。她觉得这事儿实在太蹊跷，一个堂堂公爵家的三少爷怎么会大老远跑来找伯特伦？伯特伦沉默了片刻，终于吐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原来弗兰茨曾是他的雇主，两人不仅是儿时玩伴，伯特伦还曾担任过他的保镖。安娜听完直接愣住了，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他，堂堂皇家骑士竟然还需要伯特伦来保护。安娜一边啃着面包，一边在心里暗暗吐槽，觉得弗兰茨空有一副好皮囊，实际上肯定是个草包。伯特伦却替老朋友说了公道话，直言弗兰茨的剑术其实很精湛，只不过那家伙性格太跳脱，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所以公爵才拜托自己去管教他。安娜听完这才恍然大悟，难怪总觉得那人哪里不对劲。她开始向伯特伦大吐苦水，说弗兰茨这人简直奇怪到了极点，他在镇上见个女人就搭讪，整天笑得花枝招展的。最过分的是他竟然还对着卡拉献殷勤，甚至还编出一堆瞎话，非要让安娜喂他吃饭。听到这里，伯特伦的语气瞬间冷了下来，他低声重复了一句，原来还有这种事，看来等下次见面的时候，他得找弗兰茨好好谈谈了。安娜还没意识到气氛的变化，还在一旁乐呵呵的附和。伯特伦的神情变得很认真，他打算明天就去见弗兰茨，毕竟那群全副武装的骑士已经让村里的人感到不安了。安娜听完心里咯噔一下，她反复确认伯特伦是不是认真的。伯特伦点点头，还特意叮嘱安娜让弗兰茨明天一个人过来。安娜还是不放心，担心对方带着剑会有危险，可伯特伦却表现得很淡然，仿佛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安娜突然沉默了，她低声问了一个假设，如果他拒绝传达这个消息，伯特伦又会怎么做？其实他心里真正怕的是，一旦两人见了面，伯特伦就会跟着他们离开，毕竟对方可是公爵之子，绝不可能空着手回去。安娜开始语无伦次地找借口，说家里的债还没还清，连后院的小猪都还没长大。她甚至提议让伯特伦继续躲着，直到那些骑士自己放弃。伯特伦却看穿了他的心思，他解释说，对方既然没走，就说明已经确定他在这里了。弗兰茨可不是那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人。安娜最终还是没能说服他，只能失落地低下了头。伯特伦再次重复了请求，让他明天务必叫来弗兰茨。看着安娜失落的样子，伯特伦突然改了主意，他打算让弗兰茨通融一下，好让自己能在这里多留一段日子。安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急切地追问，那位公爵之子真的会答应吗？伯特伦语气坚定地给出了肯定，既然暂时不用分别，那就趁着这段时间好好相处吧。安娜整个人都亮了起来，先前的阴霾瞬间一扫而空，两人并肩坐在一起，四周的空气都变得温柔了许多。伯特伦突然提起了昨晚的事，他还没忘记安内问过那个问题，关于他在安娜心里到底算是什么样的存在。当时安娜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可现在伯特伦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伯特伦直视着安内的眼睛，语气里带着前所未有的认真，他轻声问道，安娜，你喜欢我吗？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直球，安娜整个人都乱了阵脚，
他下意识地大声反驳，试图掩盖那颗狂跳的心。他开始语无伦次地述着，说伯特伦会帮他剥洋葱，会陪他一起去喂猪，甚至总是不发一言地接手他拎不动的重物。安娜大声强调着自己只是单纯喜欢这些事，可伯特伦却一脸平静，觉得这不过是基本的礼貌。这话彻底点燃了安娜，她气呼呼地质问对方：难道突然问这种问题也算是有礼貌的表现吗？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尴尬。伯特伦低声说了句抱歉，安娜借口家里母亲在等，慌乱的想要逃离现场，还不忘交代正事，说明早会派骑士过来。就在他提着灯准备离开时，伯特伦却突然站起身，坚持要亲自送他回去。深夜的林间小路上，安娜提着灯走在前面，她嘴上一直催促着让伯特伦别再跟着自己，毕竟那些追捕者还没走远，这样并肩走实在太危险。可伯特伦却像座山一样固执地跟在后方，坚持要护送他到村口。看着这个男人沉默的背影，安娜发现自己根本狠不下心。她停下脚步，转过身，语气终于软了下来，为刚才的坏脾气道了歉。她坦诚地告诉伯特伦，自己只是被那个突如其来的关于喜欢的问题吓到了。伯特伦也低声回应，责怪自己考虑的不够周全。就在这静谧的月色下，安娜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她直视着伯特伦的眼睛，提出了一个请求，请再等一等他，等他彻底理清自己的心意，等他能坦然说出那个答案。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希望他能一直留在原地。听到安娜那个自私的请求，伯特伦没有任何犹豫，低声承诺会如他所愿。安娜终于露出了笑容，轻声向他道谢。安娜在心里默默想着，其实自己的心意已经很明显了，只是现在的她还不够勇敢。她只希望等到那天，当她终于能敞开心扉时，伯特伦依然还在她的视线里。可还没等这份感性延续下去，伯特伦却突然冒出一句：如果安娜小姐能喜欢我，那真的太好了。这句突如其来的真心话，像是一记重锤，直接把安娜给砸懵了。她整个人僵在原地，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就在安娜心乱如麻的时候，脚下的岩石却突然崩塌，伴随着一声惊恐的尖叫，她整个人瞬间跌向深渊。身后的伯特伦目睹了一切，他声嘶力竭地喊着安娜的名字。眼看那盏提灯坠入黑暗，伯特伦没有丝毫犹豫，竟然也跟着纵身一跃。他伸出手拼命想要抓住她，两人的身影一同消失在了悬崖之下。与此同时，安奈的母亲卡拉在家里，总觉得心里一阵阵发慌。他提着灯来到储藏室查看，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原本准备招待客人的食材，竟然莫名其妙少了一大半。安娜还没回来，家里的物资又离奇失踪。这个原本就不太平的夜晚，似乎正滑向失控的边缘。卡拉推开女儿的房门，看到的却是空荡荡的床铺。她瞬间反应过来，安娜肯定是偷偷溜出去给那个伯特伦送吃的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涌上心头，万一安娜真的跟着那个男人彻底离开村子，远走高飞，那该怎么办？就在卡拉犹豫着要不要找巡逻队帮忙时，寂静的深夜里突然传来了急促的钟声。这沉重的声响瞬间打破了村庄的宁静。卡拉推开大门，望向窗外，心里咯噔一下，这钟声意味着出大事了。还没等他回过神来，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夫人。卡拉猛地转过头，发现弗兰茨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他身后。弗兰茨的突然出现，把本就神经紧张的卡拉吓得当场尖叫出声。他拍着胸口抱怨，这人走路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难道堂堂骑士都不睡觉吗？弗兰茨面色冷峻的解释，职业习惯让他对任何异动都会保持绝对的警觉。他指着窗外急促的钟声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卡拉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那是农场遭贼的信号，总有些蠢货相信那里埋着宝藏，隔三差五就带着工具去偷挖。可弗兰茨并没有把这当成笑话，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他猛地转身，对着还在熟睡的手下大声怒喝。所有人立刻起床，他断定这不是普通的毛贼，而是有组织的强盗入侵了村子。弗兰茨一边穿上外套，一边命令埃里希赶紧去备马。卡拉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他不明白这些首都来的大人物为什么会对这种小事如此上心。弗兰茨头也不回地反问，保护村民难道还要分村子大小吗？骑士团全员出动，直奔事发的农场而去。弗兰茨临走前丢下一番话，他说骑士的职责就是守护皇室和百姓，无论村庄是大是小，他们都是所有人最坚实的盾牌，哪怕之前发生过不愉快，在危险面前也得往后排。这时埃里希已经备好了马，在门口大声复命。弗兰茨确认全员清醒后，没有片刻耽搁，带着人马直接冲进了夜色。看着这群人雷厉风行的背影，卡拉忍不住小声嘟囔：神气什么呀，不就是个当兵的吗？可看着骑士们远去的尘土，卡拉的心又沉了下去。既然村里的巡逻队现在都忙着跟骑士去抓强盗，那找女儿这件事就只能靠他自己了。卡拉提着灯望着漆黑一片的荒野，安娜到底能跑到哪儿去？远处的警钟声不断回荡，但在寂静的悬崖深处，伯特伦正死死护着怀里的安娜。他第一时间询问安娜有没有受伤，看到安娜只是受了点惊吓，伯特伦这才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在他落地前接住了他。可安娜还没来得及道谢，目光扫到伯特伦的脚踝，瞬间发出了一声惊恐的尖叫。伯特伦的脚踝竟然呈现出一种极其扭曲的角度，这显然是刚才为了接住安娜强行落地导致的重伤。可伯特伦却像个没事人一样，语气平淡地说，好像只是脱臼了。安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种伤光是看着都让人头皮发麻，他难道一点都不觉得疼吗？伯特伦摇了摇头，说自己确实感觉不到疼痛，但他现在必须把骨头接回去。他轻声叮嘱安娜转过头去，因为接下来的画面实在不怎么美观。安娜听话的闭上眼睛，
紧接着耳边就传来一阵令人胆寒的骨痛摩擦声，听着那令人牙酸的动静，安娜还是忍不住担心。可伯特伦却表现得异常轻松，他说只要把骨头复位，最多1-2个小时就能痊愈。安娜听得一头雾水，这完全超出了她的认知，哪有人扭伤能好得这么快？伯特伦没有多解释，反而关切地询问安娜的情况。安娜半开玩笑地回答，除了心快跳出来以外，自己倒是没什么大碍。可随着气氛渐渐安静，刚才那个直球告白又一次浮现在安娜脑海里。伯特伦似乎也察觉到了尴尬，他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话确实有些不合时宜。安娜慌乱的想要制止这个话题，伯特伦指了指动弹不得的脚，又看了看熄灭的灯笼。在这漆黑一片的森林里，他们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坐下来面对彼此。伯特伦语气诚恳的请求，能不能听听他的解释？关于刚才那些冲动的话，安娜虽然有些局促，但还是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伯特伦望着远处的黑暗，一段尘封的往事涌上心头。为了赢得那场残酷的胜利，他曾亲手对自己施加了诅咒，试图彻底抹杀所有的情感。可现在这个诅咒似乎正在失效。伯特伦把外套披在安娜身上，在这难得的宁静中，他缓缓开口提起了往事。他说，在残酷的战场上，读懂情绪其实是种生存本能。为了看穿谁会因为恐惧逃跑，或者谁想在背后捅刀子，他不得不去钻研人心。安娜听得有些入神，忍不住轻声问他：“难道就没学到点美好的情感吗？”伯特伦沉默了片刻，那些温暖的东西对他来说实在太难理解了。战争结束后，更没人会对他展露善意。他曾试着去模仿别人的样子，甚至还观察过弗兰茨，可他很快就发现，像弗兰茨那种浮夸的性格根本不适合当老师。既然在现实中找不到答案，伯特伦开始回想自己的父母。他记得父母对视时的样子，也记得母亲虽然总在责备父亲，最后却总是会笑出声来，那种眼神里的光是他一直无法理解的谜题。而现在他似乎想在安娜身上找到那个失落已久的答案。看着父母相处的记忆，伯特伦曾天真的以为安娜对他的那份温柔就是他一直渴望的爱意。他曾卑微的希望自己的这份猜测没有错，因为他已经付出了全部努力去学习如何像个正常人一样去感知和回应这份情感。可现在他渐渐明白，即便自己真的误会了，那也没关系。安娜对他的善意，还有两人对视时的微笑，或许并不代表他想的那种意义。伯特伦低头看着怀里的安娜，提起了他之前的那个请求。既然安娜让他等一等，等他理清自己的心意，那他愿意一直等下去。安娜有些不敢置信的确认，得到的却是伯特伦最坚定的承诺。安娜的内心却充满了苦涩。骗子，她根本不相信伯特伦会留下。月亮高高地挂在夜空，距离太阳升起大概还有3-4个小时。也许我也该睡一会儿了。他靠在树干上，任由疲惫感将自己淹没。在这片被黑暗笼罩的森林里，两人就这样依偎着陷入了短暂的梦境。天刚蒙蒙亮，安娜从沉睡中醒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发现自己正被抱在怀里。伯特伦正稳步向前走着，察觉到怀里的动静，他低声询问安娜是不是醒了。安娜整个人都懵了，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赶路，明明可以直接叫醒他的。伯特伦语气平静的解释，刚才试过根本叫不醒，而且必须在卡拉醒来前赶回到村子里去，比起在那儿浪费时间，直接抱着走显然要快得多。面对这个无法反驳的理由，安娜一时间竟无话可说。可这样回到村子，真的不会引起更大的麻烦吗？赶路的途中，安娜低声询问伯特伦脚踝的伤好些了没。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却突然提起了噩梦的事。伯特伦显然没反应过来，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问。安娜解释说，睡在野外本就容易做噩梦，更重要的是，她曾见过伯特伦在睡梦中露出过非常恐惧的样子，这件事一直让她挂在心上。安娜赶紧解释，自己并不是故意偷看，只是在伯特伦刚搬来不久时，无意间听到了他的梦话。梦里伯特伦一直在哀求，求对方不要这样做。那种真实的情感流露，让安娜觉得伯特伦在梦里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伯特伦沉默了片刻，语气变得有些沉重。那并不是什么虚构的噩梦，而是过去记忆的重演。那些他拼命想逃离的过去，终究还是在梦里一遍又一遍地纠缠着他。那些最糟糕的经历，总会在梦里反复纠缠。面对安娜的关心，伯特伦只是轻声解释，这就像是旧伤疤在隐隐作痛，虽然难受，但他已经习惯了。沉默片刻后，安娜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她兴致勃勃地提议，想为伯特伦做点什么。既然噩梦能带回痛苦，那美好的味道是不是也能唤醒失去的情感？他询问伯特伦，在失去感情之前，有没有什么最喜欢的食物？伯特伦努力回想着，记忆却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他觉得没必要这么麻烦，毕竟现在的他早就没有了所谓的喜好。但安娜却不肯放弃，如果这真的毫无意义，他根本就不会提出来。这或许就是让他发生改变的关键线索。只要有一丝希望，他都想去试一试。安娜继续耐心地劝说，既然过去的负面情绪至今还能对他产生影响，那曾经那些美好的味道或许也能带来积极的刺激。听完这番话，伯特伦竟然破天荒地承认这是一个好主意。他答应安娜会尽快努力回想起来。两人说话间，村庄的轮廓已近在眼前，眼看就要进村了。安娜示意伯特伦停下，送到这里已经足够了，剩下的路他可以自己走。安娜轻声向他道谢，并示意他可以先离开了。可伯特伦站在原地，似乎还有什么话想说。安娜有些疑惑地叫他的名字，他却只是摇了摇头，转身消失在沉色之中。看着伯特伦迟疑的背影，安娜忍不住开口询问，是不是还有话没说完？伯特伦停下脚步，转过身轻声说道，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昨晚
是他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没有做梦。安娜愣在了原地，她立刻意识到，这说明伯特伦的情况正在发生好转。可还没等她表达喜悦，伯特伦却突然变了脸色。他急促地催促安娜让她赶紧回家。紧接着，远处传来一声愤怒的呼喊。安娜猛地回过头，发现母亲卡拉正提着灯，满脸怒气地站在不远处。卡拉大声质问安娜：大半夜偷偷溜出去，到底是在干什么？面对母亲的怒火，安娜试图解释清楚，可卡拉根本不听，直接命令她闭嘴站好。卡拉转头看向伯特伦，质问他为什么还没离开？当初明明答应的好好的，现在看来全是谎言。卡拉认定伯特伦是故意让他放松警惕，好趁机纠缠自己的女儿。安娜急得大声反驳，却被卡拉严厉的呵斥。为了找失踪的女儿，卡拉整整找了一个晚上。现在的她已经彻底失控。就在气氛僵持不下时，一直沉默的伯特伦突然挡在了安娜身前。他向卡拉郑重道歉，承认这一切都是他的错。他试图承担所有责任，好让安娜免受责罚。可卡拉并不领情，反而让他立刻滚远点。这是他们自家的私事，轮不到一个外人来插手。卡拉的愤怒已经到了顶点，他指着伯特伦的鼻子，再次发出最后的通牒，让他立刻从眼前消失。见伯特伦依然没有动作，卡拉猛地冲上前去，死死拽住他的衣领，拼命将他向后推搡。就在三人僵持不下时，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弗兰茨猛地勒住缰绳，他顺势拔出腰间的长剑，剑尖直指前方的卡拉。弗兰茨的声音冰冷刺骨，他质问眼前的女人到底想对谁动手。伯特伦一把握住长剑，他猛地伸出手，死死扣住了弗兰茨的衣领，将弗兰茨重重地砸在地上。沉闷的撞击声响起，弗兰茨痛苦地蜷缩着，连手中的长剑也脱手而出。一旁的安娜和卡拉被这突如其来的反击吓得僵在了原地。伯特伦并没有就此罢手，他迈着沉重的步子，一步步逼近挣扎的弗兰茨。伯特伦猛地蹲下身，单手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被死死掐住脖子的弗兰茨只能发出痛苦的咳嗽声。远处的卫兵见状，急忙大声呼喊他的名字。男人正准备拔剑冲上去，却被一旁的伙伴拦住。竟然真的是他！此时第一缕阳光洒下，伯特伦抬头看了看天色，语气平静的让人害怕。太阳升起了，有什么话等吃完早饭再说。随后他凑到弗兰茨耳边，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命令他在这之前不许开口。清晨的阳光洒进屋内，气氛却压抑得让人窒息。埃里希看着躺在长椅上正往额头敷湿毛巾的弗兰茨，忍不住小声嘀咕起来：明明伤的是脖子，为什么要敷额头？旁边的守卫冷笑一声，直言这位长官是在装样子，否则再乱动弹，恐怕又要挨一顿毒打。弗兰茨听得心烦意乱，咬牙切齿的让他们闭嘴。另一边，卡拉正冷脸盯着伯特伦，甚至不准安娜开口说话。伯特伦却显得异常从容，他当众郑重发誓，自己和安娜之间绝对没有发生任何出格的事。卡拉听完冷哼一声，反问他到底懂不懂什么才叫真正的出格。伯特伦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半开玩笑的回应，如果自己真的举例说明，恐怕又要挨卡拉一记耳光。这番话彻底点燃了火药桶。卡拉猛地拍案而起，指着不远处昏迷的弗兰茨，你把贵族少爷的脖子都快要给掐断了，自己竟然还能坐在这若无其事的谈笑风生。面对这致命的质问，伯特伦陷入了沉默。卡拉步步紧逼，是要让他给出一个交代，你到底是什么身份？伯特伦沉默了片刻，在众人的注视下，他缓缓给出了一个让全场瞬间石化的答案。他说自己其实是弗兰茨少爷的随从。这话一出口，连躺在地上半死不活的弗兰茨都惊得瞪大了眼睛。卡拉根本不信这套说辞，哪有侍从敢把主人直接往死里摔的？伯特伦却面不改色，说这全是公爵的意思，为了管教不听话的三儿子，才特意安排他这个同龄人，随时纠正少爷的错误行为。卡拉听得直皱眉头，就算要管教，也没见过直接动拳头的。伯特伦语气依旧平静，说公爵起初也这么想，可弗兰茨实在太荒唐了。14岁那年，他就在宴会上向大自己5岁的女士求婚，甚至当场决斗赢了人家的未婚夫。结果赢完又觉得没意思，竟然当众把婚给退了。这些陈年丑事被当众揭开，弗兰茨气得当场暴跳如雷。他大声质问伯特伦，为什么要在这里扯这些没用的童年往事？伯特伦却只是竖起手指，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他冷冷地盯着弗兰茨，示意少爷先闭嘴。伯特伦继续抛出重磅炸弹，他说公爵当年亲口许诺，只要不把人弄死，随他怎么管叫弗兰茨。即便如此，他们曾经也是很好的朋友。伯特伦转头看向弗兰茨，问少爷是不是这么回事？弗兰茨整个人僵在原地，沉默了半晌，才咬着牙挤出一个是字。他当众承认伯特伦说的全是实话。伯特伦顺势叹了口气，说自己战后为了还债才不得不离开3年，没想到一回来就看到少爷被照顾得这么好，他甚至有些感慨，看来这世上只有弗兰茨还在担心他，也只有他能纠正少爷那扭曲的性格。卡拉在一旁听得直冒火，既然是这么忠心的侍从，怎么能消失3年音讯全无？伯特伦根本没理会质疑，反而盯着弗兰茨感叹，说少爷都23岁了，本以为能学会独立承担责任。弗兰茨气的反驳，大声纠正自己已经26了。伯特伦却只是冷冷一笑，他说这根本不重要，因为在伯特伦眼里，弗兰茨现在的水平和14岁时没有任何区别。卡拉不想再纠缠下去，提议先吃早餐结束这场闹剧。他吩咐安娜去厨房准备。安娜乖巧地转身离开，可伯特伦竟然也迈开腿，自然而然地跟在安娜身后。卡拉立刻叫住了他，质问他到底想跟到哪去。伯特伦一本正经地回答，说自己要去帮安娜小姐
包今天营业要用的洋葱。这话听得旁边的埃里希整个人都彻底傻了眼，堂堂公爵家的侍从居然要去包洋葱。埃里希赶紧小声提议，这种粗活还是让他们来干。卡拉却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把伯特伦带到了2楼。房门一关，卡拉开门见山地问他：“你其实也是个贵族吧？”他警告伯特伦别再撒谎，因为就算弗兰茨在混账，也没有哪个贵族父母会允许平民随便殴打自己的孩子，更何况刚才那些士兵的反应早就已经出卖了一切。伯特伦沉默了片刻，终于点头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卡拉冷笑一声，认定他之前说的管教和授权全都是编出来的鬼话。伯特伦却摇了摇头，他说身份虽然是假的，但弗兰茨14岁时干的那些恶行可全都是真的。卡拉死死盯着伯特伦，想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来头。伯特伦语气平静，说自己只是个退伍老兵，隐瞒身份只是为了偿还一笔私人债务。卡拉冷哼一声，他虽然是个乡下女人，但也知道公爵的地位有多高。公爵的儿子大老远跑来，难道真的只是为了找朋友？伯特伦却道出了贵族的残酷。他说在那种家庭里，3儿子不过是多余的行李，只要上面的哥哥们不死，弗兰茨这种人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卡拉听得直摇头，难怪这群人长得挺俊，性格却一个比一个扭曲。他顺口打听起伯特伦的家世，伯特伦坦言自己唯一的亲人就是叔叔，他身上没有任何爵位，甚至可以用性命担保。卡拉并不想要他的命，他只想让这群麻烦人物吃完早餐就赶紧滚出村子。可伯特伦却给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回答，他直接拒绝了卡拉。他说自己不仅现在不走，还要在这里再多待上几天。伯特伦反问为什么要走，卡拉觉得这简直是废话。他说伯特伦救了安娜，还帮村子猎杀了恶狼，不管欠了什么债，现在也早就该还清了。卡拉甚至顾不上礼仪，直接逼问伯特伦是不是对他女儿安娜存了什么不该有的心思。伯特伦沉默了片刻，他说自己并不懂所谓的欲望或者爱慕，但他确实想和安娜再多相处一段时间。这话彻底激怒了卡拉，他绝不允许一个贵族在玩弄完感情后拍屁股走人。卡拉指着大门怒吼，让伯特伦立刻滚出村子。他认为贵族就该消失在他们那华丽的王都，而不是在这里寻求什么虚伪的内心平静。伯特伦突然伸出手，死死按住了卡拉的肩膀。他压低声音提醒卡拉，最好现在就冷静下来，如果再这么大声嚷嚷，那个还没走远的弗兰茨恐怕马上就要冲进来一探究竟了。伯特伦放低了声音，问卡拉到底在害怕什么？难道是战争时期那些贵族留下的阴影，直到现在还在折磨着他？卡拉没有正面回答，反而神色复杂的看向他。他只想确认一件事，安娜对伯特伦来说是不是真的很重要？伯特伦没有丝毫犹豫，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卡拉听完自嘲的笑了，他曾无数次想过要把女儿嫁给第一个真心说出这句话的男人，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男人偏偏是伯特伦。这种感觉让他既宽慰又觉得糟糕透顶。卡拉深吸了一口气，让伯特伦接下来的话每一个字都要听仔细。他准备揭开一段藏了20多年的耻辱往事。卡拉最后给出了一个残酷的2选1，如果伯特伦听完故事依然觉得安娜很重要，那他要么立刻滚出村子，永远都不要再回来，要么就彻底抛弃身份，一辈子留在这里陪着安娜慢慢变老。卡拉希望伯特伦能选择第一个选项，拿上钱立刻消失。他要求伯特伦做决定后必须亲口告诉安娜。伯特伦没有退缩，当场立下了誓言。卡拉终于松了口，开始讲述那段被尘封了20年的耻辱。在那个时候，村里人的生活一眼就能望到头，20岁前找个同村人结婚生下孩子，再看着孩子重复同样的人生，最后在60岁左右在熟人的环绕中死去。卡拉从未想过要拒绝这种平凡的未来。那一年他才16岁，正当他沉浸在这种理所应当的平静中时，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声急促的呼唤。卡拉回过头，叫住卡拉的男人是同村的汉斯·伯特。他在田里除草时一眼就瞄到了卡拉。16岁那年，卡拉就开始和他谈婚论嫁。虽然这个男人性格里总透着古怪，但卡拉觉得和他凑合过一辈子似乎也没什么不好的。他本以为自己会顺理成章地嫁给这个同乡，直到那个英俊的闯入者出现在他父母开的餐厅里。他毫不吝啬地赞美卡拉，说在这种偏僻的小村庄竟然能见到如此美丽的女性。那个男人有着耀眼的金发和深邃的蓝眼，他自称是躲避家族纠纷才逃到这里的贵族。当时的卡拉并没有生出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只当这个贵族是生命里一段短暂的插曲，就像一阵风吹过也就散了。可他哪里能想到，这个被他当成过客的男人竟然会成为他往后20年噩梦的源头。原本一切都该按部就班的进行，直到那个贵族突然问了卡拉一个问题，他想知道卡拉是否真的爱那个未婚夫。卡拉试图用笑声掩盖内心的慌乱，他觉得这种问题实在是太让人难为情。可男人却一脸认真，他说自己和那个平庸的未婚夫完全不同，因为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卡拉。这种从未听过的甜言蜜语瞬间击穿了这个16岁少女的防线。在那一刻，卡拉以为自己遇到了童话里的真命天子，可现实的耳光从来都不会迟到。第二天一早，村子里就炸开了锅。那个满口爱意的贵族昨晚勾搭磨坊主的女儿，被当场抓个正着，还没等天亮，他就已经灰溜溜的逃跑了。更讽刺的是，这个所谓的贵族在村里至少勾引了20个像卡拉这样的姑娘。那些曾经动听的誓言，转眼就成了全村人茶余饭后的笑柄。卡拉这才意识到，他视若珍宝的初恋，在对方眼里不过是一场随手撒网的狩猎游戏。
那个骗子消失了，可他留下的痕迹却在卡拉体内生了根。当发现身体不再如期出现变化时，卡拉知道他的人生彻底毁了。在结婚前夕，他哭着向未婚夫汉斯坦白了那个肮脏的真相。他告诉汉斯，自己和那个贵族已经有了不可挽回的过去。本以为会迎来愤怒、羞辱或是退婚，可汉斯只是沉默地将他紧紧搂进怀里。这个憨厚的男人选择接纳了一切，哪怕安娜出生后长着一头和那个骗子一模一样的金发，汉斯依然把她当成亲生女儿来疼爱。他抱着襁褓里的孩子，笑得那么灿烂，还夸赞安娜的头发像秋天丰收的麦田。汉斯用一生的温柔替卡拉遮挡了流言蜚语，可正因如此，卡拉才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种建立在谎言和宽容上的幸福到底有多脆弱。他承认自己是在把过去的阴影强加在女儿身上，但只要能让安娜避开那些致命的诱惑，哪怕被女儿怨恨一辈子，他也绝不会让当年的悲剧在安娜身上重演一遍。卡拉收起了回忆，对着伯特伦下了最后通牒：既然安娜对他这么重要，那就必须在2条路里选一个，要么现在就滚出这里，永远别再回来，要么就彻底留下来，一辈子都别想离开。卡拉本以为这个养尊处优的男人会犹豫，可伯特伦的回答快得让人猝不及防。他说自己决定留下，这干脆利落的态度反而让卡拉乱了阵脚。他叫住准备出门的伯特伦，质问他为什么不仔细想想，这种关乎一辈子的决定怎么能说得这么轻巧？但在伯特伦眼里，只要能守在安娜身边，这个选择题根本就不难。卡拉还是不敢相信，他追问伯特伦是不是已经打算要娶安娜了，伯特伦却给出了一个极其冷静且诚实的回答。他说自己现在还不懂什么是男女之情，更不知道在安娜心里到底有没有他的位置。卡拉步步紧逼，如果2人最后没能在一起，难道他这个贵族真打算在乡下当一辈子农夫吗？伯特伦看着卡拉的眼睛，语气里没有一丝动摇。他可以像所有定居者一样，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活，只要能留下，所谓的贵族身份对他来说根本一文不值。面对卡拉的质疑，伯特伦表现得异常冷静。他坦诚地告诉卡拉，自己确实不太理解所谓的幸福或是痛苦，但这并不代表他是一个没有目标地废人。相反，他非常擅长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优解。这些年来，他一直都在寻找关于自己人生的答案。而那个让他收获最多答案的地方，不是繁华的帝都，也不是高贵的府邸，就在这个看似平凡的小村庄里。伯特伦转过身，背影透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对他来说，这里不再是一个临时的避难所，而是他唯一想要扎根的归宿。卡拉陷入了沉默。这个男人的话听起来实在是太真诚了，真诚到让他感到烦躁，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反驳。尤其是那双过分严肃的眼睛，总让人觉得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发自肺腑的真心话。卡拉甚至开始怀疑，像他这种性格到底是怎么在尔虞我诈的帝都当好一个贵族的。还没等卡拉理清思绪，伯特伦却先一步露出了失望的神色。他低声感叹道：看来卡拉并不打算给他留任何选择的余地，明明已经给出了答案，卡拉却始终不肯接受。难道非要拒绝到让他主动离开为止吗？伯特伦捂住胸口，语气里充满了委屈，说到底你就是想把我这个可怜人赶走吧？卡拉这下彻底炸毛了，这家伙绝对是故意的，他就是在装可怜吧？就在2人僵持不下时，远处突然传来安娜崩溃的尖叫声。她愤怒地质问大家到底都在忙些什么？明明屋子里有这么多人，为什么只有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甚至连个帮忙看一眼锅的人都没有？伯特伦正准备转身离开，卡拉却在身后再次叫住了他。他希望伯特伦能把刚才的话听进去，回去之后再好好重新考虑一下，尤其是和那些人讨论，然后再做决定。卡拉严肃地提醒他，既然身为贵族，就该明白自己身上背负的责任，去和大家好好谈谈吧。谈完之后再决定到底要不要继续留在村子里。伯特伦沉默了片刻，最终低声回应了一句：他明白了。伯特伦看着卡拉，语气平静地感叹道：因为那个不负责任的贵族，他这些年一定过得很辛苦。卡拉立刻警觉起来，他甚至不想再提起关于那个男人的任何事，更不希望伯特伦替那个混蛋向他道歉。伯特伦并没有停下，他顺势打听起那个贵族的名字。卡拉只记得对方让他叫他菲尔，全名似乎是菲尔伯特，但现在回想起来，那大概率只是个用来骗人的假名罢了。卡拉有些不耐烦，他警告伯特伦千万别想着把人找回来，他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那个混蛋。伯特伦低声回应，他已经完全明白了，既然卡拉不想再见，那解决问题的办法其实非常简单，只要找到那个男人，然后彻底杀掉就好了。伯特伦带着这股杀意，伯特伦没有理会旁人，他直接叫住了弗兰茨，让他吃完早饭后去后山见一面。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伯特伦就推门而出，他现在有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需要立刻去处理。安娜看着伯特伦离开，显然还没从刚才的混乱中回过神来。后山的树影下，伯特伦已经等候多时，他随口调侃弗兰茨，这顿早饭吃的可真够快。弗兰茨没好气的反驳，被那样火急火燎的叫出来，谁还能有心思吃饭？他盯着眼前的男人，问出了憋在心里的话。这消失的3年里，伯特伦到底在干什么？当初说要去还清债务，结果却从此音讯全无。弗兰茨甚至一度担心他是不是被逼到了绝路，要用性命去抵债。伯特伦却表现得云淡风轻，他不仅否认了欠债的事，
甚至还自嘲起来，说自己的这具尸体可没值钱到能用来抵债。这种不着调的思维方式让弗兰茨感到一阵无力。不过仔细看看伯特伦现在的状态，竟然比3年前还要好。伯特伦理所当然的解释，那是因为现在的住处每天都提供高品质的伙食。弗兰茨忍不住吐槽，这家伙分明就是长胖了。就在这时，弗兰茨发现自己的靴子被一只黑乎乎的小猪蹭脏了。伯特伦却淡定地表示，这是餐厅养的小猪，正好到了散步的时间，所以顺便带它出来走走。弗兰茨彻底凌乱了。难道伯特伦刚才说的那件非常紧迫的重要任务，就是带这只猪出来遛弯吗？堂堂帝国贵族，什么时候竟然沦落到跑来村子里当猪倌了？弗兰茨背对着伯特伦，自顾自地宣布了行程。他打算在下午之前就带着所有人返回帝都。他甚至不想听任何解释，生怕自己会被卷入更麻烦的泥潭里。可伯特伦抱着小猪，语气却异常坚定。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说自己根本不打算回去。弗兰茨简直不敢相信，他怀疑伯特伦是不是被什么奇怪的东西洗脑了。伯特伦却突然盯着他，没头没脑地夸了一句，说弗兰茨长得依然很英俊。这突如其来的称赞让弗兰茨彻底乱了阵脚。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伯特伦又开始打听起弗兰茨父亲的往事。他想知道那位公爵大人年轻时是否因为家庭矛盾曾经在外面流浪过。弗兰茨果断否认了。在他看来，那位伟大的公爵大人这辈子都没离开过帝都，他只会把别人赶出门，绝不可能让自己流落在外。听到这个肯定的回答，伯特伦像是松了一口气，低声自言自语道，既然如此，他就放心了。弗兰茨这才猛然醒悟，话题绕了一大圈，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没解决。他严肃地盯着伯特伦，想确认对方是不是真的打算彻底背弃帝都的生活。伯特伦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冷静地反问道，如果他今天坚持不走，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弗兰茨终于意识到，如果不动用武力，根本没法带走伯特伦。伯特伦却抱着小猪，语气平静地提醒他，真要动起手来，胜负的结果显而易见。这种理所当然的态度让弗兰茨感到一阵火大。他强压下情绪，让伯特伦仔细听好，皇帝陛下之所以如此急切地寻找他，是因为担心他的安危。这其中不仅有亲情，更掺杂了复杂的政治考量。皇帝害怕外界会传言，他为了稳固自己的皇位，已经暗中除掉了身为皇位继承人的侄子。伯特伦觉得这种说法简直是无稽之谈。他不仅命硬得很，而且在他眼中，叔叔一直是个贤明的君主。弗兰茨粗暴地打断了他，现在的重点根本不是传言到底有多荒谬，而是如果弗兰茨这次任务失败，皇帝必然会派出下一波搜查队，那些人可不会像弗兰茨这样顾及旧情。到时候伯特伦在民间的游历，很可能会被那些政敌解读为在暗中招兵买马，甚至会被定性为一场蓄谋已久的谋反。伯特伦听完后，只觉得这种政治联想跨度实在是大得离谱。伯特伦依然觉得叔叔虽然性格胆小，又总是在意别人的看法，但还不至于荒唐到会怀疑自己的亲侄子谋反。弗兰茨终于忍无可忍，他大声提醒伯特伦，这可是整整3年，不是3个月，也不是3个星期。站在皇帝的角度，他已经拿出了最大限度的耐心。伯特伦低头看着怀里的猪，一时间陷入了沉默。弗兰茨试图给出折中方案，只要伯特伦肯回帝都去见皇帝一面，之后如果还想回来，他绝不会再阻拦。这不仅是为了伯特伦，也是为了弗兰茨身为骑士最后的尊严。可伯特伦还是拒绝了，因为他已经答应了卡拉。弗兰茨反复确认，伯特伦是不是真的和卡拉达成了某种约定。见伯特伦沉默不语，弗兰茨又换了副嘴脸，他开始恶意揣测伯特伦是不是私下里对安娜做了什么出格的事。伯特伦冷冷地重申自己根本没有感情，弗兰茨却不依不饶，觉得有没有感情和做不做那种事是两码事。这番轻浮的话彻底激怒了伯特伦，他直接动手把弗兰茨掀翻在地，并警告对方，如果再敢胡言乱语，后果自负。弗兰茨狼狈地坐在地上，终于收起了那副笑脸。他实在想不通，伯特伦为什么要做到这一步？难道那对平凡的母女对他来说真的这么重要吗？弗兰茨盯着伯特伦，语气变得前所未有的认真。他要求伯特伦坦白，关于那个叫安娜的女人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伯特伦很想知道安娜究竟是怎么看他的，而此时的安娜正面临着母亲的审问。卡拉看穿了女儿的局促，让她别再借着倒水来逃避这个话题。卡拉保证自己不会生气，只想听听安娜的心里话。她甚至开始怀疑昨晚2人独处时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安娜急忙撇清关系，她反复强调2人之间清清白白，甚至连吻都没有接过。昨晚他们只是静静地靠在一起，闭着眼睛休息了一会儿。卡拉却不打算放过他，他打趣地追问道，难道在那样的气氛下就没想过主动吻上去吗？安娜被母亲的直白弄得有些不知所措，卡拉笑着摆了摆手，看女儿现在的反应，似乎对伯特伦并没有那种男女间的冲动。安娜低头沉默了许久，她终于缓缓开口，对她而言，伯特伦是一个极其古怪又难以忘怀的人，那种感觉非常奇妙，甚至让她觉得等自己以后老了，一定要把这个男人的故事讲给他的孙辈们听。伯特兰也是贵族不是吗？既然对方是贵族，那么无论他心里在想什么，或者对他有着怎样的评价，其实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安娜试图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沉默，她笑着问母亲中午想吃点什么。既然很久没吃了，不如就做个蛋卷。她甚至兴致勃勃地提议去山上走走，因为现在正是老鹰产卵的季节。弗兰茨完全无法理解伯特伦口中那个所谓需要的人，难道真的就是安娜？
那个平民女人，他甚至直接质问，是不是真的打算要和那个女人结婚？面对这种近乎冒犯的怀疑，伯特伦只是冷淡地回了一句：“现在的情况没法解释得更清楚。”弗兰茨快要被这固执的家伙逼疯了，他开出交换条件，只要伯特伦答应最终会回到施莱森，他就愿意出手相助。可伯特伦却说他已经答应了卡拉，自己绝对不会离开。弗兰茨退而求其次，让他至少留个信物，就像骑士出征前把首饰留给未婚妻，这种浪漫的举动最能打动人心。可伯特伦的回答却让气氛瞬间冷场，他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值钱的东西早就全拿去抵债了，现在身上根本拿不出像样的首饰，唯一能算得上有价值的狼皮斗篷还被弗兰茨当场列为了竞品。伯特伦两手一摊，既然这也不行，那他真的什么都给不了了。弗兰茨看着远处的村庄，语气里少了几分嫌弃，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地方看起来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伯特伦追问了一句，他是真的这么想吗？弗兰茨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里的景色确实不错。这片刻的宁静让原本紧绷的气氛稍微缓和了一些。伯特伦望着远方，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当弗兰茨好奇他到底在看什么时，伯特伦却只是淡淡的回了句没什么。弗兰茨告诉他，如果还有什么顾虑，现在可以尽管开口。伯特伦却摇了摇头，既然弗兰茨已经下定决心要帮忙，对他来说这就已经足够了。弗兰茨看着眼前的这一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回村子的路上，伯特伦突然消失，竟然是钻进了花丛里。他正旁若无人地采摘着那些黄色野花。弗兰茨试探着问他，难道这些花是打算送给安娜的吗？伯特伦回答得理直气壮。这下弗兰茨彻底破防了，他大声呵斥伯特伦，让他赶紧把这些花扔掉。在他看来，伯特伦现在的行为简直就像个10岁的小孩，怎么能把路边的杂草当成礼物送给女性？他命令伯特伦立刻去邻镇买树像样的花。伯特伦却还在犹豫，觉得路程太远，而且他还有话要对安娜说，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路上。弗兰茨根本不听解释，直接让他闭嘴去牵马。看着伯特伦跑远的背影，弗兰茨无奈地扶住额头，那个笨拙的家伙竟然真的因为一句话就跑去准备花束了，这让弗兰茨一时间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如果世界一直太平，伯特伦本可以成为一位非常优秀的国王。他谨慎、远大且善良，可正是因为这份善良，为了能毫无动摇地去承担那些残酷的责任，他亲手抹杀了自己所有的情感。弗兰茨还记得伯特伦被任命为指挥官，走进实验室的那一天，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伯特伦的微笑。在那道金色的光芒里，伯特伦轻声叮嘱他：“弗兰茨，替我守护好施莱森。”从那天起，那个会笑的年轻人就彻底消失在了冰冷的铠甲之后。弗兰茨独自陷入了沉思。伯特伦似乎正在找回曾经那个有温度的自己，但这让他看向安娜时心里多了一层疑虑。如果那个冷酷的家伙会因为这个女人而想起送花，那安娜的身份恐怕并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弗兰茨换上一副笑脸，主动上前套近乎，他夸赞安娜早上的厨艺简直是人间美味。可安娜根本不吃这一套，她直截了当的拆穿，明明之前还在抱怨这里的饭菜闻起来很恶心。弗兰茨尴尬的解释，那只是因为旅途太累。安娜却冷冷的回了一句，那你拿着刀架在我母亲脖子上的时候，难道也是因为太累了吗？这番话让弗兰茨彻底哑口无言。他意识到无论怎么讨好，自己在安娜心里都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安娜下达了逐客令，让他别耽误自己干活。弗兰茨收起了笑脸，语气变得无比郑重。他不仅要为过去道歉，更重要的是关于伯特伦的真相。弗兰茨还在努力替同伴挽尊。他说，如果伯特伦之前说了什么冒犯的话，他愿意代为道歉。安娜听完随口回了一句，伯特伦确实说过自己是个乞丐出身的混蛋。这话让弗兰茨当场愣住，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位高傲的指挥官竟然会这样自黑。安娜见状赶紧解释，其实村里没人真的这么叫他。弗兰茨只能尴尬的打圆场，那家伙虽然心肠不坏，但有时候说话确实不经大脑。寒暄过后，弗兰茨终于问出了他最关心那个问题，在你眼里伯特伦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弗兰茨在心里暗自盘算，他要看清楚这个女人是不是在演戏，是不是想通过攀附贵族来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安娜的回答却让他大跌眼镜。安娜一脸认真地说，他很有用，只要教过一遍的东西，他绝对不会忘记。不管是整理餐厅还是准备食材，他都干得非常出色。弗兰茨彻底无语了，他眼中的帝国英雄，在安娜这里竟然只是个完美的打工人。弗兰茨简直不敢相信，安娜竟然真的把伯特伦当成杂工使唤。安娜却觉得这很正常，她只让伯特伦干些卖力气的粗活。她甚至还开玩笑说，绝不能让那家伙掌勺，否则餐厅非倒闭不可。最让弗兰茨崩溃的是，安娜发现了一个伯特伦的绝活，因为他没有感情，永远都不会流泪，所以他切洋葱的效率简直无人能敌。弗兰茨听得心头火起，他质问安娜，既然知道伯特伦是因为战争的悲剧才丧失了哭泣的能力，为什么还能把这种痛苦当成笑谈？安娜停下了手里的活，平静地看着弗兰茨，她指了指自己的鼻子，问弗兰茨有没有发现这里其实是歪的。在那个混乱的战争年代，为了守住这家餐厅不被那些大兵强行征走，他的鼻梁曾被硬生生地打断过。对安娜来说，战争不是什么宏大的叙事，而是每个人身上都无法愈合的伤疤。安娜平静地告诉弗兰茨，自从鼻梁被打断后，她几乎失去了嗅觉，所以做饭的时候她必须比别人更小心，才能处理好食材的异味。弗兰茨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安娜回忆起刚从避难所回来的日子，那时候的村庄到处都是无人处理的尸体，
政府让他们搬走，可他们根本无处可去。为了重建家园，每个人都得豁出命去干活。安娜主动包揽了最脏最累的清理工作，只因为她闻不到味道，能比别人坚持得更久。她看着弗兰茨一字一句地说道：“这并不代表因为我们受过苦，伯特伦就必须跟着受苦。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有资格去评判伯特伦的痛苦。他们接纳那个男人，并不是因为同情，而是用一种平民特有的方式在生活。”安娜笑着调侃：“这和你们贵族那套虚伪的礼节可不一样。”弗兰茨只能苦笑，问他是不是在嘲讽自己。安娜摇了摇头，作为挣扎求生的平民，这已经是他们能给出的全部温柔了。卡拉直接挡在门口，问弗兰茨是不是在厨房，还有什么事。安娜端着碗走远了，临走还不忘调皮地吐了下舌头。弗兰茨支支吾吾，半天没说出一句整话。卡拉可没耐心等他，直接下了逐客令。他说：“女儿还要工作，请这位大人不要在这里碍事。”弗兰茨还没回过神，脑子里全是刚才那个可怕的画面。卡拉的声音却突然在耳边响起，他问这位大人干嘛一直盯着自己看。弗兰茨被吓了一跳，整个人猛地僵住。卡拉却没打算罢休，语气里全是挑衅。难道是因为没能砍下他的脑袋，所以觉得失望了吗？弗兰茨气得大吼，让他别再说这种可怕的胡话。卡拉被吼得缩了下脖子，嘴里还在小声嘟囔，说他突然这么大声，到底有没有一点道歉的诚意？弗兰茨瞬间哑火了，他避开对方的视线，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这种莫名其妙的愧疚感到底是怎么回事？卡拉看他这副样子，直接给他找了个活。既然真的觉得抱歉，那就去把土豆皮削了。弗兰茨倒是一脸自信，他说只要手里有刀，这种小事不在话下。安娜在旁边听得直摇头，他说削土豆根本就不用刀，得用勺子把皮和牙眼一点点挖掉。弗兰茨拿着勺子还在那强行挽尊，他说在剑客手里勺子也能变成武器。这话一出口，空气瞬间安静了，母女俩像看傻子一样，就这么盯着他看。安娜凑到母亲耳边，小声嘀咕了一句，说这家伙肯定跟伯特伦是朋友，不然说话的语气怎么都这么让人火大。弗兰茨耳朵尖得很，他立马追问到底是在拿谁跟他比。安娜可没打算就这么放过他，她歪着头问弗兰茨到底还打算不打算把这堆土豆给削了。看着弗兰茨那副无从下手的样子，安娜甚至主动提议要不要教教这位大人怎么正确使用勺子。弗兰茨盯着手里的土豆，做了好半天心理建设，最后还是低下了他那高贵的头颅，请安娜务必教教他。安娜顿时笑开了花，直呼这一局是他赢了。可真动起手来，弗兰茨又遇到了麻烦。安娜在一旁不停叮嘱，让他收着点力气。可弗兰茨这一勺子下去，削掉的肉比皮还厚。安娜忍不住吐槽，照他这个削法，家里的猪都要吃得比人还要好了。弗兰茨被说得满头大汗，他一边让安娜闭嘴，一边发狠说，接下来肯定能削好。卡拉就在后面静静地看着这一幕，谁能想到堂堂一个大骑士，竟然会被几个土豆给折磨成这样？谁能想到弗兰茨还真练成了？看着这一筐干干净净的土豆，他得意地举起一长条完整的土豆皮，大笑着宣布这场比赛是他赢了。安娜在旁边直乐，说这算哪门子比赛？这位大人胜负欲也太强了，连一向严厉的卡拉都忍不住夸了他一句。可就在这欢快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紧接着大门被重重推开。弗兰茨和安娜下意识地回头看去，一个高大的身影就这么挡在了门口。伯特伦浑身都被汗水浸透，正扶着门框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安娜试探着喊出了他的名字，伯特伦抬起头，声音沙哑地回应着。伯特伦一进屋，安娜就迎上前问他是不是急着出门了。伯特伦还没来得及细说，反倒先好奇起来，这位弗兰茨少爷怎么会出现在自家厨房？伯特伦在心里冷笑了一声，这家伙到底还要装仆人装到什么时候？明明根本就没人信他。弗兰茨还在那一脸轻松的解释，说大家刚才在教他怎么削土豆，这种新鲜事学起来还挺有意思。伯特伦听完只是冷冷的回了一句，既然这样，现在多学点确实有好处。弗兰茨还没听明白这话到底什么意思，伯特伦已经转过身提醒他别忘了之前答应过要帮忙。接着他低声唤了安娜的名字，安娜下意识的抬头，只见一大束火红的玫瑰花就这么出现在他面前。安娜整个人都懵了，甚至没反应过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伯特伦面无表情的重复，这就是送给他的花。安娜吓得尖叫出声，连卡拉都抱起双臂在一旁冷眼旁观。安娜捧着花小声的追问原因，伯特伦沉默了片刻，给出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理由。他说自己反思了这段时间在村里的生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现在最该表达的就是感激之情，所以这是一束感谢之花。安娜听得目瞪口呆，哪有人送玫瑰是为了表达感谢的？她在心里忍不住暗暗吐槽，这个男人简直就是个大笨蛋。弗兰茨在一旁气得直拍桌子，他觉得伯特伦简直是在胡言乱语，自己费劲跑来帮忙，结果这家伙竟然只憋出个感谢。安娜听完法松了一口气，她在心里暗自庆幸，还好只是感谢，差点就误会了。她抱着花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觉得自己并没做什么，不值得这么重的礼。可伯特伦却看着他，语气变得格外认真。他说安娜做的已经足够多了，从他进村的第一天，安娜就在餐厅门口替他解了围。安娜赶紧摆手说就算自己不插手，他肯定也不会吃亏。伯特伦没理会，继续细数着，是安娜让他每天都能吃饱饭，还给了他一个安稳的住处。安娜听得直脸红，辩解说那只是多添了一把勺子和一条旧毯子而已。但在伯特伦眼里，在他最落魄没法还清债务的时候，是安娜给了他用劳动抵债的机会。这些在外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在伯特伦心里却是他这辈子都还不清的恩情。
安娜笑着回应说，其实有他帮忙，自己也觉得很走运。可伯特伦接下来的话直接让全场安静了。他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安娜曾经夸过他可爱。正在喝水的弗兰茨一口水全喷了出来，安娜被当众点破，只能尴尬地承认确实说过这话，但现在听他提起来，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弗兰茨在一旁咳得惊天动地，伯特伦却完全没受影响，反而郑重地感谢安娜愿意收下这束花。安娜一头雾水，不明白送个花为什么要搞得这么正式。伯特伦垂下眼眸，语气变得低沉。他说当自己决定好该如何面对未来时，就要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一定要亲手送他一束花。安娜还是不解为什么要选花泥。伯特伦直视着他，如果只是为了表达感谢，给钱才是最通用的做法，但他却破天荒地听从了朋友的建议，甚至专门跑了很远，只为了去买这束他能找到的最美的花。这种超越了金钱和普通感谢的行为，分明就是在告诉安娜，他在意的根本不只是那点恩情。卡拉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冲上去揪住伯特伦的头发，狠狠教训他一顿。弗兰茨只能拼命拦着，生怕这场面彻底失控。而此时的伯特伦眼里却只有安娜。他坦白自己知道送花这种行为通常都带着强烈的情感，可他在心里却感到一阵迷茫，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没有感情的人，所以现在的举动更像是在笨拙地模仿别人的样子。即便如此，他还是决定要这么做，因为这是他认为必须要完成的仪式。安娜低头看着花，那些娇艳的花朵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并没有在意伯特伦那些古怪的逻辑，反而露出了一抹非常温柔的笑意。伯特伦轻声唤着安娜的名字，安娜抬起头，轻声告诉他，这束花的味道真的很香。她真诚地向伯特伦道谢，甚至觉得这辈子都没想过能收到这么珍贵的礼物。可还没等他从喜悦中缓过神来，伯特伦却突然转过身，语气平静地吐出几个字，他说他要走了。安娜整个人愣在原地，刚才还充满暖意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一旁的卡拉默默注视着这一切，安娜低下头，声音有些颤抖，正准备开口向他道别，可伯特伦却突然上前，一把抓住了他的双臂。他打断了安娜的话，眼神里透着前所未有的坚定。他说这不是永别，他一定会重新回到这里。伯特伦凑得很近，告诉安娜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他不仅承诺会回来，甚至赌上了自己的名誉。坐在一旁的卡拉听得直叹气，他定下了一个期限，最多1个月，请安娜一定要等他。卡拉直接让伯特伦闭嘴，他说如果只是想给安娜留个虚假的希望，那还不如现在就滚。伯特伦并没有退缩，他强调自己绝不是在随口乱说。卡拉冷笑一声，既然话说得这么漂亮，那到底拿什么来证明？伯特伦转过头看向了身后的弗兰茨，他说为了证明誓言，他会把弗兰茨留在这里，在自己回来之前，这位贵族骑士就是留给他们的抵押品。弗兰茨整个人都傻了，他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面对伯特伦离谱的要求，弗兰茨气得当场咆哮，觉得这家伙简直是在胡闹。可伯特伦却异常冷静，提醒弗兰茨曾经承诺过，无论发生什么都会帮忙。弗兰茨简直要抓狂了，帮忙也要有个限度，总不能什么破事都答应。但伯特伦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彻底没了脾气。伯特伦直视着他的眼睛，说这件事只有他能办到，甚至搬出了家族的荣誉，提醒弗兰茨作为大骑士，保护弱小是他的天职。这一套连招下来，弗兰茨只能沉默地听着。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根本就没有拒绝的余地。转头他就把这苦差事交代给了下属，让他们明天一早就护送那位殿下回王都。下属听完直接愣住了，这么危险的护送任务，难道真的打算只让他们2个人去吗？弗兰茨告诉他们，自己打算留在这里，让其他人先回王都。埃里希心里一直惦记着拉拉，自从那天分别之后，他甚至都没机会正经跟那个女孩打个招呼。还没等他想好借口，弗兰茨就直接开了口，说埃里希确实得留下，因为他身边正好缺个助手。一旁的下属听完坐不住了，觉得埃里希这种新人不靠谱，主动请缨想要顶替他。这下可把埃里希急坏了，他扯着嗓子大喊拒绝，甚至当众拍着胸脯保证自己绝对能把活干得漂亮。弗兰茨顺势拍了板，除了埃里希以外，所有人明天一早全部出发。看着埃里希那副样子，弗兰茨忍不住调侃了一句，问他现在是不是心里乐开了花。埃里希还在那儿嘴硬，一边尴尬地笑着，一边拼命解释自己才没有。可他那副局促的模样，早就把心里的那点小秘密给交代得一干二净了。弗兰茨还在拿拉拉开玩笑，说要是那位小姐听到这些，恐怕会对他大失所望。埃里希被戳中了心事，说话都开始变得结巴，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反驳。而此时的安娜正温柔地修剪着花枝，她心里其实一直记挂着伯特伦明天就要离开的事。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安娜却突然提着篮子，急匆匆的想要往外跑。卡拉在身后大声喊住她，问她这大晚上的到底又要去折腾什么。安娜头也不回的解释说，伯特伦他们明天就走了，她得赶紧去隔壁弄点鸡蛋，好给他们煮熟了带在路上。看着安娜消失在门口，卡拉站在原地沉默了很久。科林大神把篮子递了过来，说安娜给的钱实在太多，所以特意在里面多塞了几个。安娜开心地接过篮子，看着这满满一兜鸡蛋，觉得这些分量应该足够伯特伦在路上吃了。可走在回家的路上，她心里却突然有些打鼓。像伯特伦这种王都来的贵族，恐怕早就吃惯了山珍海味，这种普通的鸡蛋在他眼里可能根本不算什么。安娜停下脚步，望向远方，脑子里冒出一个自私的念头，她甚至希望伯特伦是一个被家族冷落的贵族，因为只有这样，即便2人的身份天差地别，他给出的这份关心是不是才有可能真正被他留在心里。
安娜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停下了脚步，她在那片荒草地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安娜大声喊着伯特伦，快步跑到了他身边，好奇他一个人站在这儿到底在盯着什么看。伯特伦指了指脚下，那是一片盛开的黄花。他问安娜这些花是不是什么稀有的品种。安娜忍不住笑了起来，说这些花再普通不过了，只要往山腰上走到处都能看得到。听到这个回答，伯特伦像是松了口气。他看着安娜坦白说，自己原本打算摘一朵亲手送给她的，可惜还没等他动手，就被路过的弗兰茨给当场拦了下来。安娜有些不解地追问，为什么？伯特伦看着她的眼睛，直白地说，因为这朵花长得真的很像安娜。这突如其来的夸奖让安娜瞬间乱了阵脚，她赶忙摆着手解释，自己只是好奇原因而已。伯特伦蹲在花丛边，再次感叹这花确实像他。他觉得弗兰茨说的对，确实不该把花摘下来，因为比起安娜，或许他才是那个更需要这朵花的人。原本暧昧的气氛随着这句话变得沉重起来。安娜站在他身后，看着这个男人的背影，心里那份不舍再也无法藏下去了。他轻声叫住伯特伦，问他是不是真的非要离开这里不可。伯特伦站在花田里，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他说自己必须得走了，除了要向叔叔汇报近况，他还有个更重要的目标，那就是去施莱森找回自己失去的情感。安娜听得一头雾水。伯特伦接着解释说，当年诅咒他的那个巫师现在就在施莱森，虽然9年前对方曾断言这个诅咒永远无法解除，但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或许事情已经有了转机。安娜再也听不下去了，她大声质问伯特伦，就算解开了诅咒又能怎样？难道他现在真的感觉不到任何情感吗？难道非要为了一个诅咒就必须选择离开吗？面对安娜的步步紧逼，伯特伦陷入了沉默。他坦白自己也给不出答案。安娜明明能感觉得到，他其实很享受两人的相处，可伯特伦却打断了他。他说，正是为了以后能真正的在一起，他才必须去试一试，去亲手打破那个困住他9年的枷锁。伯特伦看着安娜，语气里透着一丝无奈。他说，安娜现在并不是真的懂他的心，而是在费力的推测，如果两人一直这样靠着猜测去维持关系，总有一天会感到疲惫，甚至会让一切彻底崩塌，所以他必须得走了。看着沉默不语的安娜，伯特伦伸出缠着绷带的手，轻轻捏了捏她的脸颊。他说自己比谁都渴望能亲手打破这个诅咒，然后像现在这样能发自内心的陪着安娜一起微笑。他笨拙地扯了扯嘴角，试图做出一个笑的表情。这个小小的动作瞬间击中了安娜的心，她终于不再纠结，而是大声地告诉伯特伦，既然这样，那就快点去解决掉他，然后一定要平平安安地回到他身边。安娜微笑着看向伯特伦，问他是否还记得昨晚两人谈过的话。当时他说自己还没想好伯特伦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让他再等等。但现在安娜给出了条件，如果伯特伦想听到那个答案，就必须得平安回来，这是他给出的承诺，也是必须完成的约定。伯特伦轻声唤着他的名字，两人在花海中紧紧相依，气氛正浓的时候，身后却突然传来一阵清脆的草木破碎声。埃里希一脸尴尬地出现在了不远处，他显然没料到会撞见这么私密的时刻，整个人吓得语无伦次。他一边拼命鞠躬道歉，一边喊着自己只是路过，他甚至连头都不敢抬，大声保证自己什么都没看见。埃里希吓得魂都没了，捂着脸大喊着要回去受罚，可伯特伦却表现得出奇冷静。他说这又不是什么正式场合，没必要搞得这么严重。比起这个，他更想知道埃里希找他干什么。埃里希支支吾吾了半天，才说自己是来学习工作的。原来这全是弗兰茨的主意，因为伯特伦即将离开，弗兰茨就吩咐埃里希过来接手所有的日常事务。伯特伦听完直接沉默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弗兰茨这哪是在安排工作，分明是想把麻烦甩给别人，好让自己躲清静。看来真正该被收拾的人，其实是那个躲在幕后的弗兰茨才对。眼看气氛越来越尴尬，安娜赶紧在一旁打圆场，提议趁着天还没黑先回去。埃里希还在那儿不停地道歉，可伯特伦已经懒得计较了，他带着安娜转身离开，只留下埃里希一个人在风中凌乱。安娜带着两人回到家，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安娜忍不住询问卡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屋里摆满了美酒佳肴，简直像是在准备庆典。卡拉一边忙碌一边解释，这2天店里没什么生意，与其看着食材白白浪费，不如干脆大方一点，请全村的人都来吃顿好的。原本安静的屋子瞬间变成了热闹的酒馆，大家聚在一起举杯欢庆。安娜在一旁小声嘟囔，觉得这顿饭根本没必要，毕竟伯特伦明天就要走了，这哪是什么值得庆祝的事。卡拉听了立刻拉下脸，责备他太不懂事，让他赶紧过来帮忙。此时屋里已经忙开了，大伙儿都在准备食材，连平日里高大的男人们也蹲在火炉旁削着土豆，嘴里还抱怨这活儿太无聊。安娜看向角落里的弗兰茨，发现他正悠闲地修指甲，完全没有要动手的意思。卡拉赶紧示意他别管，毕竟人家可是出了大钱，包下了所有的食材费用。这时克林夫人推门而入，怀里竟然还抱着一只公鸡。她笑着对安娜解释，之前买鸡蛋给的钱太多了，多出来的部分刚好够再送一只鸡过来。卡拉夫人不仅带了公鸡，还把儿子迪托也拽了过来。她说既然是来蹭饭，空着手总觉得不太合适。迪托整个人缩在后面，小声哀求着想回家。卡拉夫人一听就火了，当众数落他太没出息，让他多跟那群骑士学学，好歹长点男子汉的气概。这话刚好被卫兵听到了，他立刻来了兴致，既然卡拉夫人想吃肉，那干脆带上迪托，现在就出城去打猎。卫兵
甚至还大方表示可以让他骑自己的战马。迪托吓得连连摆手，借口说太阳都快落山了。卡拉夫人在后面乐开了花，迪托还在拼命挣扎，大喊着自己根本没答应，可卫兵压根不听，直接把他扛在肩上，还开玩笑说要是打不到猎物，今晚谁也别想吃饭。随着夜幕降临，村里的人陆陆续续赶来，原本安静的屋子彻底被欢笑声填满，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酒香和肉味，大家举杯痛饮，伴着歌声和掌声，尽情享受这难得的狂欢。耳边是嘹亮的歌声，锅里滋滋作响的甜浆散发出诱人的焦香味，大伙儿聚在一起，不知疲倦地谈天说地。这些热闹的声音，此刻在安娜听来却像是遥远的背景音乐。她独自坐在桌边，手里紧紧攥着酒杯，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越过喧嚣的人群，看向了那个安静的角落。伯特伦正背对着大家，独自守在炉火旁，跳动的火光映照着他孤独的身影。到了明天，他就真的要离开了。安娜盯着他的侧影，他曾是那样特别的人，特别到想把他的故事讲给未来的子孙听。可如果他这一走就再也不回来了呢？那自己算什么？一个被爱情冲昏头脑又被轻易抛弃的傻瓜吗？难道要把这段相遇当成耻辱去强行遗忘？桌上的花已经开始枯萎，就像他留下的痕迹，正随着时间慢慢消散。安娜无力地趴在桌边，看着那朵即将凋零的花，即便结局可能并不美好，可此时此刻她还是想再多看他一眼。无论未来会怎样，她都想记住这个男人。清晨的阳光照进了宁静的院子，离别的时刻还是到了。安娜递过去一个包裹，里面只是一枚煮鸡蛋，虽然不是什么贵重东西，但至少能让她在路上垫垫肚子。伯特伦郑重地接过来，轻声向她道谢。安娜努力维持着笑容，叮嘱她一定要保重身体。伯特伦看着眼前的女孩，他知道自己给不了一个确定的归期，所以他不会自私的要求安娜无止境的等下去，但他还是许下了诺言，等这段旅程结束，他一定会回到这里，亲耳听一听安娜最终给出的答案。马蹄声渐渐远去，带走了村子里最后的喧嚣，乡亲们全都赶来送行，大声喊着伯特伦的名字，叮嘱他们一路上要多保重。同行的伙伴倒是兴致很高，一边挥手一边冲迪托嚷嚷，说这段日子过得很开心。安娜站在人群后方，只是静静地挥了挥手，看着那个黑色的背影彻底消失在视线的尽头。热闹过后，阳光依旧洒进屋子，可原本挤满了人的房间，此刻却显得格外空旷。那些吵闹的家伙一走，店里瞬间冷清了不少。卡拉看着空荡荡的餐馆，心里难免有些落寞。埃里希倒是很有眼力见，赶紧凑上来献殷勤，说只要卡拉开口，任何脏活累活他都能干。卡拉斜了他一眼，随手指了指远处的安娜，开玩笑说：“真想帮忙就去取了他。”这突如其来的任务把埃里希吓得够呛。卡拉看着他这副样子，忍不住笑出了声。比起那个冷冰冰的贵族，还是跟这种老实孩子聊天更让人觉得舒心。埃里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虽然很感谢卡拉的看重，但他还是小声坦白，自己的心里其实早就已经有人了。他转过头，目光不自觉地望向了门外那个身影。还没等埃里希把话说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幽灵般的声音。弗兰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贴到了他的耳边，这一嗓子差点没把埃里希吓个半死。他一边拍着胸口，一边抱怨弗兰茨大人总是这么神出鬼没。弗兰茨却一脸无辜，觉得自己只是打了个普通的招呼。旁边的卡拉被这两人逗得哈哈大笑，可这些欢笑声似乎都与安娜无关。他静静地站在原地，任凭周围再怎么热闹，他的目光始终追随着那个方向，那是伯特伦离开的方向。他轻声念着那个名字，仿佛只要声音够轻，就能把那份思念藏进吹向远方的风里。还是不要太想念他了，如果能假装他从未出现过，那么等他回来的那天，这份重逢就会像礼物一样惊喜。要是实在忍不住，就去回想昨晚他在壁炉火光下的侧脸，那时候的他就像被那些他说很像我的花朵紧紧环绕着一样，虽然人已经走远，但那些花依然静静地开在记忆的最深处。埃里希一边搬着重物，一边忍不住向安娜抱怨，他实在是不想回家，家里那三个亲哥哥总把他当成没长大的孩子，可他明明已经是个顶天立地的成年人了。安娜听完有些好奇，难道他选择当骑士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吗？埃里希赶紧纠正道，自己现在还只是个士兵，在他看来，想要成为可靠的男人，就要从这些最辛苦的体力活干起。可他这番豪言壮语还没维持过3秒，后院就传来了卡拉愤怒的咆哮声。那些骑士走的倒是痛快，却把马就丢下一堆烂摊子。看来埃里希想要证明自己的第一步，得先从清理这些臭气熏天的马粪开始了。卡拉的一声令下，又给埃里希派了新活，他只能丢下安娜，急匆匆地跑去搬运盐袋。看着埃里希远去的背影，安娜只能独自面对剩下的那些重物。路过的老人家看她一个小姑娘太辛苦，主动提出要帮把手，安娜却笑着拒绝了。她还记得老人家前阵子送货伤到了腰，这种时候怎么能再让他受累？她本想咬牙坚持一下，实在不行再去叫埃里希，可就在她准备再次发力的时候，一只缠满绷带的手突然从旁边伸了过来。弗兰茨轻而易举地接过了安娜手中的重担，既然他决定帮忙，那安娜就该好好心存感激才对。面对弗兰茨的这种态度，安娜只能勉强挤出一句：“那就算谢谢你了吧。”明明是在帮忙干活，弗兰茨却还要挑剔，让安娜把表情放自然点。安娜站在原地沉默了很久，心里那个压抑已久的疑问，终于还是藏不住了。她突然叫住了正在一旁伸懒腰的弗兰茨，语气变得格外严肃：“你真的是公爵家的儿子吗？毕竟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你就是那位尊贵的少爷。”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质疑，弗兰茨彻底愣在了原地。如果弗兰茨在撒谎，那伯特伦大人的誓言也就成了一个笑话。
面对安娜直白的质疑，弗兰茨表现得异常冷静。他坦言自己身上确实没有任何家徽证明，但他根本不需要证明，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没人敢冒充格哈特家族，那可是皇室的守护者，是权力和荣誉的象征。可安娜接下来的反应却让弗兰茨彻底无语了，他竟然一脸茫然地问：“这个家族真的很有名吗？”弗兰茨简直不敢相信，这可是连小孩都知道最基本的建国常识，这个连常识都不知道的女孩，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在建国的传说中，有2位英雄功不可没，他们分别被封为塞德尔公爵和格哈特公爵。最让人惊叹的是，初代格哈特公爵竟然是一位女性，她凭借卓越的剑术赢得了皇室守护者的称号。听到这里的安娜眼里满是崇拜的光芒，原来女孩子也能当公爵，这简直太酷了！看着安娜这副样子，弗兰茨无奈地叹了口气，他实在不想再解释这些家喻户晓的常识。安娜的情绪低落了下来，他小声地问弗兰茨，自己是不是真的很无知？弗兰茨靠在柱子上，语气依旧冷淡。既然以前不知道也能活得好好的，现在又何必觉得难堪？这种直男式的安慰反而让安娜愣住了。弗兰茨显然没打算就这样放过安娜，他故意提起伯特伦，调侃安娜是因为那个人才觉得没文化很丢脸。安娜立刻大声反驳，强调这跟伯特伦没关系。可弗兰茨却笑得更欢了，他一口咬定安娜绝对是动了心。听到安娜否认，他反而觉得松了口气，因为那种多余的感情只会变成没用的累赘。安娜被对得哑口无言，只能听着弗兰茨发出一阵得意的狂笑。就在弗兰茨还在嘲笑安娜变成了闷葫芦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低沉威严的声音：“欺负我的女儿，真的有那么开心吗？”这下轮到弗兰茨笑不出来了。还没等弗兰茨回过神，卡拉就拎着菜刀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看着他满身的血迹，弗兰茨下意识地问：“这是刚杀完鸡吗？”卡拉根本没心思闲聊，他语气严肃地警告：“不要再戏弄他的女儿。”弗兰茨感到有些意外，他本以为卡拉也反对安娜和那个人接触。卡拉坦诚地表示，虽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但他很清楚那个人和安娜并不般配。可即便如此，他也想让安娜自己做决定，哪怕最后会伤心流泪，也要让女儿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番话让弗兰茨陷入沉默，他看着眼前的母亲，一时间竟无言以对。就在这时，天空突然阴云密布，一场大雨倾盆而下。突如其来的暴雨让屋外乱成了一团，大家都在忙着收衣服躲雨。安娜独自站在廊下，看着眼前的雨幕，陷入了长长的沉默。可弗兰茨那句调侃却像挥之不去的阴影，一直在他耳边回响。他说安娜绝对是喜欢上了那个男人。安娜努力说服自己，那只是弗兰茨在恶作剧，故意想看他出丑而已。这份不知名的情愫绝对不能让任何人发现，至少在伯特伦回来之前，必须把他藏在心底。可如果他真的回来了，自己又该说些什么？安娜疲惫地倒在床上，脑海里乱作一团。这种无法言说的期待，反而成了她最大的烦恼。不知过了多久，安娜猛地惊醒过来，发现自己竟然连衣服都没换，就这么迷迷糊糊地睡到了半夜。要是被妈妈发现，肯定又要挨骂了。还没等她彻底清醒，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这么晚了，会是谁？门外传来了埃里希低沉的声音，她看起来有些狼狈，甚至还在小声抽泣。埃里希递过来一张纸，说是在窗框上发现的，那是拉拉留下的信。安娜心里咯噔一下，拉拉怎么会在这个时候送信过来？她赶忙拆开信封，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拉拉在信里说：“姐姐，是我。”拉拉在信里宣布她要去追求真爱了。这个大胆的姑娘打算离开村子，跟着骑士团一起走。她还理所当然地觉得，同样喜欢伯特伦的安娜一定能理解这种为爱冲锋的勇气。安娜看着信纸，整个人都听傻了，这到底是在胡说什么？一旁的埃里希更是直接崩溃大哭。她一直以为大家都在撮合她跟拉拉，甚至连拉拉的父母都夸过她是个靠谱的人。可现在拉拉竟然为了别的男人跑了。安娜没时间听她抱怨，直接打断了她的哭诉，让她赶紧把这些废话通通留给日记本。现在最要紧的是立刻把人追回来。安娜果断下达命令，让埃里希赶紧去马厩把马牵出来。埃里希推测拉拉应该是搭了别人的马车，只要现在出发，就还有机会追上。安娜立刻点头答应。埃里希先行一步去准备马匹，而安娜则转身走向了另一个房间。此时的弗兰茨正躺在床上熟睡，安娜站在床边，没有半点犹豫，直接抬起手，狠狠地甩了一巴掌，清脆的响声瞬间打破了寂静。弗兰茨捂着脸从梦中惊醒，安娜却一脸淡定。她说自己并不抱歉，但确实有急事需要他帮忙。弗兰茨看着眼前的女人，简直不敢相信，这女人是真的疯了吗？安娜劈头盖脸地对着弗兰茨一通乱吼，说是他带来的士兵拐跑了拉拉，搞出了一场愚蠢的私奔戏码。弗兰茨听得一头雾水，他还没反应过来，以为安娜说的是埃里希。可此时的埃里希正哭得撕心裂肺，那声音在黑夜里显得格外凄惨。安娜根本不想废话，她直接打断了弗兰茨的疑问。现在她要带上埃里希，立刻出发去寻人。临走前，她还不忘给弗兰茨布置任务，要是妈妈问起来，就让他随便编个借口。弗兰茨整个人都傻了，这种离谱的情况到底能编出什么借口？安娜却已经开始认真思考，该用什么样的谎话才能瞒天过海。安娜想出了一个自认为完美的借口，她让弗兰茨告诉妈妈，是由于他想吃甜点，才特意派安娜去邻镇买符合他口味的礼物。弗兰茨听完直接炸了，这种理由听起来简直太傲慢无礼了。安娜却理直气壮地反驳，在村民们的眼里，他这种贵族少爷本来就是会提出这种无理要求的人。弗兰茨气得直抓头发，他堂堂一个贵族，凭什么要为了个村姑把自己搞得像个混蛋？安娜却一脸严肃地帮他分析利弊。现在
大家都在担心会有什么桃色丑闻。要是让人知道拉拉是跟着他的兵跑了，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在伯特伦回来之前，他必须留在这里把这个烂摊子收好。面对安娜的强势逻辑，弗兰茨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他只能黑着脸答应，会用这个离谱的借口帮他瞒住家里人。弗兰茨催促安娜赶紧趁着天还没亮，在他那可怕的母亲醒过来之前赶紧走。安娜坐在马背上郑重地道了谢，把家里的烂摊子全都托付给了他。随着马蹄声远去，安娜看着弗兰茨逐渐模糊的身影，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事情进展的比预想中还要顺利，她甚至开始觉得刚才对弗兰茨确实有点太凶了，等这次回来一定要给他买点真正的甜点当补偿。可就在这时，安娜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等等，好像哪里不太对劲。如果现在他和埃里希都走了，那家里岂不是只剩下了弗兰茨，要独自面对他那位恐怖的母亲？安娜和埃里希一刻也不敢耽搁，他们守在城门口，向守卫打听那个失踪女孩的下落。守卫倒是有点印象，说确实见过一个嗓门很大的姑娘，她当时正坐在卖盐老头的马车上，看样子是打算跟着车去临城。但这并不是安娜最担心的事。埃里希紧接着追问有没有看到一个大个子带着3个士兵路过。守卫的回答却让气氛降到了冰点。他说虽然没看到人，但今天很奇怪，好像全城的人都在找那几个家伙。守卫提供的情报总算让人松了口气，他们补给完水分就立刻赶往了临城。埃里希听到这，整个人都激动坏了，他觉得这2个人肯定已经在临城会合，甚至还因为担心拉拉，当场就开始抹眼泪。安娜实在看不下去，让他赶紧收敛一点，毕竟他认识拉拉，满打满算也没几天。安娜顺口问了一句，他到底看上人家哪了？结果这一问直接打开了埃里希的话匣子，他开始滔滔不绝的幻想那些所谓的浪漫邂逅，甚至还想拉着安娜寻找什么情感共鸣。他直截了当的戳穿，说伯特伦不告而别时，安娜的心情肯定和他现在一模一样。这突如其来的补刀让安娜瞬间哑口无言。安娜还在极力否认，说自己对伯特伦没那种心思，可埃里希根本没空听，因为他们已经赶到了临城。这座城镇规模并不大，想找几个外乡人简直是轻而易举。他们直接找上了城门守卫，对方的记性相当不错，一眼就认出了那几个人，一个女孩带着3个士兵，还有一个显眼的大个子。守卫证实他们已经进城，打算在这里休整1天。听到大家都平安无事，埃里希总算放下了心。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守卫却突然盯着他问，你是不是也上过前线？还没等埃里希反应过来，守卫又抛出一个重磅炸弹。他说那个随行的大个子长得实在太像他在战争时期见过的一位大人物，那个在杀戮中彻底迷失，被称为疯子的王子。安娜看着眼前宏伟的城墙，甚至开始天真的联想，伯特伦的家乡该是何等壮阔的景象。看到埃里希走回来，他还兴奋地确认是不是指要进城就能见到伯特伦和拉拉。埃里希勉强挤出笑容，说他们确实都在一起，还顺便提到了守卫给出的旅馆地址。可他那负心不在焉的样子根本瞒不过安娜的眼睛。安娜敏锐地察觉到埃里希的情绪很不对劲，刚才那短短几分钟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让这个乐观的男人瞬间变得如此反常？他甚至怀疑是那个守卫故意找他的麻烦。看着安娜卷起袖子，一副要去算账的架势，埃里希只能尴尬的干笑，拼命想把这件事翻篇。他催促安娜赶紧上马，说找人才是当务之急。2人很快就来到了守卫提到的那家旅馆。看着眼前这栋建筑，安娜心里还有点打鼓，伯特伦和拉拉他们真的会在这里吗？埃里希虽然心里有事，但还是带头走了进去。安娜本想先找店主核对一下住客名单，可他的话还没说完，目光就被大厅吸引了。在那堆嘈杂的人群中，他看到了熟悉的身影。找了这么久，总算是让他们给撞上了。伯特伦正独自坐着，拉拉正坐在桌边，嘴里塞满了食物。看到安娜突然出现，拉拉表现得格外惊喜，他热情地招呼安娜坐下，还问她要不要一起吃午饭。这反应让安娜更懵了，毕竟拉拉之前可是铁了心要离开村子，怎么现在像没事人一样？旁边的卫兵也凑过来，笑嘻嘻地跟安娜打招呼。安娜一脸疑惑地看向卫兵，问他难道没听拉拉说过什么？卫兵依旧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他解释说在进城的路上刚好偶遇了拉拉，而且他们已经商量好，等吃完这顿午饭就直接把拉拉带回村子。安娜这回算是白担心了，原来最棘手的问题早就被他们给解决了。安娜当众抛出一个极其离谱的问题，她怀疑拉拉离家出走是因为爱上了这群男人。这话把卫兵他们吓得魂儿都飞了。男人赶紧解释自己已婚，求安内别开这种玩笑。就在场面一度尴尬时，拉拉突然神神秘秘地把安娜拉到了角落，说要单独聊聊。安娜还没来得及发火，拉拉就一脸坏笑地凑过来，问她见到伯特伦心里是不是乐开了花。安娜整个人都听傻了，完全搞不懂他在说什么。结果拉拉理直气壮地表示自己费尽心思跑出来，其实是为了帮安娜和伯特伦制造独处机会，甚至还翻起了旧账，说上次安娜想表白，结果被埃里希给搅黄了，这次他一定要帮安娜圆梦。看着拉拉这副自我感动的样子，安娜简直哭笑不得。拉拉现在完全沉浸在自己编写的剧本里，她觉得安奈之所以一直不敢表白，是因为背负了村里的期待，必须嫁给迪托那种劳动力。看着拉拉在那儿自我感动的不行，安娜在一旁听得简直是满头黑线。这孩子是不是把我想得太伟大了？其实真相很简单，安娜只是单纯担心伯特伦对自己没感觉，所以才一直缩在后头。
可拉拉根本不听解释，反而觉得今天这出戏就是安娜翻身的最好机会。她甚至直接冲回酒桌，大声张罗着要所有人为勇敢的安娜干杯。几个卫兵虽然听得一头雾水，但看着拉拉这么兴奋，也只能稀里糊涂的举杯。安娜站在一旁看着这混乱的场面，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喧闹的酒局过后，安娜和伯特伦单独待在一起，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微妙。安娜率先打破了沉默，她真诚地向伯特伦道谢，感谢他帮忙照顾拉拉。可伯特伦却淡淡的表示，比起他做的这些，安娜要应付弗兰茨那个麻烦才是真的不容易。安娜听了，忍不住替弗兰茨辩解，说那家伙其实心肠不坏，甚至还帮他瞒着家里偷偷溜出来找人。安娜以为话题结束了，便询问他是不是准备回村，还顺口提了一句自己会和埃里希一起走。可下一秒，伯特伦直勾勾地盯着安娜，问他是不是急着赶自己走，甚至直接戳穿了安娜一直以来都在躲着他。面对伯特伦的质问，安娜只能尴尬地解释，说自己早点出发也是为了能早点回来。就在气氛快要降到冰点时，伯特伦却突然开口，问安娜能不能帮他一个忙。安娜一听这话，整个人瞬间支棱起来了。她拍着胸脯保证，只要是伯特伦开口，她绝对赴汤蹈火。可伯特伦接下来的话却让安娜大跌眼镜，她有些为难地坦白自己昨晚压根没睡好，现在实在是撑不住了，所以她不想立刻出发，而是想在临走前先找个地方睡个午觉。原本以为只是找个地方休息，可伯特伦接下来的话简直像是一颗炸弹，他竟然低声询问安娜能不能在她睡觉的时候就这样一直守在她的身边。伯特伦也意识到自己的要求太出格，他低声向安娜道歉，承认这确实不合适，可他真的很担心接下来的路不好走，如果状态一直这么差，恐怕会拖累整个旅程。安娜听完瞬间抓狂，大喊着让他千万别学那个埃里希。等情绪稍微平复，安娜还是心软了，她直言自己并不觉得这个要求有多奇怪，毕竟伯特伦之前提过他经常被噩梦纠缠，而且最近这些梦似乎变得不太一样了。伯特伦最终退了一步，说只要睡2个小时，他会在日落前醒来，好让安娜能回村子。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安娜也不再纠结，她指了指楼上的房间，现在就带她上楼。安娜站在楼梯上，语气变得异常坚定。她说只要是陪着她，无论让她做什么都行。安娜还是觉得不可思议，反复确认是不是真的只要带在身边就已经足够了。为了缓解这尴尬的气氛，安娜甚至开起了玩笑。她说虽然自己唱得不好，但要不要试着给她唱一首摇篮曲。伯特伦听完直接拒绝，表示自己还没到那份上。他疲惫地躺在床上，再次强调了自己的底线，只要能和安娜待在同一个空间里，仅仅是这样，他就能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看着伯特伦这副模样，安娜陷入了沉思，这个男人到底经历过什么，才会连睡觉这种事都变得如此卑微？安娜试探着问了一句，发现伯特伦已经睡熟了，这入睡速度快得惊人，看来他这段时间真的是累坏了。安娜坐在窗边自言自语，感叹这天气说变就变，明明黎明前还大雨滂沱，现在竟然已经放晴了。她静静地看着伯特伦，随后起身拉上了窗帘。既然是伯特伦主动要求他留在这里守着，那他趁机抱怨几句应该也不算过分吧。反正现在的伯特伦什么也听不见。安娜想起他刚才提到的那些挥之不去的噩梦，如果仅仅是因为梦境的一点点改变就让他整个人焦虑到无法入睡，那这个男人或许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坚强，他可能只是在漫长的痛苦和折磨中彻底变得麻木了。看着这个沉睡的男人，安娜突然意识到他藏在冷酷外表下的到底是怎样一颗支离破碎的心。其实无论伯特伦是强大还是虚弱，对他而言这些根本就不重要，只要伯特伦需要，安娜愿意付出一切。可她心里始终藏着一个自私的念头，她甚至卑微的希望伯特伦能一直这样依赖着自己。安娜早就看清了这个男人对她的意义，可她却迟迟不敢给出那个答案，因为她太害怕了，怕一旦把话说透，伯特伦就再也不会回到她身边。毕竟她的家乡是繁华的首都，等她重新回到那个权力的中心，她会变得比现在更加耀眼夺目，到那时候自然会有更优秀的人才配站在她的身边。像她这样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乡下姑娘，真的能走进她的世界吗？安娜守在床边，轻声呼唤着伯特伦，确定对方已经睡熟后，她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那句藏在心底很久的喜欢。本以为这只是一场无人知晓的告白，可下一秒，一只温热的手却突然抚上了安娜的脸颊。伯特伦竟然在这个时候睁开了眼睛，安娜整个人都懵了，颤抖着问他难道一直都醒着吗？伯特伦坐起身来，语气里带着一丝温柔，他说刚才隐约觉得听到了必须听的话，所以才特意醒了过来。安娜尴尬到了极点，只能强撑着笑脸夸奖他醒的真是时候，可他心里却很清楚，其实在潜意识里，他一直都希望伯特伦能亲耳听到。伯特伦突然开口问安娜刚才为什么哭，安娜只能尴尬的傻笑，试图用玩笑糊弄过去。她一边道歉一边解释，说自己只是在自言自语，结果说着说着就不小心掉眼泪了。伯特伦沉默了片刻，低声唤着安娜的名字。其实他也有一件事一直瞒着安娜没有说。安娜有些不知所措，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伯特伦的神色变得前所未有的严肃，他直截了当地提醒安娜，一旦听了这个秘密，他对他原本的好感很可能会彻底消失，甚至会开始讨厌他。伯特伦最后问了一句，你真的愿意听吗？弗兰茨现在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酒馆里的客人们都在背后小声议论，说这位骑士大人一大早就把安娜支走，肯定是因为嘴馋想吃甜食了。卡拉更是没打算给他留半点面子，他大声嚷嚷着
要给弗兰茨拿果酱，弗兰茨只能低着头，小声拒绝了他的好意。可卡拉根本不罢休，直接冲到他面前质问，到底让安娜去买什么了？弗兰茨只能硬着头皮重复说是去买甜点。卡拉听完更火大了，既然只是买个东西，为什么非要带上安娜？他一边干活一边抱怨，说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最让他气愤的是，弗兰茨竟然招呼都不打，就把别人家的女儿派去那么远的地方。面对卡拉的连环炮轰，弗兰茨一句话也接不上。这下全镇的人都知道，他为了口吃的把安奈给拐跑了。卡拉的怒火还没平息，他指着弗兰茨的鼻子骂，说他明明最清楚外面的世界有多危险，就算派了埃里细跟着，也不能让安娜去冒险。卡拉越说越激动，疯狂拍打着桌子，让他以后想吃什么直接开口就行，别再动这种歪心思，把无辜的女孩支走。弗兰茨被骂的头都抬不起来，只能一边整理衣服，一边尴尬的找借口溜走。他说现在时间不早了，该去带小猪散步了。为了躲避卡拉的咆哮，弗兰茨竟然真的牵着那只黑色小猪一路爬上了高高的山脊。他一边走一边邀功，让小猪对他感恩戴德，毕竟为了让他玩得开心，他可是亲手把他扛上来的。弗兰茨盯着看了半天，竟然觉得这家伙长得还挺可爱的。弗兰茨正遛着猪呢，却发现这家伙不太对劲，他竟然拽着绳子直奔阴森的森林小径。弗兰茨赶紧叫住他，问他到底想去哪，可小猪根本不理人，只是一门心思往前钻。弗兰茨最后也没辙了，只能无奈的妥协。既然是散步时间，那就随他高兴好了。他任由小猪在前面带路，两人越走越偏。原本只是想躲个清静，可随着森林越来越密，弗兰茨突然停下了脚步。一座古堡出现在面前，这地方阴森森的，高耸的石塔直插云霄，这难道是哪位领主的古堡？可仔细一想，村子里根本就没有领主。既然没有领主，那村民们的税都交给了谁？这地方透着一股邪性，连苍蝇都多得让人心烦。弗兰茨挥手驱赶着虫子，打算带小猪赶紧离开。今天的散步到此为止，这鬼地方真是一刻也待不下去。可还没等他拽紧绳子，一只乖巧的小猪却已经挣脱了绳子。他死死盯着前方，突然像发了疯一样冲出去。弗兰茨根本来不及反应，你要去哪？快给我停下！弗兰茨在后面拼命追赶。这只猪要是出了意外，他的小命恐怕也保不住了。与此同时，餐厅里也乱成了一锅粥。卡拉手里的菜刀剁得案板砰砰作响。安娜不在，这生意根本没法做了。今天的营业额彻底泡汤。卡拉气得直嘟囔。特蕾莎端着盘子走过来，想劝他先冷静一下。特蕾莎阿姨，那位骑士大人去哪了？特蕾莎端着刚烤好的派，说是那位大人想吃甜的，特意从家里带了过来。卡拉听完更火大了，那个只知道吃甜食的混蛋，到底又跑到哪里偷懒了？特蕾莎赶紧让他小点声，就算那位大人脾气再好，这样编排贵族也是要出事的。屋里的苍蝇越来越多，全是被这甜腻味引来的。卡拉嘴上虽然在抱怨，心里却开始泛起了嘀咕。他已经走了好一阵子，该不会是在森林里迷路了吧？而此时的古堡门前，弗兰茨终于堵住了去路，总算找到你了，别再想着继续逃跑了，这回你已经无路可逃，乖乖跟我回去吧。可还没等他松口气，就发现这小家伙嘴里正叼着个奇怪的东西。喂，快给我吐出来！你这疯猪，别什么都乱吃！弗兰茨一个箭步冲上去，强行从小猪嘴里把那个不明物体抢了过来。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看着像个大洋葱，上面竟然还开着粉花。更诡异的是，这东西正不断往下滴落着金黄色的粘稠液体。难道这上面流的是蜂蜜？一股浓郁的甜香味瞬间在空气中弥漫开来，连旁边的苍蝇都被这股味道吸引了过来。这古堡里藏着的东西果然没一个正常的。这些该死的虫子！弗兰茨被吵得心烦意乱。行了，散步到此为止。他一把抓起还在挣扎的小猪，别再费劲折腾了，现在就跟我回去。弗兰茨带着这只惹祸精大步走出了古堡。本以为这趟差事总算能告一段落，可还没走多远，他就停下了脚步。远处那个熟悉的身影让他有些不敢相信。卡拉，怎么会是你？听到有人在叫自己，卡拉猛地回过头来。菲利伯特！卡拉下意识脱口而出。弗兰茨愣了一下，是在叫我吗？卡拉赶紧转过身去，改口说只是在自言自语。刚才那一瞬间认错人了，可这荒山野岭的，弗兰茨怎么会出现在这？这正是我想问你的。弗兰茨反倒先开了口，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的？他指了指地上的痕迹，说是顺着脚印，还有小猪拱地的坑找来的。解释完这些，弗兰茨盯着卡拉的背影，所以弗兰茨是谁？你刚才明明就是这么叫我的。卡拉低着头语气生硬，说那只是个无关紧要的人。可弗兰茨心里清楚，他刚才看自己的眼神绝对不是在看一个陌生人。这个叫弗兰茨的男人到底和自己长得有多像？弗兰茨突然想起，卡拉之前提到过20年前有个贵族长着和他一样的眼睛，在村里闯完祸就跑了。他凑到卡拉耳边，语气里满是嘲讽，能记一个混蛋20年，你们当时关系不一般吧？难道你就是那个陪那混蛋鬼混的女人？啪的一声脆响，卡拉狠狠甩了他一掌，这一巴掌力道极大，打得弗兰茨当场愣住。大人，我心里很清楚，在你们这些贵族眼里，我们不过是地上的虫子，哪怕你的玩笑再恶心，我们也只能陪着笑脸。可如果我再笑下去，我的脸都要被撕烂了。卡拉丢下这句话，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去，只留下弗兰茨一人站在原地，久久没有说话。要我帮你找那个人吗？弗兰茨突然提议。贵族的圈子其实很小，只要你提供一点线索，很快就能把他揪出来。虽然不一定能送上法庭，但至少能帮你狠狠教训那个混蛋一顿。卡拉有些迟疑，万一对方的地位比你高呢？
弗兰茨笑了笑，看来你并不打算拒绝。他开始打听细节，那家伙当年是怎么流落到你们村子里的？卡拉回忆说，对方自称是因为家族内斗才被迫离开家乡。这种烂借口你也信？弗兰茨一脸不屑，那不过是些贪婪的狼，专门盯着没人管的领地，趁着领主位子空缺就跑去强占土地，甚至逼村民补缴几十年的税。他随口问了一句，那人的年纪应该和我差不多大吧？卡拉沉默了片刻，只说了一句，没关系了，不用麻烦了，谢谢你。卡拉还是拒绝了提议，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就算看到他们过得好，也只会让我心里更难受。弗兰茨听完笑了笑，那我们就想办法让他们过得不好就行了，这可是我的拿手好戏。卡拉被他的逻辑逗笑了，你这心态还真是够绝的。两人并肩走在林间，气氛总算轻松了一些。菲利伯特，他在心里默念这个名字，这明明是随口编的假名，为什么听起来会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如果时间回到20年前，滚出去你这个臭小鬼！伴随着重物破碎的声音，一段被尘封的记忆正一点点浮出水面。立刻给我滚出去！你这种东西根本不配当我的孩子。格哈德家族的宅邸没有一间房是留给你这种私生子的，先去乡下远处待着，等父亲的怒气平息，我会给你一些旅费。坐在一旁的菲利普正冷冷地盯着年幼的弗兰茨，臭小子，你看什么看？菲利普，你怎么能把怒气发泄到侄子身上？菲利普却一脸不屑，他只是单纯讨厌这孩子看人的眼神。够了，菲利普，如果你再敢侮辱我儿子，我绝不会再站在你这边。面对亲哥哥的警告，菲利普只能闭上嘴。我和汉斯的交集要追溯到5年前，那时候我被派往一个作为补给基地的村庄，在那片荒凉的营地里，我整整待了2周。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第一次见到了他，那个在风雪中显得格格不入的男人。这场战争已经打了4年，双方谁也没占到便宜。就在这种僵持下，最可怕的季节降临了。比起死在战场上，更多人是被活活饿死的。严寒笼罩了整个村庄，也带走了最后的希望。在这种地狱般的日子里，活下去成了唯一的奢望。眼看身边的士兵接连倒下，我只能带人去搜查附近的村庄。那时候只要是能吃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是命。但现实比想象中更残酷，那些村民自己也早就断了粮。我们搜遍了每一间屋子，最后却连1粒米都没找到。就在这最绝望的时候，我遇见了那个男人汉斯·伯特。伯特伦没有废话，直接甩出了手里的征用令。汉斯还在拼命掩饰，说这里只是他搞研究的地方。可搜查的士兵还是在角落里发现了东西，那是几颗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花卉球茎，但在快要饿疯的士兵眼里，这就是能救命的口粮。眼看最后的希望要被夺走，汉斯彻底崩溃了。他甚至不顾尊严的跪倒在地，哀求他们千万别拿走那些球茎，那是他在这场寒冬里唯一守护着的东西。汉斯声嘶力竭地大喊着，这些球茎根本不是用来吃的。他死死拽住伯特伦的盔甲，卑微的像是在祈求神明。在他眼里，这些花是复苏这片土地最后的希望，它们能引来昆虫帮庄稼传粉，只有它们活下来，这里的农田才会有未来。为了培育出这些种子，汉斯付出了整个人生。他在黑暗中忍受了无数年，才等来这一刻的绽放。如果现在被当成口粮，那这片土地就真的彻底完了。汉斯还在做最后的努力，他想用积攒的其他种子来换回这些球茎的命。伯特伦沉默地扶起他，问了他的名字。维尔特先生，真的很抱歉，但现在我们需要的是食物，而不是看不见的未来。国家正处在生死关头，前线的士兵们都在挨饿。伯特伦看着汉斯的眼睛，许下了一个沉重的诺言，等战争结束的那一天，我一定会用更有价值的东西来偿还你今天的损失，请你一定要理解我。可直到很多年后，伯特伦才对着灯火坦白，当年我对他撒了谎。伯特伦低着头，声音里满是藏不住的愧疚。他其实一直都知道，当年从汉斯手里拿走的到底是多么珍贵的东西。除了那句迟到的对不起，他不知道还能补偿什么。安娜看着窗外的月色，突然提起了他的父亲。他说汉斯为了复兴农业，在那片荒地上耗尽了心血。可讽刺的是，汉斯在战争结束前就走了，而那1年的大丰收跟他的研究一点关系都没有。即便没有那些花，土地也一样长出了粮食。安娜自嘲地笑了笑，她以前总是在想，父亲那样拼命的一生，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种被世界遗忘的徒劳，才是最让人绝望的。伯特伦刚想开口承认汉斯当年的发现确实有意义，可安娜却冷冷地打断了他。别说了，伯特伦先生。他看穿了伯特伦的意图，是想为了当年的事道歉吗？安娜觉得这简直太讽刺了，道歉又有什么用呢？你根本就不懂什么才是真正的后悔。安娜直视着他的眼睛，第一次说出了心里话。其实我一点也不好，我怎么可能不生气呢？我父亲赌上命的研究被你们当成笑话一样抹杀，而你甚至还对他撒了谎。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安娜心里的怒火再也藏不住了。这种被欺骗了一辈子的恨，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抵消的吗？安娜叹了口气，她说她其实能理解，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谁都没有更好的选择。可理解归理解，伯特伦必须为那个谎言付出应有的代价。伯特伦有些意外，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安娜让他回到王都去重新找回丢失的情感。等他真正明白道歉这2个字的重量时，再回来告诉他和母亲，他记忆里的汉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伯特伦沉默了很久，他轻声问安娜：“只要做到这些就够了吗？”安娜点了点头。其实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伯特伦在不确定是否能得到原谅的情况下，最终还是选择了坦白。这对他这种以前根本不懂感情的人来说，已经是最好的改变了。安娜笑着看向伯特伦，语气变得格外温柔。她说：“这个村子早就接纳过几10个从战场回来的士兵，既然大家都能重新拿起锄头当农民，那这里当然也欢迎每一个想要改变的人。”
伯特伦愣在原地，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安娜最后叮嘱他，一定要把弄丢的感情全部都找回来。她伸出手指要和伯特伦拉钩，约定两只手紧勾在一起。这个约定就算达成了。安娜看着眼前的男人，心里其实很清楚，她对伯特伦的愤怒并没有因为这一刻就彻底消失不见，毕竟那些造成的伤害不可能当作没发生过。伯特伦想要真正赎罪，以后要走的路还很长，但安娜的心意已经很明确了。他笑着叮嘱伯特伦，既然已经拉了钩，就绝对不可以反悔。伯特伦看着眼前的女孩，轻声唤着她的名字。他突然提起安娜刚才是不是说过，心里其实是喜欢她的。安娜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坦率地承认了。可没想到，一向木讷的伯特伦竟然主动提出了要求。他说等他处理完一切，从西里西亚回来的时候，能不能请安娜把那句喜欢再对他讲一遍。伯特伦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一直有个疙瘩。他支支吾吾地开口说自己不在的时候，很担心那个青梅竹马。安娜一听就急了，大声质问他是不是在说迪托。他甚至给对方起了个外号叫蚱蜢男。安娜斩钉截铁地表示自己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甚至觉得被拿来比较简直是种侮辱。看着伯特伦那副患得患失的样子，安娜干脆举起手，大声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既然这个男人这么没有安全感，那他也要当面立下一个誓言。安娜突然凑上前去，直接吻住了他，所有的不安和试探在这一刻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吻结束得很快，房间里安静得可怕。伯特伦指尖触碰着嘴唇，似乎还没从刚才的冲击中彻底清醒过来。安娜低着头避开视线，刚才那股冲劲儿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伯特伦终于打破沉默，问他刚才是不是真的吻了他。安娜赶紧让他别过度解读，解释说这只是个约定，他会一直在这里等着他平安回来。安娜只想赶紧结束话题，催促伯特伦闭眼睡觉，可伯特伦却开始钻牛角尖，问他是不是不喜欢刚才那个吻。见安娜故意避开视线，伯特伦还在那儿自顾自地分析，说接吻本来应该是件开心的事，怎么安娜看起来这么不高兴？难道是自己表现得太差了？他一声接一声地唤着安娜的名字，显然是想要个说法。安娜终于被他问得彻底破防，猛地起身让他闭嘴去睡觉。就在他伸手推搡的时候，伯特伦却突然反手，死死扣住了他的手腕。刚才还在发火的安娜瞬间愣在了原地。伯特伦突然一个发力，直接把安娜拽进了怀里。刚才还在吵闹的房间瞬间安静的只剩下呼吸声，安娜整个人都僵住了。伯特伦就这样死死盯着她，他猛地凑上前去，深深地吻住了安娜。埃里希正打算进屋去找伯特伦谈正事，却被拉拉一把拦了下来。拉拉让他晚点再进去，毕竟屋里那两位可是互有好感的成年人，谁知道现在正进展到哪一步了。听到这话，埃里希总算反应过来了，只能尴尬地站在原地，改口说自己晚点再来。看着他这副局促的样子，拉拉突然起了兴致，顺口问这位骑士先生以前有没有谈过恋爱。这下可把埃里希问住了，他支支吾吾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埃里希这才反应过来，拉拉一直把他当成了骑士。他刚想开口解释，却因为犹豫了太久，被拉拉直接挥手打断。拉拉觉得他沉默这么久，肯定是有什么复杂的过去，索性大方表示自己不想听了，反正也没那么好奇。这下埃里希彻底没话说了，只能委屈巴巴地站在原地，眼看着误会越来越深，却连个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拉拉看着他这副模样，心里似乎有了别的打算。而此时的房间里气氛依旧火热，安娜猛地推开伯特伦，大喊着现在还太早了。伯特伦却不依不饶，故意调侃他说既然觉得太早，那刚才除了那个吻，是不是还发生了点别的？安娜被他说的恼羞成怒，只能让他赶紧闭嘴。两人并排躺在床上，安娜小声嘟囔着问他以前是不是经常这样，毕竟刚才的伯特伦表现的实在太熟练了。伯特伦却一脸认真的否认，说这其实也是他的第一次，之所以看起来游刃有余，是因为他全程都在小心翼翼地观察安娜的反应。他轻轻捧起安娜的脸，眼神里满是温柔。伯特伦第一次坦白，他一直觉得自己只是战争留下的一道伤疤，每到深夜他都会被噩梦反复折磨，而在白天他也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只会让人们想起战争的残酷。伯特伦轻抚着安娜，继续诉说着内心的挣扎。他觉得自己的一生注定要在动荡中度过，无论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排解内心的痛苦。他原本以为自己永远无法改变，只能带着这些伤痕在黑暗中一直走下去。可安内的出现却给了他全新的希望。安娜不仅相信他能从战场平安归来，还承诺会一直等着他，等着那个脱胎换骨的他。伯特伦侧过头看着近在咫尺的女孩，既然是第一个让他彻底心动的人，他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呢？安娜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陪在他身边。楼下的拉拉和埃里希已经坐立难安地等了很久，直到楼梯上传来脚步声，拉拉这才松了一口气。他一眼看到安娜下楼，赶紧催促身边的埃里希，让他快进去找伯特伦。安娜还没搞清楚状况，拉拉就大大咧咧地解释说那位骑士大人找伯特伦有急事要谈。听到骑士这个词，安娜的表情瞬间变得微妙。拉拉看姐姐反应不对，忍不住小声向安娜确认，埃里希真的不是骑士吗？安娜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拉拉听完反而松了口气，她摆摆手吐槽说那家伙看起来确实太天真，根本没有骑士那种威慑力。安娜看他反应这么平淡，还担心他被骗了会难过，可拉拉却觉得莫名其妙，觉得埃里希撒这种谎顶多也就是想显摆一下。安娜这下更纳闷了，如果不是为了追求拉拉，那他天天往人家里跑，到底图个什么呢？拉拉无奈地摊开手，回忆起埃里
西在家的日子，他要么是帮爸爸劈柴，要么是跟妈妈学刺绣，每次干完活就直接走人。在拉拉眼里，他就是个天真的城里傻瓜，甚至还异想天开地觉得靠卖刺绣就能发大财。父母虽然很喜欢他的勤快，但拉拉显然没把他当回事。看着拉拉没心没肺的样子，安娜一时间竟无言以对。夕阳已经铺满了整个村庄，可该回来的人却迟迟没有出现。弗兰茨站在风里，心里焦躁到了极点。怎么会这么晚？看着旁边坐立难安的卡拉，他知道这位母亲已经快要崩溃了。弗兰茨压下心里的不安，劝卡拉先回屋子里去，外面实在是太冷了，这里有他守着，让卡拉放心，他的女儿很快就会回来。虽然嘴上在安慰别人，但看着逐渐变暗的天色，弗兰茨心里也没底。如果天黑前还没消息，事情恐怕就真的麻烦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卡拉再也等不下去了。买个甜品怎么会这么久？他猛地站起身来，说自己必须去接孩子，这种等待简直是煎熬。弗兰茨被吓了一跳，赶紧问他要去哪里找。现在盲目出门太危险了，万一两人在路上走岔，情况只会变得更糟糕。弗兰茨想让他冷静点，但卡拉却停下了脚步。他说有一件事，其实自己一直没敢开口。安娜是个懂事的孩子，绝对不会不打招呼就一个人跑去那么远。既然现在还没回来，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安娜一定是出事了。卡拉的眼神里全是怀疑，他直接质问弗兰茨是不是把安娜藏起来了。弗兰茨沉默了片刻，解释说自己没理由这么做，安娜对他来说并没那么重要。他甚至还嘴硬说那孩子长得也不算漂亮，随后又尴尬的改口夸她可爱。为了让卡拉放宽心，弗兰茨强调有士兵跟着，安娜绝对不会出意外。可卡拉却冷笑一声，这正是最反常的地方，买个甜品为什么要带上孩子，让埃里希一个人去，明明才是最合理的安排。弗兰茨被问得哑口无言，卡拉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他转过身大步走开，说自己现在就要借马出发。眼看卡拉真的要走，弗兰茨急得大喊起来，问他到底要去哪里。卡拉头也不回的答道他要去骑马找女儿。弗兰茨的反应太反常了，弗兰茨顾不得那么多，一把死死拽住他的手臂。卡拉拼命挣扎着，质问他为什么要拦路，现在找孩子才是头等大事。眼看场面就要失控，弗兰茨终于忍不住吼道，安娜现在正和伯特伦在一起，让卡拉瞬间愣在原地，他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夜色渐渐深了，弗兰茨长叹了一口气，终于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全部都交代了出来。但他还是安慰卡拉说，现在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安娜跑得够快，现在应该已经见到了伯特伦。弗兰茨试图说服卡拉，就算不信任他本人，也该信任伯特伦的人品。在他看来，伯特伦是个好人，虽然性格确实有点古怪，但绝对是个值得托付的对象。可卡拉却低声反驳道，那只是他表现出来的样子。弗兰茨一时没听清，卡拉抬起头，语气冰冷，他说这根本不是信任的问题。弗兰茨作为男人根本不懂，无论伯特伦看起来多体面，他终究是个外地来的陌生人，谁能保证他哪天厌倦了不会把心爱的女人卖掉，让他去给别人当女佣。这话彻底激怒了弗兰茨，他猛地大声呵斥道，让卡拉说话放尊重一点，卖掉心爱的人这种事绝不可能发生。弗兰茨斩钉截铁地保证，伯特伦绝不会做出那种事。卡拉只是沉默地看着他，眼神里透着深深的无奈。他希望弗兰茨能明白，要把女儿交给一个认识不到1年的陌生男人，作为一个母亲，她根本没办法说服自己。酒馆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弗兰茨长叹了一口气，低声说他终于理解了。卡拉还没反应过来，就看到弗兰茨低下头，开始在怀里翻找着什么。他让卡拉去拿点东西，不管是纸张还是布料，只要能写字就行。紧接着，一枚精致沉重的怀表被他重重地拍在桌上。弗兰茨的神情无比庄重，他决定以格哈特的名义亲手写下一份誓约。为了让卡拉彻底安心，他竟然赌上了自己家族最后的尊严。卡拉看着他严肃的样子，不解地问他到底想干什么。弗兰茨指着那枚怀表，语气沉重地解释道，这上面刻着的是格哈特公爵家族的文章，他让卡拉尽管提要求，无论在誓约上写下什么，他都会用这枚表盖章作保。弗兰茨举起手中的蜡烛，神情里透着一丝自嘲，看来只有做到这个份上，才能让卡拉彻底放下戒心。滚烫的蜡油滴落在纸上，发出轻微的声响。弗兰茨将盖好印章的纸重重地推到卡拉面前，他让卡拉尽管写，把他所有的要求都写上去。卡拉显然被这阵仗吓住了，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弗兰茨却步步紧逼，既然是卡拉在担心，那他应该最清楚要写什么。见卡拉迟迟没有动笔，弗兰茨干脆给出了建议，如果安娜没有平安回来，他弗兰茨就要抵命。卡拉猛地抬起头，不敢相信他竟然是认真的。弗兰茨没有任何犹豫，催促他赶紧把这一切写下来。卡拉看着手中的纸，陷入了长久的沉默。酒馆里只剩下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弗兰茨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看着纸上的第一条内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上面竟然写着，在伯特伦回来之前，弗兰茨必须负责包洋葱。他忍不住质问卡拉，这到底算哪门子誓约？卡拉却理直气壮地反驳，既然说好了什么都能写，那他当然要写点实用的。他甚至还嘲讽弗兰茨拿出一块亮闪闪的怀表，难道是为了给肉汤计时吗？紧接着卡拉又抛出了一连串要求，不仅要劈柴和打扫餐厅，甚至还要弗兰茨去遛猪。弗兰茨听得头皮发麻，这哪里是什么神圣誓约，
这分明就是一份卖身当苦力的仆人合同。卡拉动作利索的把写满要求的纸甩了过去，弗兰茨呆呆的接过来，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家务，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赌上家族名誉的代价，竟然是去农场里干杂活。弗兰茨读完了最后一条，他必须保证永远不伤害伯特一家。看着这份离谱的契约，弗兰茨陷入了沉默。卡拉却一点不心虚，提醒他这是他亲口答应的。弗兰茨只能无奈的叹气，叮嘱卡拉一定要收好。卡拉问能不能把这份契约直接挂在餐厅的墙上。弗兰茨没好气的回对，如果他想让全镇都知道自己找了个新奴隶，那就尽管去挂好了。卡拉赶紧摆手解释，他并不是在阴阳怪气，他只是觉得这么精美的家族文章，如果只是塞在角落里，实在是太可惜了。卡拉低头看着那枚印章，指尖轻轻摩挲着纹路，他不得不承认，这个象征着权力的标志确实美得让人心动。卡拉看着那枚印章，担心弗兰茨这么乱来回去会被父母责骂。弗兰茨却冷哼一声，语气里满是不在乎。在他那个显赫的家里，三儿子只是个多余的赠品，只要不捅出大篓子，根本没人会多看他一眼。卡拉听得有些唏嘘，他知道贵族的爵位永远只能传给一个人，剩下的孩子要么得自己出去闯荡，要么就只能厚着脸皮当一辈子家族寄生虫。弗兰茨自嘲地笑了笑，这种高墙内的挣扎，外人很难真正理解。卡拉感叹了一句，原来当个贵族也有这么多不容易。弗兰茨像是找到了知音，但他紧接着又补了一刀，虽然精神上很痛苦，但贵族的生活水平确实是平民没法比的。他整个人瘫在桌上，承认自己绝不会主动放弃这种舒适。卡拉看着眼前的弗兰茨，感叹他因为交友不慎才沦落到这种地方受苦。他试探着问起弗兰茨和伯特伦的关系。弗兰茨沉默了片刻，说伯特伦的其他朋友全都死在了那场战争里，从那以后伯特伦就关上了心门，一个失去了一切的人很难再去结交新朋友。但卡拉话锋一转，突然抛出了一个问题，虽然不再交朋友，但伯特伦是否还能拥有新的爱人呢？看着卡拉疑惑的样子，弗兰茨给出了他的看法。他觉得卡拉的女儿对伯特伦来说非常特别，毕竟连那个木头疙瘩都明白送女人鲜花到底代表着什么。比起担心那些陈年旧事，不如看看那个男人打算如何证明自己的真心。卡拉愣在原地，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接话。弗兰茨突然开口，语气变得格外严肃。他直接问卡拉夫人，如果伯特伦那个家伙真的向他的女儿求婚，作为母亲的他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女婿？昏暗的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面对弗兰茨的质问，卡拉陷入了沉默。这正是弗兰茨想要的，只要他无法接受，事情就还有转机。毕竟伯特伦的身份实在是太敏感了，虽然流着皇室血脉，却因为当年的战败彻底失去了政治靠山。老国王客死异乡，他在民间也毫无威望，整整消失了3年。曾经追随他的人早就已经散伙了。在这种节骨眼上，他居然想娶个乡下姑娘，还是个平民，这简直是自寻死路。一旦这门亲事成了，伯特伦最后那点支持者绝对会跑得精光。弗兰茨打破了沉默，笑着看向卡拉，他也觉得这门婚事实在是太荒唐了，对吧？卡拉点了点头，觉得这门亲事确实离谱。弗兰茨趁热打铁，提议趁伯特伦还没开口，咱们先干脆的拒绝掉。卡拉开始数落，说两人身份地位不配，而且伯特伦这孩子饭量实在是大得惊人。弗兰茨听得一头雾水，这都哪根案啊？谁知卡拉话锋一转，既然伯特伦没什么亲人，那结婚之后让他倒插门行不行？弗兰茨整个人都傻了，他赶紧出言提醒，当初可是你亲口说的，绝不让女儿嫁给贵族。可卡拉却变了卦，只要2个孩子真心相爱，当妈的哪能硬拦着？再说那些落魄贵族混得还不如普通人呢。弗兰茨彻底没招了，伯特伦可不是普通贵族，盯着他的人可都还没死心呢。卡拉欲言又止，他先确认了一件事，弗兰茨和伯特伦是不是关系铁哥们？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深吸了一口气，说有个非常失礼的问题，事关女儿安娜的幸福。弗兰茨一脸淡定，反正这女人一直很失礼，有什么话直说就行。可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差点让他当场栽倒。卡拉压低声音，一脸严肃地打听伯特伦那个家伙到底行不行。弗兰茨整个人都懵了，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卡拉却越说越急，甚至开始手舞足蹈。他想知道伯特伦到底懂不懂怎么用那玩意。弗兰茨彻底放弃了思考，大脑瞬间一片空白。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位当妈的考虑问题竟然如此务实。卡拉虽然也觉得尴尬，但态度却异常坚决，毕竟这可是终身大事，要是那方面不和谐，这日子还怎么过下去？弗兰茨看着眼前的女人，一时间竟然无言以对。卡拉越说越离谱，他可不想让女儿守活寡，还指望着早点抱孙子呢。弗兰茨听得头皮发麻，大声反驳说自己对朋友的私生活没兴趣。谁知卡拉火力全开，指责弗兰茨自己到处宣扬那种风流事。弗兰茨气得直拍桌子，这简直是天大的冤枉。两人吵得不可开交，弗兰茨实在受不了了，起身就想结束这场闹剧。他没好气地丢下一句：“庆幸殿下没听到你这些粗鲁的问题吧。”话音刚落，空气瞬间凝固了。卡拉缓缓抬起头，脸上的愤怒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心疑惑。他死死盯着弗兰茨，一字一顿地追问：“刚才那个称呼到底是什么意思？”卡拉愣在原地，他反复确认那个词“殿下”。他死死盯着弗兰茨，问他口中的殿下难道指的就是伯特伦？弗兰茨猛地捂住嘴，可说出去的话
就像泼出去的水，他只能选择沉默，试图掩盖这致命的失误。卡拉坐回位子上，脑子飞速旋转。如果伯特伦是殿下，那他的真实身份简直让人不敢想象。窗外的夜色渐深，拉拉在一旁等得发慌，不停催促姐姐快点回家。安娜却坐在桌边，手里紧紧攥着针线。拉拉实在想不通，姐姐怎么突然迷上了刺绣，非要给伯特伦准备礼物。安娜只是笑了笑，她只想亲手做点什么送给那个特别的人。绣绷上的黄色小花虽然看起来有些凹凸不平，却是她一针一线的心意。拉拉凑近看了半天，笑着夸奖这只小蜜蜂绣得可真可爱。安娜急得大声纠正，这明明是盛开的花朵。姐妹俩打闹了一阵，拉拉决定先走一步。安娜小心地收起绣绷，打算等会儿亲手交给伯特伦。安娜正轻快地走下楼梯，却在转角处停住了脚步。伯特伦就站在那里，像是已经等候多时。他轻声打了个招呼，顺便告诉安娜，埃里希已经去马厩了。安娜点点头，说自己也要走，但在离开之前，有一件重要的事必须做。她从怀里拿出那块布。安娜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这是拉拉从集市买回来的，自己只是在上面添了一些简单的花纹。她轻声问伯特伦是否还记得两人刚认识不久时的样子。伯特伦伸手接过礼物，指尖触碰到粗糙的针脚，他低头看着那些黄色小花，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安娜提起了那段往事，当初伯特伦睡着时，他曾拿围裙盖住他的脚，没想到伯特伦记得很清楚，连上面的花纹都没忘。他记得那天安娜还夸他可爱。安娜轻声告诉他，送这份礼物是因为那是他们一切开始的地方。他希望伯特伦失眠时看着这些花朵，就像他陪在身边一样。安娜有些羞涩的坦白，里面有些地方她甚至用了自己的头发来代替丝线。这份心意太过炽热，让伯特伦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只能一遍遍道谢，承诺这件礼物真的会给他莫大的安慰。送完礼物的安娜正打算赶紧转身溜走，却被伯特伦叫住了。这个男人破天荒的开口说也想送他一份回礼。安娜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呆呆地站在原地。伯特伦看着他的眼睛，语气平淡地问他需不需要什么东西。还没等安娜开口，他竟然语出惊人，问要不要给他一个吻。安娜吓得大声拒绝，整个人差点跳起来。伯特伦却一脸淡然，提起他之前似乎并不怎么享受那个吻。安娜气得直跺脚，怀疑这家伙是故意的。他收起刚才的羞涩，一脸严肃地告诉他，只有两个人产生共鸣，那个吻才有意义。安娜给出了他的条件，下一次亲吻要等伯特伦找回情感，平安回来的时候再说。他坦诚地告诉对方，希望刚才那一刻伯特伦也感同身受。伯特伦沉默了片刻，给出了最郑重的承诺，他让安娜一定要等他，而且绝不会等太久。等他再次出现时，一定会成为安娜生命中最大的惊喜。这份沉甸甸的约定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就被楼下的喊声打破了。拉拉正扯着嗓子催促，说埃里希已经备好了车，要是再不出发，回家肯定要被母亲骂死。安娜只能匆忙告别，一路小跑冲向马车。她一边道歉一边保证，回去会让母亲只骂自己。马蹄声渐渐远去，伯特伦独自站在窗前，看着那辆车消失在夜色中。房间里重新归于寂静，他缓缓摊开手心，那是安娜留下的手帕。他低下头，将手帕贴近脸颊，仿佛这样就能留住那个人残留的温度。这个一向清冷的男人，此刻却在黑暗中久久没有挪动脚步。空荡荡的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马轮在夜色中飞转。埃里希感叹这趟旅程很圆满，他一直担心拉拉会出意外，现在总算能松一口气。拉拉察觉到他的情绪，问他为什么表现得这么亢奋。埃里希坦言，以前总是走别人铺好的路，这还是他第一次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任务，能平安护送两位女士，让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哪怕脚下的路再颠簸，只要是自己选的，那种快乐也无可替代。深夜的寂静被一声尖叫打破。拉拉的母亲早已守在门口，她挥舞着手里的木棍，责备女儿消失了整整一天，明明说好很快就回来，结果直到深夜才露面。母亲大声质问拉拉，知不知道家里人有多担心？眼看那根木棍就要落下，父亲在后面根本拦不住。就在这混乱的时刻，埃里希直接挡在了最前面，他大声请求夫人停手，并把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埃里希挡在拉拉身前，解释是老板派了太多差事，才让拉拉辛苦奔波了一整天，他把所有过错都揽在身上。如果连拉拉家都闹成这样，那自己回去后该怎么办？万一真的被赶出家门，这种冷天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埃里希在一旁轻声安慰，觉得母亲不会对亲生女儿这么狠，这种事谁又能说得准呢？安娜坐在颠簸的马车上，脑海里全是母亲愤怒的样子。上次彻夜不归的时候，母亲也是这样大发雷霆。无论自己和伯特伦未来如何，他都不想再让母亲受伤，更不想让那个辛苦的女人在孤独中度过余生。可现实的咆哮瞬间将他拉回。卡拉提着灯在门外怒吼，他质问黑暗中躲藏的人到底是什么来头，甚至直接咒骂对方，让那个混蛋赶紧滚出来。卡拉对着马厩大声呵斥，让躲在马后的人滚出来。安娜看着母亲的身影，试探性的唤了一声妈妈。卡拉猛地转过身来，手里竟然死死攥着菜刀。看清是自己的女儿后，他紧绷的肩膀才松了下来。弗兰茨在一旁长舒一口气，刚才那阵是真的吓死人。卡拉收起刀，转过身去，冷冷地丢下一句进屋说。安娜和埃里希面面相觑，只能硬着头皮跟进家门。还没等安娜开口解释，卡拉就直接戳穿了真相。原来他早就知道安娜一大早就去追拉拉了。安娜急忙向母亲解释，拉拉根本就没有私奔，她只是想找个机会让自己和伯特伦见一面。卡拉坐在凳子上沉默不语，
屋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安娜小心翼翼地试探，生怕母亲下一秒就会爆发，可卡拉却突然变了副面孔，说只要人平安回来就行。他甚至温柔地催促安娜，累了就赶紧回屋休息吧。这种反常的宽容反而让安娜心里更没底了，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母亲的反应实在太奇怪了。就在这时，弗兰茨突然笑着打了个招呼。弗兰茨双手插兜靠在墙边，调侃安娜就没什么想说的吗？刚才安娜不在家的时候，他可是替她挨了不少骂。安娜有些尴尬地低下头，小声地向这位骑士先生道谢。弗兰茨倒是大方地接受了，他还从怀里掏出一包零食，说是特意从城里带回来的，让弗兰茨赶紧收下。可紧接着他话锋一转，问起安娜有没有见到伯特伦，他眼神里带着一丝试探，想知道那个男人有没有说什么。安娜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只是愣愣地看着他。安娜看着屋里死寂的气氛，忍不住问大家到底怎么了，可两人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什么事都没有。碰了一鼻子灰的弗兰茨转头就把火撒在了埃里希身上，他严厉地警告这位助手，今天这种擅离职守绝不允许，以后想离开岗位半步必须提前1天向他请示。埃里希吓得缩着脖子，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弗兰茨越说越来劲，强调自己才是这里的老大，今天帮着干杂活已经是极限，以后绝对不会再有下次。埃里希被吓得当场敬礼，大声保证绝对服从命令。弗兰茨整个人都听傻了，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埃里希却挺直了腰杆，大声宣布自己已经正式退伍，从这一刻起，他就是个自由自在的平民了。至于那些没干完的杂活，他笑着说以后就全靠长官您了。还没等弗兰茨反应过来，埃里希道个谢就潇洒地走了，只留下弗兰茨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怀疑人生。安娜在一旁全看明白了，原来埃里希之前找伯特伦就是为了商量退伍的事，可他心里却冒出一个大问号，弗兰茨明明才是他的上司，为什么伯特伦一句话就能让他直接脱掉军装？安娜在心里暗暗琢磨，伯特伦能有这么大的权力，难道他真的是位贵族吗？曾经威风凛凛的弗兰茨此刻正蹲在洋葱筐前，他一边抓着头发一边抱怨自己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安娜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调侃这可不是命的问题，纯粹是因为他性格太差才落到这个地步。弗兰茨气得让他赶紧闭嘴，他实在想不通自己堂堂一个大男人为什么要在这里剥洋葱。安娜却笑嘻嘻地安慰他，让他往好处想想，就当是作为一名骑士想要独自流泪的日子吧。看着弗兰茨吃瘪的样子，安娜心里别提多痛快了。安娜继续在旁边补刀，劝他干脆借着洋葱劲儿把心里的委屈全哭出来。弗兰茨终于彻底破防了，他咬着牙让安娜赶紧滚。安娜一边往门外溜，还不忘叮嘱他拨漂亮点，气得弗兰茨随手抓起洋葱直接朝他后脑勺扔了过去。安娜笑着跑出大门，正好撞见了回家的卡拉。看着女儿这副调皮样，她难道很擅长剥洋葱吗？安娜开心地迎了上去，看着那个一边骂骂咧咧一边熟练干活的男人，卡拉忍不住感叹道，这家伙虽然嘴上不饶人，手里的活儿倒是一刻没停。安娜一边干活一边感慨说，弗兰茨虽然平时挺懒散，但毕竟是伯特伦的朋友，干起活来竟然还挺勤快。她越说越觉得这家伙其识人品还不错。可卡拉听完却突然冒出一句，既然这样，那你干脆换个人喜欢，考虑一下弗兰茨怎么样？安娜吓得差点跳起来，直呼妈妈是不是疯了。可看着卡拉严肃的侧脸，安娜心里突然有点发毛，她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妈妈，刚才是不是在开玩笑？卡拉只是含糊地应了一声，并没有多说什么。安娜这才拍着胸口松了口气，抱怨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刚才那认真的语气简直要把人吓出一身冷汗。卡拉独自陷入了沉思，有些话她没法对女儿直说。比起那位高高在上的皇子，公爵家的3儿子弗兰茨，即便平时再怎么游手好闲，对安娜来说也合适得多。卡拉和安娜正说着话，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呼喊，埃里希扶着门框，连话都快说不完整了。安娜在一旁开了口，问他第一天干农活感觉如何。埃里希支支吾吾应不上来，显然这活比他想的要累。安娜的话虽然平静，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既然想在村子里定居，这种苦日子以后还长着呢。可话还没说完，埃里希就带回了一个消息，他们在田里发现了个东西。安娜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直到埃里希把手伸到他面前，那是一颗刚挖出来的土豆。可奇怪的是，土豆里竟然嵌着一枚金戒指。卡拉盯着那枚戒指，追问这东西到底哪来的。埃里希指了指外面的田地，说这就是刚挖出来的。本来工人们还在抱怨，说今年的土豆长得太硬，个头大的根本切不动。可干着干着地里突然就没动静了，大家伙围在坑边一看，全都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弗兰茨察觉到了不对劲，他让埃里希把东西交出来。弗兰茨突然伸手把埃里希吓了一大跳，他让埃里希别咋咋呼呼的，把东西拿过来瞧瞧。戒指在指尖转了一圈，弗兰茨给出了定论，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金子。他再次向埃里希确认，这东西真是从地里挖出来的。埃里希赶紧点头，说大家在公社农场干活时，亲眼看着他破土而出，作为工人们推选的代表，他才特意拿来交给安娜。弗兰茨把戒指递了过去，看来大家伙都很信任安娜。埃里希还在那自夸，说自己是个靠得住的男人，可弗兰茨根本没理他，转头问安娜打算怎么办，毕竟那块地名声在外，经常有武装强盗出没。安娜盯着手里的戒指，说出了那个荒唐的传闻，据说军队撤退的时候，在那片地里埋了大量财宝。弗兰茨觉得奇怪，难道就没人去确认过吗？安娜无奈地摇了摇头。等他们听说这事的时候，地里早就种满了庄稼，谁能想到随手种下的土豆里竟然真的藏着金子。这下消息要是传出去，那些强盗
恐怕坐不住了。安娜自嘲地笑了笑，要是当初为了那点传闻，就把整片田给翻个底朝天，恐怕还没等挖到金子，全家人就先饿死在荒年了。卡拉在一旁连连点头，刚打完仗那会儿，连填饱肚子都是种奢望，比起虚无缥缈的财宝，还是庄稼更能让人安心。安娜觉得再争下去也没用，决定等晚些时候找村长一起商量对策。她转头询问埃里希，是不是现在就要回农场？埃里希赶紧摆了摆手，说午休还没结束呢，下午才会重新开工。安娜趁着埃里希还没走，干脆请他去厨房帮个忙，毕竟洗菜需要不少井水。埃里希答应的那叫一个干脆。卡拉在一旁默默看着，心里别提多羡慕了。要是能有这么个女婿，像小狗一样听话又勤快，那日子该有多舒心。弗兰茨在后头冷不丁冒出一句，既然这么喜欢使唤男人，夫人干脆自己再婚算了。卡拉被逗得哈哈大笑，直说弗兰茨像个老古董，这种事他可做不来。可弗兰茨接下来的话却让气氛瞬间冷了场。难道这么多年过去，你还没放下那个男人吗？卡拉停下了手里的活，反问弗兰茨到底想说什么。弗兰茨没有立刻接话，卡拉垂下眼帘，提起了那段尘封的往事。当年那场战斗结束后，她的丈夫汉斯是在一片废墟中被发现的。可奇怪的是，除了像丢了魂一样的汉斯，战场上其他的士兵，不管是盟友还是敌人，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弗兰茨推测，会不会是被敌军俘虏了？卡拉叹了口气，当时的指挥官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们一直抓着汉斯不放，发了疯似的想要一个真相。无论那些人怎么逼问，汉斯始终紧闭双唇，哪怕被绳索捆得动弹不得，哪怕身上满是伤痕，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也没向任何人透露半个字。村里的人都在私下议论，说汉斯一定是受了太大刺激，被战场上的惨状吓疯了。可卡拉心里很清楚，她的丈夫并没有疯，她只是独自背负了所有秘密，用这种近乎残酷的沉默在默默守护着这个村庄。可她拼命想要遮掩的真相，真的能永远埋进土里吗？卡拉终于说出了心里话，她和女儿之所以这么拼命，就是为了守住这个村庄，守住丈夫生前最看重的地方。弗兰茨一眼就看穿了她，你是想让我把戒指的试烂在肚子里对吧？卡拉没有否认，一旦农场有宝藏的消息传开，局面就会彻底失控，到时候不仅强盗会盯上这里，就连平日里淳朴的村民恐怕也会为了财宝发疯。弗兰茨冷冷地提醒他，金子的味道可比血腥味传得快多了，光靠沉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卡拉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他并不是在向谁求助，只是在警告弗兰茨管好自己的嘴就行。看着卡拉坚定的样子，弗兰茨终究还是心软了，他主动退了一步，只要卡拉能守住秘密，剩下的麻烦事他愿意留下来一起解决。换句话说，他也会帮忙守护这个村庄。卡拉显然没料到，这个游手好闲的贵族少爷竟然会说出这种话。不过弗兰茨紧接着又补了一句，这只是暂时的，等伯特伦一回来，他绝对会立刻消失，到时候就算卡拉求他也绝不会多留一秒，甚至让卡拉连他的名字都不要再提起。这种急着撇清关系的狠话，反而让卡拉忍不住笑出了声。既然这位少爷这么说了，那他还真是谢天谢地了。远在王都的西里西亚，一股不安的阴云已经悄然笼罩了全城，街头巷尾都在疯传那个被称为疯子的皇子，似乎已经秘密回到了京城。胆小的人赶紧示意晋升，毕竟妄议皇室成员可是要掉脑袋的大罪。但好奇心根本压不住，大家都在私下打听这消息到底是真是假。有人却对此嗤之以鼻，觉得这纯属无稽之谈。如果那位主儿真的现身，现在的王都恐怕早就陷入一片混乱了。伴随焦急促的马蹄声，王都那扇巨大的城门在伯特伦面前缓缓开启。这一路风尘仆仆，他终于回到了这个权力斗争的中心。伯特伦回城后的第一站，直接去了格哈特公爵岭。还没等他走进大门，远处就传来了公爵急促的呼喊声。这位公爵快步跑下台阶，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真没想到你竟然还能活着回来。”公爵弯下腰行了个礼，感叹伯特伦看起来还算健康。伯特伦礼貌地回了一句：“好久不见，格哈特公爵。”伯特伦这次过来其实是带了个重要的消息。弗兰茨按照他的安排，正待在一个偏远的村子里。公爵听完先是一愣，随后无奈地叹了口气，他太了解自己这个小儿子了，生怕弗兰茨在那儿又给当地的姑娘们惹麻烦。伯特伦倒是很淡定，直言已经找了靠谱的人，专门负责盯着他。公爵这才稍微放了心，甚至还自嘲了一句：要是弗兰茨再不听话，原本都打算把他送进修道院了。寒暄过后，公爵确认他是不是要立刻回宫。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这位老牌贵族神情突然变得有些微妙，他压低了声音说：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个忙。公爵拜托伯特伦去王宫找一个叫菲利普的书记官，那是他最小的弟弟。据说那孩子对权贵极尽礼数，在人群里一眼就能认出来。伯特伦随口问了一句，见到他该说点什么。公爵冷哼一声，觉得祝他保重实在是太抬举那个家伙了。随着侍卫的一声通传，沉重的宫殿大门被缓缓推开，伯特伦殿下正式驾到。此时的国王正满脸倦意地靠在沙发上，听到这个名字，他长长的呼出一口气，该来的终究还是躲不掉。听到国王的准许，菲利普小心翼翼地把门推开，伯特伦踩着厚重的地毯，一步步走进了寝宫。国王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个许久未见的男人，语气里带着一丝复杂，感叹两人确实好久没见了。国王指了指对面的位子，示意他先坐下。国王开门见山问起那笔沉重的战争债务。伯特伦端起茶杯，语气平淡地给出了肯定答复。他说已经按照债主的要求，尽可能地把钱还清了。
伯特伦客气地表示感谢国王能拨出这笔资金，可国王却只是自顾自地喝茶，直言这本就是伯特伦该得的，甚至还提到了先王，说如果自己的兄弟还在世，也同样会做出这种选择。伯特伦突然抛出了一个足以让全国震惊的消息，为了填补债务的窟窿，他竟然动用了3件国宝，那些象征国家荣耀的珍品。听到伯特伦动用了国宝，国王猛地反问了一句，他显然没料到为了还债竟然要付出这种代价。伯特伦反问，这难道是个错误的决定吗？国王沉默了许久，最终还是低下了头。既然这能了解他的心结，他也不想再多说什么。可当国王问起他今后有什么打算时，伯特伦却平静地宣布，他要亲手打破那个诅咒。这话让国王愣在原地，毕竟在所有人的认知里，那是连魔法师都束手无策的死局。但伯特伦的眼神异常坚定，他说这是在旅途中的感悟，这世上根本没有还不清的债，只要想解决，就一定能找到出路。面对伯特伦的决心，国王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终于忍不住开口，问伯特伦是否还在怨恨自己。毕竟是他亲手夺走了原本属于伯特伦的王位，可伯特伦却回答得异常冷静。他说那是个合理的决定，因为当年的自己名声狼藉，根本得不到民众的信任。国王听后深深地低下了头，坦言自己甚至放弃了为伯特伦的父亲报仇。伯特伦的语气依旧没有起伏，他直言当时国力空虚，根本无法支撑战争继续，让国王的情绪彻底失控。他颤声提醒伯特伦，是自己把那个魔法师介绍到了伯特伦面前，才导致了这一切悲剧的开始。可伯特伦却打断了国王，他一字一句地强调，去见魔法师的人是他自己选的，这份沉重的代价他从没想过要别人来背。国王的情绪彻底崩溃了，他大声吼出了当年的真相。原来他引荐那个魔法师只是为了利用伯特伦，他想用魔法消除伯特伦对战争的恐惧，好让这位年幼的王子能像提线木偶一样去冲锋陷阵。国王近乎绝望地追问，难道是到如今还是不肯恨我吗？伯特伦看着眼前的男人，语气依旧平静如水。他第一次称呼对方为叔叔，并再次重申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选择，他从未有过半点怨恨。国王痛苦地捂住脸，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伯特伦低头自嘲道，或许是因为当年的自己也同样是个懦夫。空旷的宫殿里，两人相对而坐，那些纠缠了多年的罪孽似乎在这一刻终于有了个了断。沉重的话题告一段落，国王让伯特伦先去休息，可伯特伦却叫住了他，说还有最后一件事。他看着国王的眼睛，平静地抛出了一个请求，如果诅咒真的能被打破，他想去那个救过他的村庄，在那里安稳地度过余生。国王显然有些意外，他以为伯特伦是想要领地，便追问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伯特伦淡淡的回答，那只是个靠近边境的农村。这话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国王实在无法理解，只要伯特伦开口，什么样的富庶之地他给不了，可为什么偏偏是那个荒凉破败的边境小村？难道在那里藏着什么比王权更重要的东西？伯特伦接下来的话差点让国王从沙发上摔下来。他说自己想去那个村子，每天包洋葱，再养点猪。国王听得目瞪口呆，甚至怀疑自己耳朵出了问题。可伯特伦却一脸认真，还在那儿细数村子的优点，说那里土地平坦，人口简单，简直是养老的圣地。国王气得猛地拍案而起，吐槽他现在的这副样子，就像个干了30年急着要退休的老公务员。在国王的逻辑里，伯特伦绝不会无缘无故选一个这么偏远的地方。他语气里满是怀疑，追问那是不是战略要地，或者未来会有什么军事冲突。伯特伦看着紧张的国王，只是平静地摇了摇头。他说那里什么都没有，他只是想作为一个普通人，在那里好好睡个觉。这种对权力的彻底放逐，反而让国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宫殿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国王在心里很清楚，伯特伦虽然平时冷冰冰的，但他绝不是个不会撒谎的傻瓜。他盯着伯特伦，语气变得异常强硬。全国有那么多村庄，为什么偏偏是那一个？他要求伯特伦必须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可伯特伦却只是低着头，淡淡的回了一句现在还不是时候。国王冷哼一声，断定他心里一定藏着秘密。伯特伦并没有否认，他只是解释说这件事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他迟早会把真相说出来。国王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追问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伯特伦沉默了片刻，终于给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回答。他说要等他得到那个人的许可。国王听完直接气笑了，他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在这个国家竟然还有人能给王子下指令。可伯特伦的语气却听不出半点开玩笑的意思。他平静地告诉国王，这件事必须建立在平等之上，而且按照最基本的礼仪，他理应先征得那位女士的同意。这话一出口，整个大殿瞬间变得鸦雀无声。国王和身边的随从们全都愣在了原地，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曾经那个目空一切的伯特伦，如今竟然会为了一个女人，心甘情愿地放下自己王子的尊严。国王显然被吓到了，他不敢相信听到的暗示，这绝对不是真的。他反复确认对方的意思，伯特伦却选择了沉默，直言自己不能再说更多。国王试图让他清醒点，到了年纪对女性感兴趣，这在王室里很正常，但婚姻从来都是政治。他痛苦地捂住了额头，希望这只是一时冲动。伯特伦却突然走上前，请求叔叔再信任他一次，就像16岁那年一样，他曾独自扛起整条战线。那时候国王选择了放手，现在又该如何拒绝？看着眼前这个长大的孩子，国王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国王长长的叹了口气，他转头看向身后的两人，想听听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随从立刻变得局促起来，他借口自己刚上任不久，实在不方便发表个人见解。国王冷笑一声，这种借口确实能让他活得久。
国王看穿了他们的顾虑，直言他们肯定也听过传闻，觉得伯特伦是个疯子王子，甚至为此感到害怕。但他却给出了相反的评价，伯特伦其实一点也不危险，真正让他感到不安的是和那个男人相处的时候，自己内心最真实的一面总会在不经意间彻底暴露。随从低头表示受教，国王却已经不想再谈，他冷淡地示意下一位。国王突然点到了菲利普，问他对此有什么看法。菲利普显然没做好准备，他支支吾吾地提起了往事，说伯特伦看上的那块地本该是国王给他的奖赏。在那场所谓的收复战中，他声称自己击杀了敌将，可随后现场就陷入了混乱，无数士兵在那之后失踪。国王听得一脸不耐烦，直接戳穿了他的长篇大论，说白了就是任务失败了。菲利普只能尴尬地承认。国王冷笑着站了起来，他想起了当年的荒唐事，菲利普根本没带回手机，只拎着个破头盔回来邀功，甚至还厚着脸皮讨要爵位。我至今仍清楚记得，格哈特公爵在议会大厅倒下，捂着脖子的那幕。国王忍不住放声大笑，那是开战以来他最开心的时刻，甚至因此看中了菲利普，只因为觉得这事太滑稽，才把菲利普留在身边当秘书。面对这种荒唐的提拔理由，菲利普只能保持沉默。他深吸一口气，打断了笑声，提醒陛下正事要紧，如果伯特伦真的拿走那块地，恐怕会引起不小的麻烦。国王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他冷冷地追问原因。菲利普低声给出了答案，那片土地至今阴魂不散，当年失踪士兵的悬案到现在可还没解决呢。菲利普还在担心外交问题，觉得把地给伯特伦太冒险。国王顺着他的话反问，想听听他到底有什么高见。菲利普立刻表现得十分忠诚，请求亲自去那片领地视察，他想先去排查潜在的隐患。国王听完却陷入了沉默，紧接着爆发出一阵狂笑，笑声在整个大厅里回荡。菲利普被笑得一头雾水，国王边笑边夸他太有趣了，直言这就是选他当秘书的原因，这种小聪明简直是最好的消遣。菲利普站在原地不知所措，他以为自己掩饰得很好，但在这位国王眼里，他那点心思实在太肤浅，所有的贪婪和野心早就被看个底朝天了。国王一眼看穿了菲利普的贪婪，这种人虽然讨厌，但很好控制。真正让他头疼的是伯特伦，那个从不争抢的城市侄子，为什么突然想要那块荒地？难道真的只是为了一个女人？国王越想越觉得事情不简单，他决定重新调整派往的人选。既然菲利普这么想立功，那就干脆让他去盯着伯特伦。听到国王终于肯派自己出马，菲利普简直要笑出声来。他赶紧毕恭毕敬地谢恩，生怕这位陛下会突然反悔。伯特伦竟然去而复返，他推开大门，直视着国王，声称自己刚想起一件事，是关于格哈特公爵的嘱托。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他就直接点名了菲利普。菲利普被吓得语无伦次，只能僵在原地听他开口。伯特伦当众转达了警告，让菲利普最好放聪明点，如果再不学会好好做人，就等着再次被踢出西里西亚。这话简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当着国王的面扇在菲利普脸上。菲利普气得浑身僵硬，却一个字也不敢反驳。伯特伦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他找了个借口向国王告辞，说自己还要去找皇家魔法师，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大厅。而此时的魔法师居所里，魔术师正趴在桌上呼呼大睡，沉重的鼾声此起彼伏。伯特伦大步流星地走上台阶，连门都没敲就直接闯了进去，大门撞在墙上，发出一声巨响。魔术师被巨响吓得当场弹起，还没睁眼就先大喊是谁，甚至心虚地辩解自己没偷懒。伯特伦站在门口冷冷地回应，说自己已经很久没过来了。魔术师这才看清来人的身份，竟然真的是伯特伦王子。他忍不住感叹王子变了太多，以前看起来可比现在年轻。随后他立刻换上一副笑脸，张开双臂欢呼着迎接王子。魔术师显得非常自豪，吹嘘自己施加的诅咒依然强力。随后他收起了笑脸，问伯特伦到底为了什么而来，毕竟像王子这样强悍的人绝不会无缘无故跑来做检查。伯特伦沉默了很久，终于说出了那个惊人的请求，他想要彻底解开身上的诅咒。魔术师听后感到不可思议，他本想让王子在旅途中认命，可伯特伦却说自己已经受够了，只要能破除这个诅咒，他愿意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魔术师敏锐地察觉到了异样，追问他在旅途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伯特伦终于坦白了心声，他在还债的路上遇到了一个人，一个让他想要相守一生的人。为了那个人，他必须变回正常人。那个女人让伯特伦变了个人，他竟然跑去剥洋葱和喂猪，甚至还帮着打扫前院。这些杂活他以前从未碰过。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那个女人竟然夸他可爱，明知他尝不出任何味道，却还是坚持为他准备饭菜。伯特伦用力抓紧了衣襟，他不久前竟然主动送了花，这种事本该只有动情才会做。他开始怀疑自己出了问题，如果真的没有一丝感情，又怎么会做出这种浪漫举动？魔术师听完却神色凝重，直言诅咒从未夺走他的感情。伯特伦听后彻底愣在原地，魔术师让他回想下咒的那天，当年那句咒语的真正含义似乎一直都被他理解错了。魔术师揭开了诅咒的真面目，伯特伦并不是真的失去了愤怒，而是表达情感的能力被封印了，那些无法发泄出来的怒火只能在体内疯狂灼烧他的内脏，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嵌入他胸口的那块龙骨。伯特伦听完竟然想直接动手，魔术师吓得当场大喊住手，警告他乱来只会失血，过多而死。伯特伦却依然不肯死心，追问能不能用魔法安全移除。魔术师气得让他去问后世的人，毕竟现在的魔法根本做不到。伯特伦听后陷入了沉默，300年后的技术对他毫无意义，因为到那个时候他和安娜早已不在人世了，他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下去。
魔术师终于知道了他的名字，安娜这个称呼让他露出了笑意。伯特伦却开始细数他的样子，说他有一头乱糟糟的金发，还有一双明亮的绿色眼睛，甚至连他走路像小狗这种事，伯特伦都记得清清楚楚。魔术师听完忍不住放声大笑，他看得出安娜对王子有多重要，但他奇怪，既然两人相处得很好，为什么非要执着于找回情感？伯特伦的回答却让人无法反驳，连小狗见到朋友都会摇尾巴，如果他永远无法对他露出笑容，那个女人迟早会感到疲惫。他不想让安娜一直面对冰冷的脸。魔术师听后无奈地躺倒在沙发上，这种深入骨髓的诅咒确实不是靠意志就能撼动的，事情再次陷入了僵局。魔术师突然提出了一个新想法，既然诅咒现在根本无法撼动，那不如干脆换个思路，别再去纠结怎么解除诅咒了，直接改变伯特伦本人怎么样？伯特伦听完彻底愣在了原地，他完全没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魔术师突然话锋一转，提起了这3年的往事，明明国家已经给过补偿，伯特伦却还要亲自去还债，这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伯特伦解释说补偿不够，但魔术师一眼就看穿了，这分明是因为内疚。被戳中痛处的伯特伦一时间竟然无话可说。魔术师的话越说越重，他提到了当年的边境战场，不同于那些躲在城里的贵族，伯特伦是亲眼见过地狱的人。那些被夺走一切的平民，他们的表情伯特伦永远忘不掉，那是深不见底的绝望，还有在刀锋下拼命隐藏的恨意。即便债已经还清了，但那些被毁掉的人生呢？魔术师断定这就是关键。伯特伦心里那份沉重的负罪感，就是解开所有问题的种子，因为他实在太善良了，善良到根本无法原谅自己。这种折磨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伯特伦深吸一口气，说出了一个藏在心底的秘密，那是关于安娜父亲留下的球晶，也是他一直没敢告诉安娜的事。当年他从安娜家拿走了它，原本已经找人精心烹饪好了，可就在准备动筷子的时候，战争却突然爆发了。那个被安娜视作珍宝的东西，最后竟然被直接丢弃了，连作为食物的基本使命都没能完成，就变成了垃圾。伯特伦实在是不忍心开口，因为他太了解安娜了。如果注定要被夺走，安娜宁愿他能填饱别人的肚子，这种温柔反而让他更愧疚。魔术师突然追问起来，那个球晶真的找不回来了吗？如果去安娜父亲工作的地方，或许还能发现一些线索。毕竟这种毫无意义的浪费，就是伯特伦内疚的根源。伯特伦摇了摇头，那东西根本就不是用来吃的，它开出的花能吸引昆虫，是庄稼授粉必不可少的一环。听到这，魔术师心里有了底，他直接给伯特伦开了个药方，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把那个球晶找回来，哪怕只剩下一节残根，也要亲手把它种下去，让它像原本该有的样子，开花结果，顺应天时。虽然不知道能不能破除诅咒，但这确实是唯一的希望了。魔术师的神情变得很严肃，这条救赎之路还长得很，想要把内心的愧疚逐一化解，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伯特伦从小就是个善良的孩子，可一旦诅咒解除，情感回归，那些在战争中积压的罪恶感会像海啸一样瞬间将他淹没。到那时候，他会清晰地感受到周围人投来的那些恶恶的目光，被所有人憎恨是一件痛苦的事。伯特伦真的能承受住吗？魔术师最后提到了安娜，既然安娜是他最珍视的人，那等伯特伦重新拥有感情后，他必须得面对一个残酷的问题，这份沉重到窒息的爱到底会变成救赎还是折磨？伯特伦陷入了自我怀疑，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内心，难道只是因为太痛苦了，才想把安娜当成救命稻草吗？魔术师的画像是一记警钟，人永远不该向他人寻求救赎。如果这份感情只是为了自私，只是为了缓解自己的苦难，那他宁愿选择放手。可就在伯特伦纠结的时候，安娜那边却出大事了。几个男人正围着他，步步紧逼。他们看中了这片社区农场，想要花大价钱强行买下来。安娜根本不吃这一套，就算天塌下来也绝不卖地。他甚至指着对方的鼻子大骂：“耳朵里是塞了土豆，听不懂话吗？”这帮人显然没打算轻易罢休。这帮买地的人彻底急了，骂安娜是个没见识的乡巴佬，难道打算守着这块破地死掉吗？安娜根本不废话，直接抡起锄头把人轰了出去。这已经是今天的第3波了。看着那帮人骂骂咧咧的逃走，安娜心里很清楚，这块地里挖出金戒指的消息恐怕早就已经传开了。埃里希一直守口如瓶，消息肯定是其他村子泄露的，财帛动人心。这片原本宁静的农场现在成了所有人眼中的肥肉。就在安娜发愁的时候，安东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看着那些远去的背影直摇头，这帮贪婪的家伙又来了吗？安娜心里还是不踏实，他问安东有没有看到那枚戒指，现在村里人都在传什么？安东无奈地叹了口气，这帮人全钻进钱眼里了，甚至打算背着安娜去偷挖农场。安娜天真的以为他们是想挖到金子好回老家，可安东却冷笑了一声，回老家谈何容易，这村里有一半人都是逃兵，战争虽然已经结束3年了，但谁敢保证回去不会被侵犯？除非当初没干过捅队友刀子的事。两人相视一笑，气氛总算稍微轻松了一点。其实安东心里很清楚，折腾这些根本没意义。这个村子能给他们食物和工作，除了老迪恩那个坏脾气，这里简直就是最好的避风港。可贪欲就像一把火，一旦烧起来，谁还能看得清眼前的安稳呢？他想一辈子都留在这里，这种平静的生活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弗兰茨挥动着沉重的斧头，埃里希在一旁催促着，再劈完最后10根木头，咱们就能收工回去吃饭了。可活儿还没干完，远处就传来了孩子们的呼喊，他们围在篱笆外面，吵着要埃里希帮忙采花，还要他帮忙做弹弓。弗兰茨板起脸想把孩子赶走，别来捣乱，
埃里希正忙着呢，可埃里希却笑着丢下了斧头，他答应要帮所有人的忙。看着埃里希被孩子们簇拥着跑远，弗兰茨在后面气得直跳脚，活儿还没干完呢，你跑什么？弗兰茨现在简直要抓狂了。餐厅里有一大堆活儿等着干，可同伴们却全都不见了踪影，气得他对着小猪大吼大叫：“没吃的，赶紧给我走开！”安娜在一旁看得直摇头。说起来，伯特伦离开这段时间，这小家伙倒是长肥了不少。虽然那位骑士大人不在家，但村里的女人们可没闲着，他们排着队送来各种甜点，指名道姓说是给骑士准备的。而另一边的埃里希正被一群孩子围得水泄不通，这帮小家伙像嗷嗷待哺的雏鸟，缠着他根本不让走。弗兰茨扛着斧头走进来，怀里还抱着那只沉甸甸的小猪。安娜嘴上虽然在抱怨，说那个骑士干活时总爱唠叨，而且胃口大得惊人，但心里其实早就认可了对方。唯一让他觉得有点不爽的是那家伙总爱围着妈妈转。夕阳的余晖洒在村庄里，这一幕让安娜陷入了沉思。每当看到这样的晚霞，她就会想起战争刚结束的时候，这片土地曾满是战争的伤痕，他们亲手搬走了冰冷的尸体，一点点擦掉地上的血迹，在废墟上重新盖起了房屋。为了找回记忆中的家园，大家流了太多的汗水和眼泪，所以无论那些金子有多诱人，安娜都绝不会动摇。她不会为了区区一块黄金就出卖自己的灵魂和家园，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比金子要珍贵得多。安娜在心里暗暗发誓，无论发生什么，她都绝不会放弃这里。正当她沉浸在回忆中时，埃里希拿着绳子走了过来，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异样，关切地询问安娜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伤心事。安娜被这突如其来的关心搞得有些措手不及，为了掩饰内心的波动，她随口编了个离谱的理由，说自己只是因为太饿了才会控制不住情绪。这个借口让埃里希一脸茫然，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安娜就红着脸把他往外推，催促他赶紧回去干活。伯特伦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这个地方？伯特伦在城门口被拦了下来，守卫一脸为难地道了歉，说是为了防止国宝外流，王都现在出台了新规定，任何人想要离开这里都必须先拿到出城许可。伯特伦坐在马背上，冷冷地问这东西该找谁要。守卫被这股气势压得语塞，半天才支支吾吾地回答，通常是找上级长官审批。伯特伦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平静地表示自己知道了。看来想要顺利离开王都，远比想象中要麻烦得多。哪怕贵为一国的王子，想要见国王一面也并不容易。伯特伦推开沉重的大门，径直走进了华丽的办公室。桌后的国王头也不抬，语气里透着一丝被打扰的不悦。伯特伦没有任何寒暄，直接说明了自己要前往之前的领地。他再次郑重地提出需要一份正式的出城许可。然而国王只是冷哼了一声，反问他怎么又是为了这件事。伯特伦毫不退让地反驳道，这并不是旧事重提，而是国王一直在回避见面，才让这次谈话拖到了现在。国王盯着眼前的侄子，质问他是否真的只为了一个女人。伯特伦坦然承认了，同时也想寻找解除咒语的方法。国王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如果伯特伦真的找回了情感，那他是否也会重新记起曾经对自己这个叔叔的满腔恨意？为了稳住局势，国王提出要等调查结束才能放行。那个所谓的领地，其实隐藏着一段极其惨烈的往事。曾经有一位指挥官为了爵位，带着大军前去收复那片土地，虽然最后勉强击败了敌人，但整支军队几乎全军覆没。伯特伦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如果整支军队只是失踪而不是战死，那这场所谓的收复战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国王无奈地叹了口气，承认当时派人去调查过现场，诡异的是在那片土地上竟然连一具尸体都没有发现，无论是战友还是敌人，全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但既然敌方首领确实被斩首，失地也重新回到了版图，国王便顺水推舟给了对方官职，甚至同意让他亲自去调查失踪案。看着国王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伯特伦心里却冷笑了一声，真的只是没有理由拒绝吗？还是说这个所谓的调查仅仅是国王为了掩盖真相而随手抓来的一块遮羞布？国王发出一阵干涩的笑声，笑声里充满了自嘲和疲惫。国王显然不想再谈下去，冷冷的让他立刻滚出去。随着沉重的大门关上，这场不欢而散的谈话彻底结束。伯特伦站在空荡的走廊里，脑海中却浮现出一个疑问：既然那片土地如此凶险，既然连军队都会离奇失踪，那么究竟是哪个倒霉蛋会去接手那个被诅咒的地方，成为那片土地的新领主？并不是每一场战斗都会被完整的载入史册，但伯特伦心里很清楚，既然那份功勋足以让人封爵，就一定会在档案室里留下无法抹去的痕迹。他独自扎进堆积如山的文献中，在泛黄的纸页间疯狂翻找，试图从那些冰冷的文字里拼凑出当年的真相。随着指尖停在其中一页，那个尘封已久的名字终于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菲利普·格哈特。档案上清楚地记录着，菲利普当年主动请缨参加收复战，他确实提着敌方首领的人头，独自一人从战场上归来。可诡异的是，他带去的整支小队竟然在胜局已定的情况下全部离奇失踪，下落不明。伯特伦看着这些文字陷入了沉思，既然是一场速战速决的突袭，又怎么会爆发所谓的混乱激战，甚至导致全军覆没？这实在是太反常了。更让他感到怀疑的是，回想起前几天见到的菲利普，那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男人，真的有能力在近身肉搏中亲手斩下敌方大将的首级吗？这份惊人的战功真的属于那个男人吗？伯特伦还没来得及深挖，国王的传唤
就打断了他的思绪，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档案，再次踏入那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可推开门看到的这一幕，却让他彻底愣在了原地。几个裁缝正拿着皮尺等候，国王头也不抬地命令他脱掉外套。原来是为了庆祝他的归来，王室准备举办一场盛大的晚宴。作为这场戏的主角之一，伯特伦必须盛装出席。国王直截了当地告诉伯特伦，这场晚宴是为了维护他作为未来继承人的公众形象。毕竟在很多领民眼中，他依然是那个喜怒无常的疯王子。国王并不指望他能表现多好，只要能在明晚的宴会上表现得像个正常人，就足以平息那些荒唐的流言。为了赶进度，裁缝正忙着修改先王的礼服，好让伯特伦能准时穿上它。可就在试衣的过程中，老裁缝却突然停下了动作。他在衣服深处的口袋里摸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东西，那是一块绣着黄色小花的丝巾。伯特伦语气轻松地问裁缝：“觉得这上面的花纹漂亮吗？”这正是安娜亲手送出去的那份礼物。裁缝甚至还笑着附和，说这上面的绣工确实精美。可就在这一片笑声中，国王一言不发地陷入了沉默。整整9年没露面的王子，竟然要公开出席晚宴。消息一传开，全城的贵族都坐不住了，大家都想亲眼看看这位传闻中的疯王子。随着夜幕降临，宴会厅里早已人头攒动。就在气氛达到顶点时，侍从的一声高喊打破了原本的喧闹：“伯特伦王子殿下驾到！”刚才还交头接耳的宾客们瞬间整齐划一的闭上了嘴，无数道复杂的目光全都死死盯着楼梯的方向。沉稳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伯特伦换上了先王的礼服，整个人显得冷峻而威严。国王开始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感慨在分别这么久之后，终于能再次与各位重聚，还提到了过去那3年里大家是如何在悲剧中挣扎，又是如何努力重建生活。他甚至大言不惭地宣称，这段日子他们问心无愧。这番话听起来冠冕堂皇，仿佛他真的是位仁慈的君主。国王突然话锋一转，问大家是不是忘了一位英雄。他当众抛出了一套极其残忍的英雄论调。他说，如果伯特伦战胜归来，那自然是举国欢庆的英雄；如果他战死沙场，也会成为令人惋惜的烈士。可偏偏他活着回来了，反而成了这场战争的伤疤。虽然国王随后假惺惺地替伯特伦开脱说这不是他的错，但这番话已经把伯特伦钉在了耻辱柱上。国王紧接着转过身，逼着伯特伦当众表个态。面对台下无数双眼睛，伯特伦只能压抑住所有情绪。他语气生硬地回答道，自己愿意为了国家学习一切。国王在台上继续他的表演，说这位16岁就远赴战场的少年，如今终于回来继承王位了。为了弥补这缺失的9年，他甚至公开呼吁在座的贵族要对伯特伦多加指教。这哪里是关怀，分明是把伯特伦推向了狼群。随着宴会正式开始，国王在私下里终于露出了真面目。他疯狂嘲笑伯特伦刚才的表态，说那种愿意做任何事的话根本就不该从王子嘴里说出来，听着倒像是个拼命救主的仆人。伯特伦能在那场战争中活下来，恐怕就是靠着这种奴才般的念头。国王一边假装感谢上苍，一边下达了残酷的指令。他宣称，为了让伯特伦重新找回王子的身份，必须对他进行彻底的教育，甚至当众放下了狠话。在伯特伦变得像个真正的人类之前，他一步也不准离开城堡。这道冠冕堂皇的禁足令直接剥夺了伯特伦的自由。面对这种近乎非人的评价，伯特伦始终保持着沉默，像个真正的人类，这到底算什么意思？伯特伦独自站在宴会角落，手里拿着精致的甜点，但他显然没心思品尝。在这个华丽的社交场里，他的心思早已飞到了别处。如果安娜也有这些食材，他会不会也想做出这种东西？看折满桌精致的甜点，伯特伦第一反应是带给他，可惜这些东西根本放不久。叔叔是想让他当一辈子傀儡吗？甚至威胁要把他关在城堡里，直到他变得像个所谓的正常人。当一个完美的王子真的太难了，这种被束缚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直到身后的格哈特公爵叫住他，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伯特伦这才从压抑的回忆里重新回到了这个冰冷的宴会厅。格哈特公爵突然凑了过来，问伯特伦刚才在想什么。伯特伦只能拿国王的训斥当借口。公爵倒是觉得那番话挺受用，尤其是伯特伦说愿意学习一切，这种谦卑确实对以后有好处。可伯特伦并不想聊什么以后，他只希望未来能离自己远一点。公爵却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未来其实就在每个人的脚下，还顺带提到了弗兰茨那个麻烦精，让伯特伦不用为了那小子操心。伯特伦沉默着没有反驳，在这场充满试探的对话里，他只能选择把所有情绪都藏起来。公爵还在那儿喋喋不休，感谢伯特伦总给弗兰茨收尾，还劝他趁着今天没人捣乱，赶紧找个名门千金跳支舞，甚至暗示他该找个未婚妻了。毕竟在国王的计划里，婚姻也是一种政治筹码，如果一直这么单身下去，迟早会被当成工具指派出去。公爵甚至觉得联姻也没什么不好。可就在对方大谈利益的时候，伯特伦脑海里全是安娜的身影，那个在阳光下回头微笑的女孩。伯特伦实在待不下去了，刚想找个借口离开宴会，公爵却一眼看穿了他的心思，调侃他是不是觉得这里太无聊。公爵开始回忆起年轻的时候，说自己以前也总盯着弟弟菲利普，可奇怪的是菲利普今天竟然没有出席。伯特伦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公爵解释说他是奉命出城了，还吹嘘回来就能当上伯爵。他突然话锋一转，问公爵在战争爆发之前，菲利普是不是离开过领地？公爵的表情瞬间变得有些尴尬，承认当年为了继承权的问题，
确实把菲利普送走过一段时间。伯特伦紧接着追问：“那是不是在大约20年前？”公爵显然没料到他连这个都知道。公爵以为是弗兰茨说漏了嘴，毕竟那是家族最耻辱的往事。伯特伦听着这些话，脑海里却浮现出卡拉提过的名字，那个叫菲尔或者菲利贝尔的男人。现在看来，那大概率只是个假名。一种强烈的不安感瞬间涌上心头。伯特伦不再犹豫，他突然向公爵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对方能帮他瞒着国王，让他立刻秘密离开王都。公爵显然被这个要求吓到了，他压低声音试探着问道：“难道你是要去解除那个诅咒吗？”伯特伦没有正面回答，但公爵已经通过他的行动推断出了那个最合理的真相。毕竟他一回王都就去找了魔法师，意图实在是太明显了。公爵无奈地叹了口气，直言国王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去面对那个被解除的诅咒。在他眼里，国王其实很胆小，甚至在担心一旦伯特伦恢复情感，会不会因为过去的遭遇而报复。公爵的话说得很露骨，虽然他相信伯特伦的人品，但情感这东西就像脱缰的野狗，一旦找回了这些情绪，谁也无法预料他会往哪儿跑。国王害怕的就是这种失控。伯特伦听完沉默了片刻，他甚至表示如果真的有必要，自己可以发誓绝不追究往事。公爵却只是摇了摇头，说国王其实很想相信他，只是希望他能再多给一点余地。公爵虽然理解伯特伦的处境，但还是拒绝了他离开的请求，毕竟现在放他走风险实在太大。伯特伦却没有任何退缩的意思，只是再次坚定地请求对方放行。公爵被他这种反常的态度搞懵了，他试探着问伯特伦这件事是不是和他儿子弗兰茨有关。伯特伦给出了肯定的答复，紧接着伯特伦抛出了重磅炸弹，他说菲利普正要去往那个村子，也就是当年弗兰茨被丢下的地方。公爵瞬间陷入了巨大的不安，他反复确认菲利普的驻扎地点，得到的答案却让他如坐针毡。他最痛恨的家族败类和他亲手制造出来的累赘，竟然要在同一个地方碰面了。公爵被这个消息彻底震慑住了，他嘴里反复念叨着败类和累赘，甚至因为刚才的失态向伯特伦道歉，但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意识到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伯特伦原本打算明天一早出发，但他现在改变了主意，他要求公爵直接把今晚的马车借给他，他要伪装成公爵的样子，趁着夜色直接魂出城门。公爵听完这个大胆的计划，感叹伯特伦早就想好了一切，他立刻答应配合，并承诺在城门外准备好快马。时间紧迫，两人低声交换了细节。公爵让伯特伦20分钟后在3号城门外准时集合，他会负责去搞定马夫。看来就算是高高在上的王室，也拿这些家务事没办法。公爵看着伯特伦离去的背影，心里却觉得国王比自己幸运多了。他那个不成器的弟弟菲利普，整天在外面游手好闲，惹是生非。他甚至产生过阴暗的念头，如果菲利普哪天死在某个小巷，自己是不是反而能清静不少？至于他那个被抛弃的小儿子，如果真的在乡下找个姑娘定居，从此隐姓埋名，彻底消失，对他来说，也许这才是最好的结局。画面一转，远方的村庄里，深夜的木屋中传来了一阵沉重的咳嗽声。弗兰茨正忍受着高温和浓烟，他一边剧烈的咳嗽，一边咒骂着这该死的工作。这时，旁边的小猪凑了过来，弗兰茨赶紧把他往后推，嘴里还念叨着这里太危险，万一被火星见到可不是闹着玩的。与此同时，在寂静的荒野上，一阵急促的车轮声打破了沉默，马车在夜色中飞速疾驰。深夜的寒气越来越重，屋外的风声听得人心里发毛。卡拉坐在桌边，看着忙前忙后的安娜，语气里透着一丝反常。他让安内别管炉火了，赶紧坐下来谈谈。这种突如其来的严肃让安娜感到莫名不安。果然，卡拉一开口就扔出了一个重磅炸弹，他直接质问安娜是不是和男人有私情。安娜简直要气炸了，怎么随便出现个男人都要跟他扯上关系？可卡拉并没有打算罢休。有人看到男人在安慰你，你们两个该不会真的在偷情吧？面对这种离谱的指控，安娜只能大声反驳，但这流言蜚语恐怕没那么容易平息。卡拉深吸一口气，决定对安娜说点实话。他觉得安娜和伯特伦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在卡拉眼里，安娜更适合找个像迪托那样的普通男人，平平淡淡的过一辈子。安娜并没有反驳，全村的人大概都这么想，毕竟伯特伦那样的人就像是一场抓不住的梦。是的，他简直像梦一样，毕竟他是个王子。卡拉却突然话锋一转，他说自己其实也挺喜欢伯特伦。听到卡拉也喜欢伯特伦，安娜整个人兴奋起来。可卡拉接下来的话却让气氛变得有些微妙。他夸赞伯特伦勤奋可靠，甚至还大方地表示，只要是安娜想要的，他都会想办法满足。安娜开玩笑说要大房子，卡拉却一脸认真的想为他缝制一件婚纱。话题突然转到结婚，让安娜有些措手不及。卡拉紧盯着他的眼睛，抛出了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如果伯特伦真心求婚，你到底愿不愿意嫁给他？沉默在空气中蔓延。安娜终于低声承认，自己确实想和他在一起。可一想到对方的身份，他眼神中透出一丝落寞。如果他不是什么贵族，只是个普通人就好了，那样他们之间或许就再也没有阻碍了。安娜还在自顾自的幻想，觉得伯特伦要是被赶出家门，自己就能多喂饱他一点。卡拉听得一阵无语，赶紧催促他回屋睡觉，别再在这儿异想天开了。可安娜刚一离开，一直躲在暗处的弗兰茨就沉着脸走了出来。卡拉立刻警觉起来，质问他是不是在偷听。弗兰茨倒是一脸坦然，说自己只是在清理壁炉，顺便听到了关于结婚的事，提到伯特伦这个名字。屋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卡拉怎么也想不通，那个男人到底想对安娜做什么？
弗兰茨也只能无奈叹气，毕竟伯特伦的心思，恐怕连国王都猜不透。弗兰茨抛出一个重磅消息，伯特伦身上其实带着咒语，一旦这个诅咒被解除，他对安内的感情很可能会随之彻底消失。卡拉显然被吓到了，他从没听过这种荒唐事。弗兰茨继续解释道，伯特伦一直在试图找回情感，可谁也无法保证变回正常人的他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他提醒卡拉早做准备，免得最后安娜伤得太深。清晨的阳光已经洒在了村庄的小路上，一辆极其奢华的马车正缓缓驶入这片宁静，村民们纷纷驻足围观，都在好奇这不速之客的身份。那辆华丽的马车就停在村长家的门口，拉拉一眼就认出那是贵族的座驾。他一路小跑冲向酒馆，大声呼喊着卡拉和安娜，他要把这个惊人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他们。此时酒馆里的两人正忙着手里的活计，拉拉气喘吁吁地闯进来，说村里来了一辆只有大贵族才坐得起的马车。听到贵族这两个字，卡拉手里的动作僵住了。拉拉摇了摇头，表示不清楚，只看到马车上的仆人已经把村长给带走了。卡拉听完松了一口气，觉得伯特伦那样的人绝不会如此粗鲁地传唤村长，看来马车里另有其人。可安娜这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立刻遭到了客人们的调侃。大家伙儿都凑过来起哄，问他是不是因为没见到心上人，心里觉得委屈了。安娜被说得手忙脚乱，还是卡拉出面镇住了场子，呵斥着群闲人赶紧去干活，别整天盯着别人的私事。等起哄的人散去后，安娜悄悄看向一旁的弗兰茨，想知道以骑士的眼光能不能看出那辆车的来头。弗兰茨放下手中的东西，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他说，贵族的马车通常都会刻有家族徽章，但刚才那一辆更像是某种官方的公务车，这说明来的人恐怕比普通的贵族更难对付。安娜还在追问马车的事，弗兰茨嘴上说不知道。早些时候，他径直走到马车前，用力敲响了车门。他直接亮出格哈特家族的名号，想逼对方现身说话。车上的随从笑眯眯地走了下来，他一眼就认出了弗兰茨，还客气地称呼他为少爷。可当弗兰茨追问到底是谁派他们来的，马车里坐的又是谁，男人却像个复读机，只会说自己无权透露。弗兰茨被这态度彻底激怒，可男人接下来的话却像一盆冷水当头浇下。他提醒这位落魄少爷，作为一个没有继承权的次子，根本没资格插手公务。弗兰茨气得猛砸桌子，这种被人看扁的滋味让他简直要发疯。还没等他缓过劲来，门口就传来一阵吆喝。那个戴红头巾的男人大摇大摆地闯进酒馆，他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说既然这是村里唯一的饭馆，就赶紧给马车里的贵族准备一份像样的体面晚餐。拉拉一眼就认出了他，正是刚才马车上的那个跟班。男人直接甩出一张长长的清单，要求立刻照着上面做。安娜凑过去看了一眼，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清单上写着李子派，还有昂贵的奶油、浓汤，这些高级食材在偏僻的村子里根本找不到。对方这哪里是来吃饭的，分明是故意来找茬的。男人的态度极其嚣张，他直截了当地威胁安娜，如果想在村里平安生活，最好现在就给马车里的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好印象。安娜被这话吓得不轻，就在气氛降到冰点时，弗兰茨大步走上前来，他当众拆穿了对方的无礼，说在荒郊野岭要这种大餐，简直就像在沙漠里找鱼。既然是来提要求的，起码要懂得入乡随俗。男人显然没料到这位少爷会站在村民这边，他阴阳怪气地反问弗兰茨，是不是打算倒戈相向？弗兰茨根本不吃这一套，他眼神犀利地逼近对方，质问他们是不是把村民当成了宣战的敌人。这顶大帽子扣下来，刚才还不可一世的男人瞬间就变得语无伦次。他赶紧改口解释说，他们这次特意赶过来，其实是带了一份好差事。安东在一旁冷冷地重复，所谓的差事到底是什么？男人还在拼命辩解，说他们绝对不是来打架的。可话还没说完，酒馆里突然爆发出一阵尖叫，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男人就被直接撞翻在地。周围的人哄堂大笑，看着这个不可一世的跟班，狼狈地摔了个狗吃屎。男人哪受过这种气，他恼羞成怒地爬起来，丢下一句走着瞧的狠话，就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大门。安娜见状赶紧追了出去，同伴们都觉得很解气，不明白为什么要拦着他。安娜却无奈地叹了口气，她觉得就这么把人赶走只会让矛盾变得更深。她原本还打算准备一份便当，让男人顺路带回去，送给马车里那位尊贵的领主，毕竟在这片土地上彻底得罪权贵可不是好事。埃里希看着那人的背影，心里100个不愿意，觉得这帮家伙实在太无理，根本不想和他们打交道。就在大家犹豫不决时，安东主动站了出来，他让安娜放宽心，这趟差事由他去跑，反正他正好要去村长家，顺路就能把东西送到。安娜总算松了一口气，连声向这位叔叔道谢。酒馆的闹剧暂时告一段落，弗兰茨还没走远，肩膀就被一只手按住了。他下意识地停下脚步，回头发现竟然是卡拉。卡拉的神情异常严肃，完全没有了平时的样子。他压低声音开口问道，能不能单独聊一聊？卡拉开门见山地问道，那辆马车的主人是不是个危险人物？弗兰茨只能摇头坦白，自己其实也并不清楚，毕竟那人一直躲在车里，从头到尾都没露过面。卡拉却敏锐地察觉到弗兰茨刚才的样子分明是写满了担忧。弗兰茨沉默了片刻，他也想说点好听的，让卡拉能够放宽心，可现实却让他无法开口。对方越是刻意躲着他，就越说明那是个熟人。卡拉听完也陷入了沉思。弗兰茨轻声向他道谢，感谢他能为自己着想。卡拉突然感叹了一句，谁能想到会有今天呢？弗兰茨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见卡拉接着说道，今天能有他在身边真的是太好了。这突如其来的直球让弗兰茨彻底愣在了原地。
面对卡拉温柔的注视，弗兰茨一时间手足无措，他赶紧把头扭向一边，嘴硬说刚才那些都是废话，自己只是帮忙到伯特伦回来之后，绝不会再碰这些麻烦事。卡拉看着他这副模样，只是笑着随声附和。与此同时，村子里的光线逐渐暗淡，安东正独自走在街道上，他手里提着篮子和酒瓶，正准备去完成先前的承诺。一阵冷风吹过，卷起了地上的枯叶，安东脸上的伤疤在夕阳下显得格外冷峻。安东在路口停下了脚步，那辆显眼的红色马车此刻正停在村长家门口，守卫正和老人交谈着什么，沉重的斧头狠狠劈下。弗兰茨正拼命挥洒汗水，仿佛想把心里的烦乱全部发泄在这些木头上。卡拉刚才那句温柔的话不停地在他脑海中回荡。弗兰茨痛苦地捂住脸，他根本不知道车里是谁，更不知道对方的底细。如果那帮人打着公职旗号，公然在村子里横行霸道，凭他现在的身份，又能拿什么去阻止呢？这种无力感比任何劳作都要让他疲惫。那个嘲讽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提醒弗兰茨只是个排位第3的儿子，根本没资格插手公事。这番话像根刺一样扎在他心里，让他整个人都显得死气沉沉。安娜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看着闷头劈柴的弗兰茨，问他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忧郁。弗兰茨没好气地回了一句：“明明是他一直在指使自己干活。”安娜听了这话，反而笑了起来。她说：“大家从没指望这位骑士大人能使出什么了不起的通天本领，更没想过让他去强出头压制谁。”看着弗兰茨愣住的样子，安娜提到了那辆马车，调侃他只有在想看的时候，观察力才会变得敏锐。她收起笑容，认真地盯着弗兰茨。难道他以为大家对他好，是想从他身上捞到什么好处吗？安娜一字一句地告诉他，他和母亲绝不是那种势利的人。安娜劝他别把母亲的话当负担，更没必要因为那句话就觉得压力倍增。弗兰茨被戳中心事，支支吾吾地想要否认。安娜看着他那副表情，直言连牲口都不会信他的鬼话。弗兰茨索性自暴自弃起来，说自己只是个没用的城里少爷，只会给他们母女添麻烦。安娜听得直打哈欠。他说大家并没觉得他有多糟，在母亲眼里他顶多算是一只抓不到老鼠的家猫罢了。这番奇妙的比喻让弗兰茨彻底愣在原地。村长家门口的马车发动了，老人恭敬地站在路边告别，车厢里传出一个冰冷的声音，提醒村长务必仔细考虑今天提出的那项提议。看着马车远去的背影，村长的神情变得愈发凝重，直到那辆马车彻底走远，他才终于卸下了伪装。他对着远去的背影破口大骂，诅咒那个无理的混蛋，最好半路就把车轮掉个精光。夜幕降临后的酒馆里，气氛比往常更加压抑。村长把白天的遭遇原本地告诉了大家，那个今天进村的贵族竟然大言不惭地宣称整个村子都应该属于他。他自称在战争期间曾在这里立下过赫赫战功，所以现在要拿走这片土地作为他应得的奖赏，甚至还要成为这里的领主。这个荒唐的消息让在场的所有人瞬间炸了锅。卡拉气得直接拍了桌子，这地方100年都没领主了，凭什么现在突然冒出来一个？村长无奈地叹了口气，说对方甚至把大家定性成了非法侵占的流民。更离谱的还在后面，那个贵族要求所有人搬走，并入到隔壁的村子里去。安娜听得一头雾水，这到底是什么强盗逻辑？村长解释说，对方嫌这里的土地太贫瘠，就算种一辈子地也交不起税，所以要让他们去别处打工，好提高交税的效率。对方不仅要收现在的税，还要大家把过去100年欠下的税款全部补齐，这简直就是要把人往死里逼。安娜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既然战争结束后村里的公有农场一直经营得很好，如果对方真的只是为了收税，留在原地继续耕种，明明才是最有效率的做法。村长最后拍了板，决定明天再去和对方谈谈，但底线绝对不能动，那就是全村人死守家园，绝对不会搬走。散会后，大家陆续离开。可奇怪的是，竟然没人知道那贵族叫什么。对方傲慢到了极点，连名字都懒得透露。安娜赶紧追了上去，想起安东白天去送过饭，便打听有没有看清对方的长相。安东却显得有些不自然，说自己只是把篮子交给了杂役，根本没见到正主的面。安娜开玩笑说，那家伙的脸难道是金子做的吗？竟然这么难见上一面。可安东接下来的话却让安娜感到十分意外。他提出这段时间想先不去公有农场干活了。虽然安娜爽快地答应了，但看着安东匆忙离去的背影，总觉得他是在刻意躲着谁。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难道和那个贵族有什么过往？弗兰茨反而先开了口，问他为什么什么都不打听。安娜冷笑了一声，既然对方曾是军队指挥官，那弗兰茨之所以想躲着，理由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曾是对方手下的逃兵。弗兰茨并没有否认，反而夸安娜看人真准。安娜接着又补了一刀，说很多逃兵在跑路之前都会先在战友背后捅一剑。这话显然戳到了痛处。弗兰茨语气变得冰冷，警告安娜，如果没被捅过，最好还是闭上嘴巴。安娜却一点都不退缩，甚至打了个奇怪的比方，说粪便经过发酵也能变肥料，问这位骑士大人是不是也一样。弗兰茨气的脸色发青，质问安娜是不是在骂他是粪便。安娜头也不回的摆摆手，说他以前确实就是一坨烂泥。看着弗兰茨吃瘪的样子，卡拉在一旁忍不住偷笑。他说安娜刚才那些话其实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认可弗兰茨的价值。弗兰茨没好气的让他闭嘴，卡拉却越说越起劲，觉得这位骑士大人简直就像一只浑身带刺、嘴巴又毒的小野猫。弗兰茨听得一头雾水，不明白不抓老鼠的猫到底能有什么用处。卡拉笑着解释道，这就好比是一种护身符，哪怕这只猫只会随地大小便，只要它在那儿坐镇，胆小的老鼠
就不敢靠近。弗兰茨自嘲地叹了口气，觉得这排泄物也没多大用，如果老鼠的数量变多了，光靠这点威慑力根本没戏。他甚至觉得到了那时候，这只没用的猫就该被踢出门。卡拉看出了他的心思，温柔地安慰道：“只要这只猫一直守在这里，起到了震慑的作用，那就已经足够了。至于接下来怎么抓老鼠，那是谷仓主人的责任，不该由一只猫来操心。”他让弗兰茨赶紧回屋休息，剩下的清理工作交给他来处理就好。弗兰茨愣在原地，看着卡拉忙碌的背影，心里泛起一阵异样的感觉。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脸颊，整个人显得有些局促不安，甚至忍不住自嘲地笑出了声。一切准备就绪，村长已经做好了正面迎敌的打算。男人还是有些担心，毕竟那个傲慢的贵族随时都会找上门来。村长却显得信心十足，为了增加威慑力，他特意翻出了熊皮地毯，甚至在厚外套里塞进了夸张的垫肩，想让自己看起来更强壮。男人在一旁看傻了眼，忍不住小声吐槽：“这垫肩是不是太离谱了？”村长发出一阵冷笑，他根本不在乎形象，只要能吓退对方就行。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村长收起了玩笑的心思，提醒男人记住昨天的计划。无论那个贵族开出什么条件，他们都绝不会离开村子，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这种目中无人的二世祖，他这辈子见得多了，根本没什么好怕的。华丽的马车停在门口，随行的护卫全副武装，这阵仗显然不简单。菲利普走下马车，语气听起来十分客气，询问是不是吓到了村长。他解释说，昨天是独自前来，但因为嫌外面太吵闹，才把随从留在临城。今天带这么多人过来，美其名曰是为了清静，实际上却是在示威。菲利普脸上挂着得体的微笑，提议进屋里详细谈谈。谈判的结果一塌糊涂，村长整个人瘫在椅子上，看起来像只落水狗。男人无奈地解释道：“原本说是去讲道理，结果根本没机会开口。那个贵族带了一群护卫，把村长一个人围在中间，全程只有挨训的份。”卡拉听得眉头紧锁，追问那个贵族长什么样，是不是真的那么难对付。男人一边回忆一边吐槽，说那人长了一头金发，脸蛋漂亮的有些过分，最让人火大的是那双眼睛，透着一股子目中无人的劲，简直让人想上去揍一拳。坐在一旁的弗兰茨察觉到众人的目光，冷冷地问他们在看什么。男人吓得赶紧改口，夸赞弗兰茨长得太英俊，才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弗兰茨发出一声冷哼，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弗兰茨觉得自己简直是倒霉透顶了，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被嘲笑的对象。他对着路边的小猪大声抱怨着不公，明明帮村里劈了那么多柴，却连一句感谢都换不来。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日子，他真是一秒钟都待不下去，甚至动了离开的念头。弗兰茨心里乱成一团，他开始疯狂想念伯特伦那个混蛋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再这样独自待下去，他觉得自己快要疯了。就在他满腹牢骚的时候，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弗兰茨下意识地回头，一个熟悉的身影正穿过迷雾飞奔来。伯特伦竟然真的回来了！他穿着一身笔挺的礼服，怀里还抱着一束鲜花。弗兰茨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西装革履的人竟然真的是伯特伦。他顾不上叙旧，指着那匹马大喊起来：“这马看起来快要断气了！”伯特伦身材这么魁梧，竟然骑着一匹瘦小的马从王都一路狂奔回来。伯特伦语气平淡地解释，他是从宴会厅逃出来的，还借用了格哈特家的马，甚至连弗兰茨的父亲也暗中帮了他一把。弗兰茨忍不住吐槽道：“既然事情这么紧急，你干脆自己扛着马跑算了。”伯特伦却一本正经地回答：“人类的速度终究赶不上马。”这逻辑让弗兰茨无言以对。他顾不上整理凌乱的礼服，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询问安娜的下落。还没等弗兰茨反应过来，伯特伦已经抱着花径直朝村子里走去。伯特伦紧紧握着花束，满脑子想的都是要把这份礼物送给安娜。这个平日里冷酷的男人，此刻竟然变得格外局促，甚至拉着弗兰茨帮他检查。他生怕身上有哪里不对劲，非要确认仪表万无一失，才敢去见心上人一面。卡拉站在不远处，看着这个焕然一新的男人，整个人愣在了原地。伯特伦礼貌地打了个招呼，坦言自己终于回来了，做事就要往屋里走。卡拉却突然变了脸色，猛地转身挡住了大门。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伯特伦彻底僵在原地，完全搞不清发生了什么。明明已经到了家门口，卡拉为什么要拦着他？难道屋里出了什么变故？卡拉突然拦住去路，语气变得异常严肃。他要求和伯特伦谈谈。原来弗兰茨守不住秘密，已经把伯特伦的身份私下告诉了卡拉。他觉得既然是认真的，身份早晚都要公开，干脆现在就把话挑明。卡拉直视着这位王子，质问他对安奈的感情究竟只是一时兴起，还是打算托付终身。伯特伦没有任何犹豫，当众表明了自己的真心，他对安娜绝对是认真的。卡拉紧接着追问，那他是否打算亲口向安娜坦白这一切？伯特伦眼神坚定，决定现在就去说清楚。他抱着花径直走向屋子，留下卡拉和弗兰茨在身后焦急的阻拦。卡拉和弗兰茨拼命拦阻，求伯特伦千万别去坦白，现在的安娜根本承受不住。原来安娜一直都在担心伯特伦真的是位大贵族，这让他感到无比沉重。他甚至宁愿伯特伦只是个被家族抛弃的落魄者。伯特伦听完陷入了沉默，他没想到自己的身份竟然会成为安娜的负担。弗兰茨无奈地叹了口气，直言安娜最近压力太大，村子里又出了新的麻烦。前几天有个傲慢的贵族突然带人闯进村子，声称自己才是这里的主人。那人自称立下了战功，这片土地是给他的奖赏，甚至要求村民交出村庄，
伯特伦立刻警觉起来，询问对方长什么样子。弗兰茨却摇头说没看见。那人态度极其嚣张，全程都没有露过面，只跟村长一个人谈过话。伯特伦听完脸色一沉，直觉告诉他情况不妙，他心里已经有了人选。在弗兰茨的追问下，伯特伦缓缓吐出一个名字：菲利普·格哈特。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卡拉和弗兰茨都愣住了，气氛变得异常压抑。伯特伦看着卡拉补充道：那个人不仅身份显赫，恐怕还是卡拉的老熟人。伯特伦缓缓吐出一个名字：菲利贝尔。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卡拉整个人彻底失控，愤怒几乎要将他淹没。他咬牙切齿地咒骂着，恨不得将那个人碎尸万段。弗兰茨赶紧上前安抚，提醒他安娜还在屋里，千万别让孩子听到这些。为了平复卡拉的情绪，弗兰茨甚至顺着他的话，提议要用最残酷的手段把那家伙倒挂在树上，一片片拔掉他的指甲，让他受尽折磨再死。卡拉知道这只是安慰，可心里的怒火依然难平，毕竟那是格哈特家的人。安娜疑惑地走出房门，她显然听到了动静。伯特伦缓缓转过身，看着眼前这个单纯的女孩，所有的冷酷瞬间瓦解。安娜一时间有些失神，下意识回应了伯特伦，并肩欢笑的记忆瞬间在脑海中清晰起来。可还没等他走上前去，弗兰茨却突然出手，一把拽住了安娜的手臂。弗兰茨语气强硬的打断，让安娜先在外面等着，等他们把话谈完再说。紧接着，沉重的房门被猛地关上，安娜就这样被隔绝在外，甚至没来得及问出心里的那个疑问：屋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竟然连他都不能听。弗兰茨警惕地关紧门窗，示意大家压低声音，尽快把接下来的事谈完。他开门见山地询问伯特伦，打算怎么对付菲利普。伯特伦面色冷峻，他要揭穿那场战争的谎言，只要证明菲利普的战功造假，就能让他彻底身败名裂。可弗兰茨却觉得这太难了，毕竟3年前的那场战斗，所有的目击者都已经不在人世。他满怀歉意地看向卡拉，因为卡拉的丈夫就是那场惨烈战斗中唯一的幸存者。卡拉虽然痛恨菲利普，却无奈地表示，丈夫生前从未提起过细节。伯特伦打断了众人的忧虑，他声称自己自有打算，不需要再追问卡拉。但他最后严厉地警告弗兰茨，这件事绝对不能让安娜知道。伯特伦究竟在隐瞒什么？连安娜都要被排除在外。卡拉的语气变得愈发严肃，他叮嘱伯特伦，要隐瞒的不只是当年的真相，还有一个更致命的秘密，那就是伯特伦皇室成员的身份。一旦这个消息走漏，后果将不堪设想。伯特伦沉默地听着，只是低声回应了一句明白。而此时在门内的安娜心里早就乱成了一团麻，她不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要合伙把她排除在外，这种被排挤的感觉让她甚至想直接推门离开。屋内的卡拉还在小声提醒，让伯特伦在外面多加小心，毕竟菲利普那个大嘴巴随时可能把他的皇室身份宣扬得满城皆知。就在这时，紧闭的房门终于打开了，伯特伦走到安娜面前，语气平静地宣布谈话结束。安娜有些犹豫地开口，问伯特伦能不能听他说几句任性的话。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安娜小声抱怨起来，本以为他一回来就会立刻出现在自己面前。伯特伦听完赶忙道歉，一旁的卡拉见状赶紧拉着弗兰茨离开。安娜笑着打趣道，这次出门有没有找回丢失的情感？伯特伦却有些失落的低头，直言自己毫无进展。可就在安娜失望时，伯特伦却突然从身后拿出了一大束鲜花。他说在回来的路上一看到这些花，脑子里全都是安娜的身影。安娜再也抑制不住喜悦，直接扑进了伯特伦怀里，大声说着欢迎回来。两人坐下来共进晚餐，卡拉心疼地看着他，觉得他瘦的只剩皮包骨了。弗兰茨却笑着反问，你是不是把他的肌肉全都当成骨头了？卡拉直接对了回去，他说自己没跟骑士说话，只是想让伯特伦多吃点。伯特伦礼貌地道了谢，还想解释体重并没有减轻。安娜可不听这些，直接往他嘴里塞了一大块肉，让他闭上嘴只管吃。弗兰茨在一旁哈哈大笑，调侃伯特伦的肌肉硬得恐怕连刀剑都折不断。卡拉无奈地看着弗兰茨，虽然他是个出色的骑士，但有时真不知道在胡扯什么。安娜凑到卡拉耳边打趣说，弗兰茨表现得这么反常，只是想引起他的注意罢了。就在气氛一片大好时，伯特伦却突然放下了餐具，他神情严肃地叫住卡拉，询问初次见面时交给他的那份文件还在不在。那是伯特先生亲笔签署的一份至关重要的凭证。卡拉立刻意识到事情不简单，转身跑上楼去翻找。没过多久，他拿着一份泛黄的信件走下来，这份被尘封已久的文件，难道就是击垮菲利普的关键？伯特伦缓缓摊开一张纸，弗兰茨凑过去看了一眼，忍不住调侃他的画工简直是让人大开眼界。安娜气得直接拍了桌子，让这个多嘴的骑士闭嘴。伯特伦却没心思开玩笑，他语气低沉地解释，根据他在施莱森查到的线索，找回情感的关键就藏在画里的这个东西上。安娜仔细辨认了半天，突然发出一声惊呼，这分明是他父亲当年亲手培育出来的花球精。弗兰茨拿着画反复端详，实在没法把这团线条和花球精联系在一起。安娜有些担忧地询问，这东西真的能帮他吗？伯特伦点了点头，说这是魔法师给出的建议。虽然这些球精当年是因为他才消失的，但他现在必须把他们找回来。他推测在汉斯的研究室，也就是那座废弃的城堡里，或许还有幸存的球精。可安娜却轻轻摇了摇头，语气中充满了不确定。整整3个冬天过去了，那些被埋在地下、无人照看的脆弱生命，真的还能在这冰冷的荒野中奇迹般的活下来吗？就在安娜觉得希望渺茫的时候，弗兰茨盯着那张画，突然轻声呢喃了一句：“这个奇怪的东西，他前几天好像在哪里见过。”
这话一出，伯特伦和安娜猛地抬头，原本沉闷的空气瞬间被这个意外的消息点燃。看着手中的画稿，弗兰茨终于敢确定这东西他确实见过。安娜简直不敢相信，原本毫无头绪的线索竟然真的出现了转机。弗兰茨回忆起那天他在遗迹附近遛猪，那小家伙像是闻到了什么，突然发了疯一样朝着一个方向猛冲。等弗兰茨追上去时，发现猪正叼着一个长得像洋葱一样的球茎，那东西散发着一种极其浓郁的甜香，甚至盖过了周围的一切。伯特伦立刻追问，那个球茎后来去哪了？可弗兰茨却愣住了，他努力想要回想起那个关键的细节，明明就在嘴边，可最后那一步记忆却怎么也对不上号了。弗兰茨支支吾吾的坦白，那个珍贵的球茎要么被他随手扔了，要么就是给猪当了玩具。伯特伦一刻也等不下去，起身就要弗兰茨带路，现在就上山。安娜看着窗外，太阳都已经落山了，这种时候进山实在太危险。可伯特伦态度坚决，万一被野兽先一步吃掉，所有的线索就全断了。更让安娜揪心的是，伯特伦打算在废墟城堡独自停留几天，明明才刚回来没多久，为什么又要一个人离开？伯特伦看着安娜，郑重地许下承诺，他一定会带回解除诅咒的办法。卡拉看出了他的决心，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默默转身去为他准备换洗的衣物。卡拉一边收拾行李，一边还不忘打趣，直说安娜肯定会天天往废墟城堡跑，到时候缺了什么，让安娜带个话就行。安娜被说中了心思，急得大声反驳，却惹得卡拉笑出了声。夜幕降临，弗兰茨提着灯走在前面，他原本以为只是去看看，没想到伯特伦竟然真打算在那常住。看着那头圆滚滚的小猪，伯特伦突然冒出一句：“这猪是不是瘦了？”弗兰茨气得差点跳起来，这猪明明胖了一大圈，难道伯特伦的眼睛自带缩小的诅咒吗？伯特伦难得开了个玩笑，夸他有养猪的天赋。弗兰茨无奈地叹了口气，提着灯火一头扎进了漆黑的山林。深夜的山林透着寒意，弗兰茨庆幸天气转冷，省去了驱赶蚊虫的麻烦。伯特伦看着他的背影，感叹他现在变得越来越擅长野外生存。弗兰茨自嘲是生活所迫，毕竟这里的虫子可不会听他的命令。伯特伦却话锋一转，直言弗兰茨变了许多。以前的他总是高高在上，让所有人去适应他，而现在的他学会了顺应这片土地。弗兰茨沉默了片刻，终于提到了卡拉。前几天卡拉见到他时，竟然认错了人，他脱口喊出了另一个名字——菲利贝尔。这个听起来有些轻浮的名字，让弗兰茨瞬间想起了家里那个不争气的叔叔。或许是因为离得远，卡拉才把他当成了旧识。伯特伦低声询问：“这就是他发现卡拉过去秘密的契机吗？”弗兰茨提着灯火继续前行，语气里透着一丝无奈：“那不过是一个再平庸不过的故事罢了。”弗兰茨毫不掩饰对那个男人的恶恶，直言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垃圾。在弗兰茨的记忆里，他从小就活在那个男人的阴影之下，看着那张虚伪的脸，弗兰茨只学会了一件事：贵族绝不能对平民动手。这听起来像是规矩，其实更像是某种傲慢的施舍。曾有父母来到庄园门前，为自尽的女儿讨个公道，可那个男人却像丢弃玩腻的宠物一样冷漠。在他眼里，这根本算不上什么感情，更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弗兰茨自嘲地笑了笑，其实那天卡拉认错人后，还狠狠给了他一巴掌，那是他口无遮拦的代价。可奇怪的是，那一记耳光反而让弗兰茨觉得他们之间终于平等了。在那一瞬间，卡拉不再是卑微的平民，而是一个真真切切站在他面前的人。这种感觉很荒唐，却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久违的正常。听完弗兰茨的往事，伯特伦若有所思的感叹，原来一切的纠葛从那时候就开始了。弗兰茨却突然转过头，把话题引到了伯特伦身上，他一脸坏笑的打听伯特伦和安娜之间到底进展到了哪一步。伯特伦本想敷衍过去，直说自己没什么烦恼，可看着弗兰茨不依不饶，他索性丢出一个重磅炸弹：安娜是爱他的。这和弗兰茨的情况完全不同。弗兰茨被这话噎得够呛，忍不住骂他是个白痴。在他看来，这根本不是爱不爱的问题，一个乡下姑娘怎么可能适应王城的社交？更何况伯特伦的身份，注定这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可伯特伦接下来的话彻底让弗兰茨傻了眼。早在出发之前，伯特伦就已经向国王表态，他打算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余生。弗兰茨直呼他是个疯子，一位王子要娶平民，这在法理上简直是天方夜谭。但伯特伦的神情在灯火下显得格外坚定，他已经选好了要走的路，剩下的唯有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弗兰茨看着身边的伯特伦，由衷地羡慕他的果断。现在的弗兰茨身份特殊，无法在村子里随意走动，所以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必须依靠伯特伦的协助。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彻底除掉菲利普·格哈特这个麻烦。就在两人交谈时，一直带路的小猪突然狂奔起来。弗兰茨立刻意识到，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两人紧随其后，来到了一座高耸的石塔前。弗兰茨环顾四周，确认就是这里。那些至关重要的球茎就藏在这些建筑里的某堆麻袋下面。伯特伦蹲下身子，他低声唤住弗兰茨，他指了指小猪刚刚从土里拱出来的东西。弗兰茨提灯靠近，在这片荒凉的废墟之下，他们寻找已久的真相终于要破土而出了。弗兰茨提着灯凑近，看着雪地里露出的红球茎，询问伯特伦是不是这个。伯特伦仔细观察后，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既然东西已经找到了，弗兰茨提议立刻挖出来，可伯特伦却拒绝了，甚至直接转身离开。弗兰茨完全没反应过来，不明白为什么要走。伯特伦让他先别管球茎，去附近找研究笔记或者任何记录文字的东西。弗兰茨对此非常不解，明明直接挖走就行了。伯特伦却说出了关键，他们必须掌握这种植物的种植方法。
弗兰茨原本以为只要煮成药就能解咒，或者等它开花就行，但伯特伦接连否定了这些简单的想法。弗兰茨刚松了一口气，觉得应该不会太麻烦，可伯特伦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彻底愣住了。这东西不是挖走就行，而是要在这里亲手把它种出来。弗兰茨简直不敢相信，伯特伦竟然打算留在这里当个农妇。毕竟对于伯特伦来说，这颗球茎承载了太多。画面一转，屋里传来了卡拉的声音，他突然问安娜有没有听说过贵族和亲民结婚的事。安娜被这话题吓了一跳，埋怨母亲说话太突然。卡拉却显得很冷静，直言这只是听来的传闻。他说，如果贵族愿意放弃所有的一切，这种婚姻确实有可能。安娜追问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卡拉神色严肃地解释，那意味着要丢掉爵位，放弃领地和继承权，除了他自己这个人什么都不能带走。安娜听完沉默了很久，这种孤注一掷的代价听起来实在太沉重了。卡拉追问到底哪里可怜，安娜低声感叹，放弃一切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足够让人难过了。那些从小玩耍的花园，用第一笔零花钱买的衣服，全都要统统舍弃，甚至连原本的家人也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去对待一个失去身份的人。卡拉听着女儿的感慨，反问真的会有人愿意忍受这种痛苦吗？但他随即又转念一想，既然法律规定了这些，就说明一定有人这样做过。安娜听完这番话，像是突然想通了什么，她认真地告诉母亲，如果伯特伦先生真的为了她放弃所有，那他一定会加倍对她好一辈子，只要是为了伯特伦，他绝对不会感到后悔。卡拉看着女儿的样子，忍不住夸赞她的勇气。安娜趁机撒娇确认，如果伯特伦变得一贫如洗，母亲也不会责怪他吧。卡拉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卡拉看着眼前的女儿，问她是不是真的想嫁给身为贵族的伯特伦。如果只是因为平民身份，卡拉表示会想办法解决。安娜听得一头雾水，不明白母亲指的到底是哪种办法。伯特伦先生的身份可不仅仅是贵族，他其实是皇室成员。卡拉接着感叹道，即便伯特伦愿意放弃一切，皇室的婚姻也难如登天。但他很快又收住话头，说这些都还太遥远。他催促安娜赶紧上楼，剩下的事情由他来处理。安娜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只能愣愣地看着母亲。卡拉没有再多解释，只是强硬地让她去睡觉。安娜虽然满心疑惑，也只能乖乖转身上楼。卡拉独自站在窗前，今天他大概会在黎明醒来，就偷偷跑去废墟找伯特伦。要是换做以前，他一定会冲出去阻止，但现在他犹豫了，因为他比谁都清楚安娜陷得有多深。卡拉忍不住在想，如果当年他能自私一点，在那天抓住菲利普，告诉他肚子里有了孩子，或许现在的安娜就不必为了这份爱陷入如此痛苦的境地。既然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嫁给王子，那他必须现在就去把那个真相告诉菲利普。安娜其实就是他的亲生女儿，只有让菲利普承认安娜的贵族身份，这段看似不可能的感情才会有最后一丝生机。寂静的深夜里，后门突然传来一阵沉重的吱呀声。卡拉警觉地回头，发现来人竟然是迪恩。他没好气地质问对方，大半夜不走正门，像个小偷一样溜进来，到底想干什么？迪恩眼神躲闪，随口编了个路过的理由，可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气氛瞬间降到冰点。他压低声音试探，问卡拉现在是不是一个人在屋里。这种充满威胁的语气让卡拉立刻意识到不对，他没有丝毫犹豫，转身就往屋子深处跑去。迪恩见状慌了神，一边紧追不舍，一边大喊这是个误会。即便迪恩反复解释，卡拉眼中的戒备也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迪恩一边往屋里走，一边用轻佻的语气嘲讽卡拉太过紧张，他甚至恶毒的挖苦，说卡拉是因为守寡太久才变得这么疑神疑鬼。这种人身攻击并没有让卡拉退缩，他死死盯着桌上的菜刀，在迪恩靠近的一瞬间，猛地将其抓在手中。迪恩还没反应过来，冰冷的刀锋就已经抵住了他的胸口。看着眼前这个动了真格的女人，迪恩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他一边尴尬的后退，一边感叹卡拉真是疯了，竟然真的敢对他动刀。卡拉根本不想听废话，他握紧刀柄，厉声喝道，让他立刻交代来意，否则这把刀绝不会只是吓唬他而已。面对卡拉手中的利刃，迪恩终于露出了真面目。他此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那枚从地里挖出来的沉甸甸的金戒指。他咬定是埃里西把戒指交给了安娜。卡拉强装镇定的撒谎，说戒指早就上交给了村长，让他赶紧滚出这里。可迪恩根本不上当，他早就调查清楚了，村长对此根本一无所知。眼看谎言被戳穿，卡拉搬出最后的救命稻草，威胁要叫楼上的骑士下来。迪恩听后却发出一阵冷笑，他当众拆穿了卡拉的虚张声势，因为他不久前亲眼看到那个金发骑士正独自朝着山脊走去。最后一丝希望破灭，卡拉愤怒地驱逐对方，迪恩却趁他分神之际，猛地冲上前去，死死扣住了他的手腕。力量的悬殊让菜刀瞬间脱手落地，迪恩语气变得阴狠毒辣，他最后一次质问戒指的下落，如果不交出来，今晚谁也救不了他。迪恩彻底失去了耐心，他死死掐住卡拉的脖子，将他整个人按倒在地上。他发疯般的咆哮着，既然卡拉不肯开口，那他现在就上楼去找他的女儿安娜算账。听到安娜的名字，卡拉在窒息的边缘挣扎，他绝望的想要反抗，绝不能让这个畜生伤害自己的孩子。就在迪恩准备下死手时，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沉重的脚步声，紧接着一道冰冷的寒芒瞬间抵住了迪恩的后颈。那个本该走远的弗兰茨，此刻正如同鬼魅一般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